要非常的清楚，非常的快乐，非常的安全。那么我们就今天的情况在这条时间，全到一公，分到一公，请坐下。咱在用上节的商家来当我的红灯笼。大家早安。客尊四维纲常之古礼，我们知道儒家教育的中心就是纲常伦理。儒家强调人性本善，那么这个善，它可以统贯所有的德性，所以善的出发点是所有一切德性的落实。那在人的社会里面，儒家强调要回到那个最核心、最原始的根本。那所以，纲常、伦理，这个呢，都是一种核心的根本。那所以我们会发觉到说，我们知道儒家教育的中心就是纲常伦理，贯所有的德性，所以善的出发点是所有一切德性的落实。那在人的社会里面，儒家强调要回到那个最核心、最原始的根本。那所以，纲常、伦理，这个呢，都是一种核心的根本。那所以我们会发觉到说，在道之宗旨里面的经文，它有很多德目是重复在讲，那重复的强调，而且呢，很多理论的原则都包括了各种的德目。那这些德目呢是相重叠的，那这个呢是没有关系的。这些德目本来就是要在教化之中不断的把它提醒出来，不断的告诉我们这些修学人，让他知道这个儒家的修行原理原则，不外乎这些伦理道德。纲常伦理，从这个纲常伦理之中，才能够把自己修学的那个基础稳稳的扎根啊。所以我们讲到四维纲常，那么四维我们上次大略的介绍过，今天要来讲纲常。那事实上呢，纲常也只是一个形容的名词，四维同时也是纲常。那在中国的古德的德目里面呢，纲常是特别把它指出来，那就是三纲五常。那所以我们看到纲常这两个字，我们会发觉到说，纲呢就是一种纲领，就是一种统贯的那个源头，就好像我们的衣服，它有一个领口，这个领子的地方呢，你只要抓住了，那么其他的衣服，它那个顺序就会跟着被抓起来。
那么你如果抓到袖口，那虽然呢衣服可以被你抓起来，可是呢凌乱不堪，不像一个衣服。那网子也是一样啊，网子的里面的那个大条的那个绳子就叫做纲，所以你抓到了纲，就等于抓住了整个网子。那在人的社会里面，这一张大网子那个纲是什么？纲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三纲，常呢就是五常。那三纲五常的道理是从古时候到现在都一直在强调的。被人家讥之为老生常谈。但是你想想，为什么我们不断的在强调这个？从古到今都在强调这个。而且呢，古大德他整个教育的核心也是在教这个。如果没有这个纲常的道理那么整个社会、整个人心就会混乱不堪。那这个国家呢就会灭亡。那所以根本的核心就是纲常的问题。我们现在人类的问题，不管你所面对的是伦常的脱序，还是呢社会的混乱，还是整个天地的灾变，这些问题呢，通通都是人心的反射。如果我们相信本性具足、本性圆满的话，那么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在本性里面找到答案。那本性是什么？本性就是我们的纲常伦理。我们说回归到这个自然的生活，人的自然的生活就是纲常伦理的生活。回归到这个自然的生活，我们自然呢就有道在里面。这个生活之中呢，无时无刻不是充斥的道。所以道在哪里？道在厕所，道在马路，道在椅子上，道在这个垃圾桶上，所有的地方，所有的时段，没有一处是没有道的。也就是说，通通都有道。那如果说要让这个道能够流露的自然，能够呢在我们生活之中来把它表现出来的话，那么这个成为人的这样的一个个体他是有责任去发扬去做领导的工作。因为整个天地万物它不言不语，必须透过人，必须透过人来领导、来管理。那这个领导就是所谓的纲常。如果我们把这个纲给抓住了，那么整个社会的这张网就被抓住了。你要叫它向东就向东，向西就向西。那这个向东向西的标准，就是我们所说的教育，我们所说的教化。所以古大德、圣贤人、君子在社会上的教化，是引起很大的一个作用。那么包括这些君子，如果是隐居在山林里面的，那他们呢也有教化的作用。那所以呢，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各式各样的这样的一个贤人君子那么在各个角落从事的教化的工作。那么通常呢都是以这个身教来教化民众。只有身体力行，让民众才会受到感化，然后呢接着去学习跟实践。所以讲到三纲里，这个三纲的部分是我们的原理原则，我们的一个首要的目标。
那特别是我们今天修学人，我们今天所说的宗教的教育，那虽然在其他的教育上已经没有达到这么完备的教化的功能，可是我们修学的这些修道人，他必须呢负起一个教化的功用。现在呢把它称为宗教的教化、宗教的教育。那不管用什么名称都好，事实上呢，我们就是在做大德敦化、小德川流的工作。那所以讲到三纲五常，尤其是对于现代修学之人呢，他更是要坚持的一个原则。那我们今天试着来解释，那什么叫三纲？什么叫五常？这个三纲呢，不是大学的三纲里那个三纲，它这个呢是指君为臣纲，夫为妻纲，这个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三个纲要，整个人类的伦理原则，就是以这三个角色的人物为主要的纲要。那么我们在知道君跟臣的关系，在现在的社会就是所谓的领导跟被领导的关系。那么不管在哪一个角落，都存在着这种关系。那这种关系呢，君为臣纲，君呢是一个领导的角色，领导要成为被领导的这个纲要的主导那主导呢，这个君就非常的重要。这个君的重要性呢，那是将整个网带到一个极善或者是极恶之地呢，就在这个君的作用。所以君呢，他必须本身自己要修身立德，要回归自然的生活。那他对待臣呢，要用各种德行的化育，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那么你对待这些被领导人，你要用礼，相对的礼节，来提携他们，来教化他们。那么臣事君以忠，臣呢对这个领导的关系他必须呢遵守这个人臣的中道。那这样呢，整个纲网这个才会呢达成这个一气呵成的样子。所以我们古时候儒家教我们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那领导的关系，如果能够同时兼备到这三个标准那么他这个团体必然会走到兴旺繁荣的一个前景。做之君就是领导他们，领导他们走向美善之路。做之亲呢，就是呢照顾他们，照顾你这些员工，把这些员工呢当成像自己的儿女一般这样的照顾，这样的呵护那做之师呢，就是教化他们。这些员工呢，你必须透过各种的教育，让他们了解到整个团队的这个企业文化，或者是团队的文化，然后呢，他才有办法在这个团队里面呢，立下这种不败的根基那所以君为臣纲，这个君跟臣之间有相互密不可分的一种关系。那所以一个做领导的人，他一定要有一种大是大非的精神。那这种精神呢，
就是以古代的这个德牧，古德所留下来的这些德牧为标准。那么古德他们经过几千年的试验，到现在还存留下来，那这个就是表示呢，这个呢是自然之道。这个是正确的道路。如果一个领导人能够遵循了这个正确的道路来走，那必然呢一定能够带向康庄美好的大道。那所以现在的社会，领导跟被领导的关系相当的多。在每一个角落似乎都可以碰得到领导跟被领导的关系。那么这个领导是整个纲领的作用。那所以做一个领导人，他不是说有钱就可以做领导，或者是有势或者是呢有权力，那就可以做领导。他同时要负起这种教化的工作，做之亲做之师，照顾的工作，要同时负起这个指导的工作。所以一个领导人他本身他必须呢学问很好，道德涵养很好，而且呢整个管理运作呢能力很好。所以在孔门四科里面，孔子第一个强调德行，再来强调言语，再来强调政事，再来强调文学。那这个四科呢，在一个团队里面，同时都需要具备。那但是呢，最重要的还是在于这个政事，不在于德行。德行是一个领导人他的一个核心的根本。德行是性德的流露，德行是自然的行为。当一个领导人他具备德行，那么他就可以呢，很自在的来引导他的这个被领导人，引导他的这些员工属下来走向一个正确的道路。那所以底下的人受到这种自然德行的感召，他在耳濡目染之中也会学习到这个自然的道理。那所以呢，这个君为臣纲这样的一个现象，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教化的作用，到现在都还是存在着。再来就是父为子纲。那这个父为子纲呢，我们必须强调，以前的父母都是以父来代替，所以父是包括母，子呢是包括女，所以父母是子女的这个纲要、纲领。那这个父的范围可以扩大到整个家族的长辈。我们知道以前中国人他不是以个人为单位，个人呢在整个社会上呢是没有什么作为，没有什么力量的。他必须呢是以家为单位，你是哪一个家的，你是哪一个地方的人士。所以以前呢，张家村、王家村、李家村这些呢村呢就是整个大家族，以一个大家族做单位。那所以呢才会发展出齐家的道理。当我们把这个大家族里面的成员都安顿好了，都能够呢让他呢上轨道，能够呢运作自如，那么我们要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就不是难事了。所以以前的大家庭那种制度是相当好的，只可惜现代已经没有大家庭了。即使是有呢，它的功能也已经没有那么样的完备。那所以现在的家庭呢都是小家庭，以夫妻呢为主要的主角。那我们讲到这个父为子纲，父为子纲，父亲要做儿子
的纲领，哦，指导他，哦，这个带领他，照顾他。所以你看，父为子纲，同时也做到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的角色，他是不可以偏废的。在家庭里面，父亲的承传是来自于天。哦，为什么有父亲呢？因为祖先来的。那祖先从哪里来？祖先就从上一代，上一代又上一代，一直归溯到最先天、最远的那个源头啊，那就是天。所以，父亲呢，同时代表了这个天性的存在。所以，父亲有所谓的天的尊严。那对于父亲呢，必须像天一样来敬重。那父亲在家里面呢，他也有举足轻重的一个作用。哦，这个是在中国古代的家庭里面，父亲他占有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一个角色，所以父亲的为人，哦，父亲的整个修为啊，形成这个家族是否兴旺的一个指标。哦，如果说我们看这个家族，一个做父亲的，就是这个家族的那个领导人。那他是呢非常正直，哦，非常这个大量，或者是说呢有所作为，我们会看到这个家呢一定呢渐渐的走向兴旺之途啊。那如果这个家呢父不父子不子啊，那这个父亲呢的形象啊没有做到父为子纲的标准，那这个家庭呢就不久就会衰落，就会败亡。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那这个无后呢，并不是指没有后代。那当然了，没有后代这个解法是相当狭隘的。那广义的来解呢，这个无后为大，无后是没有承传这个家风的人，没有可以承传家道的人，哦，没有可以承传家业的人，那这样呢，这件事情呢是很重大的事情，必须慎重的去面对它，因为这个家族没有后人了，没有后人可以来做这些事情，所以孟子才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那么在我的这一代，我没有找到后人来承传我的这个家风，那么我就是对祖先不孝，对于我们这一家的这个历代的先人啊，没有做到孝道的一个标准。那所以做父亲的就非常的重要，因为呢，它关键在于是否能够把这个家风承传下去。哦，那这个家风呢，必须透过父亲的修为，哦，他的品格，他的道德，然后呢，才能够教育好下一代，让我们这一家的这个门风啊，继续兴旺下去。所以你看，我们古时候很多家族，它是可以兴旺很久的。有的人说富不过3代，那么这个只是在讲名利上的这个拥有。那名利上的拥有呢，只能够算是家业的承传了，不能够算是家风。那真正的家风是什么？真正的家风呢，是代表这个家族的一个精神。这个精神呢，一定是属于自然的法则。哦，所谓自然的法则，就是人性本善的这一面呢，它一定是呢，能够把它自在的把它流程出来。哦，比如说这个家风，它是特别的有度量，特别的仁慈，哦，特别的这种博爱等等呢，
这些呢都是一种很好的传统。在中国的例子里面，我们常听到范仲淹的例子。那范仲淹呢，他本身呢就是宋朝时代北宋仁宗的一个宰相。当他做大臣做得非常的尽职，非常的有声有色。那他作为这个人民的父母官做的尤其是有声有色。那么听说他在这个苏州、杭州这一带他有一个田地那他把这个田地通通呢把它租给农民，让这些没有田的农民能够来这里种地，那取得这个租金都是非常的少，看那个农民收入多少了，那就取他们的一点点的资粮。所以呢，农民有田可以耕种，又有这个收入可以赚，大家呢都很感谢范仲淹的德。那有一次呢，他自己呢要盖个房子，那请地理风水这个老师来看结果呢，那个地理风水师呢发觉到说，他要盖的房子这块地是一个宝地，如果能够把它盖起来的话，住在里面的人呢可以做到三公。三公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五院院长。做到宰相这样的一个职务所以这后代的子孙一定能够荣显。那结果呢，范仲淹他这么一听既然这是一块宝地的话，那么我应该呢不要把它自己享受，他就把它捐出来，盖学校，盖学堂，然后呢让所有的这个地方的这些小孩子通通来这里学习，来这里读书。那既然这个地方的风水那么好，那么每个来学习的小孩子都能够成为我们国家的栋梁之才，甚至做到三公将相之才，那这样不是很好吗？所以他就设了一个义学，所谓义学也是免费的提供人民来这边学习。那人民本身就很穷，要教导子女几乎是没有能力。现在有免费的学堂，当然大家通通来那边学。所以据说呢，在范仲淹的学堂所教出来的这些门生之中成为后来宋朝这个很有影响力的这些朝臣也非常的多。那可见的这个范仲淹的德性非常的大。他不但庇荫到自己的家的门风同时庇荫到别人家的门风。所以他的德性一直到现在都有后人在传递。也就是说他的家风都有他的后人继续在承传。那除了说在大陆有范仲淹的后世，在台湾听说也有范仲淹的后世在台湾。后世的子孙在台湾继续他的一个德风你看范仲淹到现在离我们大概也有800-900年的历史了，他还有这个子孙在人世间那可见呢，他一定要有相当的德，庇荫到这些子孙。那这些子孙呢，也要有相当的这个修学的能力才能够呼应他的祖德来继续传承这样的一个家风所以这个就是父为子纲他的一个标准。那可见呢，这个父亲在中国的这个家的作用里面父亲是非常重要的。那国家呢，又以家为主要的一个角色家是基本单位。那家里面呢，那就是以父亲为主。
好，父亲是主要的一个领导的角色，纲领的角色，所以叫做父为子纲。所以我们5伦里面也讲到，父子有亲，父子有亲也是儒家的核心。哦，我们掌握到整个儒家的精髓，也就是在父为子纲，父子有亲这一段话。那这一段话呢，在我们的5伦8德里面也有提过了，所以我们就不用花太多的篇幅再继续来讲。总而言之呢，整个家庭里面的教化，通通要在这个父亲这一辈的人，要完成一个标准。那只有父亲这一辈的人呢，他的言教身教达到一定的标准，才有办法教育出他的下一代，也是达到标准，甚至有过之这样的一个子孙出来。那唯有这样一代比一代强，那他们家这个门风啊，才有办法继续维持下去，继续呢这个发扬光大。你看我们现在时代在变，整个环境在变。如果说后代的子孙没有办法承传家风，也没有办法跟上时代，那么你如何在现今的社会自处？所以很多家族可能呢就这样没落了。那如果有这样家风的子孙啊，他的家族呢就越来越兴旺，这个是一定的道理。再来讲我们说夫为妻纲，夫做丈夫的是妻子的纲领。那这个是从古到现在啊，我们说我们的封建文化里面呢，它的一个思想模式。所以呢，到现在很多人没有办法相信，没有办法认同夫为妻纲，什么3从4德这种话。即使呢很多的这个高僧大德，他们也没有办法认同。现在还有人在讲这个吗？还有人在做这个吗？但是啊，想一想，如果现在都没有人做这个，没有人在讲这个，那么其实呢，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早就混乱了，整个世界早就混乱不堪了。那想想，发掘一下，我们的社会难道不就是这样子吗？我们的整个世界不就是这样子吗？我们所看到的天灾地变，难道是突然发生的吗？这个都不是没有原因的。那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夫没有办法做妻纲，那夫妻之间呢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协调的作用。那么我们来分析这句话，虽然现在讲夫妻是平等的，男女平等，那么男女平等的心态之下，有时候呢很多的现状那是没有办法平等的。比如说家庭里面要做出众的维修工作，那你出众的维修工作，你一定要男生去做，丈夫去做，你妻子甚至也不屑去做嘛，妻子可能也不会做。那么再想想这个家庭，他面对外面的各种的人情世故，各种的这种压力，或者是说整个环境的打击，当他要面对的时候，他还是需要一个丈夫，还是需要一个这个家庭里面的一家之主来面对。通常呢，我们说女生做太太的这个部分，她是比较在整个生理心理上呢，她是比较不处理这种事情的，所以这种事情呢都交给丈夫。这个在我们的台湾，我们中国都还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所以女孩子，她把这个重大的事情交给丈夫，那丈夫呢也责无旁贷的把她一肩扛起来。那太太的角色呢？太太的角色就是做好了这个教导儿女，做好了这个家庭的事务，这样的一个工作。那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和谐的状态。一个家庭呢，如果男主外女主内，那么这样的来运作，这个家庭呢就会运作顺畅。那现在呢，女方不愿意女方说我要走出厨房，我要发起呢男女平等，我要做家庭的革命。那结果女方出去了，那女方出去了，有没有想过，那家庭谁来照顾？家庭里面的一切弄得混乱不堪，没有人收拾，也没有人照顾。那结果呢，造成这个家不像家。孩子要吃饭了，就订个便当给他吃。孩子要干嘛了，就要随便敷衍一下。那么你想想看，你为了出去，为了走出厨房，放弃了跟孩子的教育，放弃了家庭的责任，你所负担的整个社会成本是多么的大。因为我们想一想，现在为什么青少年的犯罪率会这么高？这个夫妻的离婚率会这么高？整个社会动荡的频率会这么样的频繁？想想呢，这个呢都是因为夫妻之间不协调所造成的。那么男生呢，你要叫他主内，当然也可以。如果男生愿意的话，男生来主内，那妻子来主外，那至少呢还能维持一个假象的平等一个和谐，假象的和谐。事实上呢，男的一个本性他就是主外的，就好像阳，阳就是主外，阴就是属内，这个就是一种自然的状态。那你现在呢？好，你阴也要主外，那么你也阳就要进来阳就要主内你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和谐嘛。你不能够说阳跟阴都主外，结果这个内的部分怎么办？就造成了整个混乱的结果。所以为什么青少年他会流连网咖，他会跟这些不三不四的朋友混在一起，然后呢到处呢去游手好闲，或者是说破坏公物，或者是说到处捣乱，形成社会的治安的死角。那这些青少年是谁想一想，这些青少年就是这些夫妻不协调里面家的孩子这个所以呢，夫为妻纲事实上呢，这个是我们现今社会非常重要的一个挽救家庭混乱的一个方针做丈夫的好好的来保护这个家，来安顿这个家，让这个家呢没有后顾之忧。做妻子的呢，好好的来固守这个家，来教导这些儿女子女们，把这个家的内部事情通通协调好，那么整个家庭的运作就会自然顺畅。夫和妻顺就达到一个社会的人伦，也回归到道德自然。所以道德自然在社会上就是家庭人伦的自然。每个人都回到人伦，那么这个家道就自然，社会就自然。那社会呈现自然，就是健康的状态。国家就是健康的状态，整个宇宙呢就是生生不息的状态。
所以想想古德所留下来这些道理啊，是很有道理在里面的。那这个道理呢，它是一时呢是没有办法去呈现它的。它也不是透过言语呢就可以把它讲尽的，它必须透过呢点点滴滴的作为啊，然后才可以了解到原来这个里面的道理是这样子。你看以前夫妻是很少讲离婚的，所有的妇女几乎都是从一而终。那在那个时代之下，虽然被称为封建，被称为呢这个专制，可是呢，在那个时代，社会没有这么乱，人心没有这么乱，整个这个社会的犯罪率也不会这么高，也没有所谓的这个离婚率的问题，人心祥和，社会安定。那自从我们的这个中华民国开国以来，那么经过了各种战乱的洗礼，经过了这个欧美这个新潮文化的洗礼，这个之后呢，你看整个台湾现在的社会，虽然讲求民主啊，可是呢却混乱不堪，人心惶惶。我们走到街头，一个不小心呢，就会受到伤害。然后现在生活步调都很快，那所以呢，你必须呢非常谨慎，在这个快速的生活之中，你可能一下子呢就会被受到别人的波及，这是人心不安呢。那人心不安所呈现出来的波动啊，就是整个政局的不安，就是整个天地自然的一个不安。那么天地自然的不安就会产生这个波动，就会常常有水灾，有风灾，有地震，有旱灾，各种的灾难会出现。所以这个夫为妻纲啊，这句话呢，是真的是一个牢不可破的真理。想想以前古大德他讲这个妇女啊，占了国家社会安定最主要的力量。也就是说，国家社会是处于和谐安定的状态啊，那是谁造成的？是妇女造成的。妇女是主要的力量，因为呢，她们在家里面把小孩子教好，那么把丈夫呢辅佐好，丈夫呢有一点偏差的行为，赶快把他纠正。那么小孩子从小呢就把他教导好，让他接受呢最好的教育，让他接受最圆满的教育。当然，我们讲的这个教育是古圣先贤的教育，让他能够接受这些洗礼。那小时候他就接受圣贤的教化，他长大之后当然就有圣贤的风范了。起码呢也可以做到一个君子的形象。这个是谁造成的？妈妈造成的，妈妈的力量造成的。所以妈妈的力量是非常的大。她虽然在整个社会上啊，好像没有被凸显出来，但是呢，她所影响的力量是比丈夫啊影响的力量更大。所以你看看，太太这个名词，周文王他的这个母亲，这个太任，周文王的母亲太任，然后呢，他的太太太氏，
他的母亲啊，生了周文王这个圣人，就是因为他怀了周文王的时候，那想要呢把这个孩子教化成为圣贤啊，所以在胎教的时候啊，就特别的小心。哦，不好的他不会去看，不会去听，不会去想，不会去问。哦，远离这些不好的环境，接触的都是好的。所以从小耳濡目染啊，这个小孩子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啊，他就可以受到这种文化气息的熏陶，所以生出来一个圣人的儿子。那他呢，就成为圣母。那这个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周公也是圣人。那么他的太太呢，刚才说姜壬，他的母亲是太任，他的太太太氏。太氏呢也学习她的婆婆的样子，把这个胎教做好，把这个教化子女的工作做好。结果呢，他也培养出圣人的儿子。所以我们说太太是要纪念周文王的母亲跟周文王的太太的妻子。哦，希望呢，在太太的教育之下，我们也能够生出圣贤的儿子。啊，这个是太太的由来。所以你看，妇女在家庭里面的地位啊，那是非常重要的，比这个男人还要重要。那现在社会的整个秩序，哦，人伦的一个轨迹啊，妇女的力量是绝对有它的影响性。那所以说，夫为妻纲。那可见呢，这个夫呢，一定要做好夫的角色。夫做好丈夫的角色，那么妻子呢，才有能力做好妻子的角色。哦，男主外嘛，男主外，你就要让妻子没有后顾之忧，你就要让妻子呢，好好的在家呢，来相夫教子。啊，把这个儿女教好，把这个儿女呢，教化成圣贤。哦，让整个社会有达到安定、哦教化的作用，这个就是夫为妻纲的道理。那所以夫妻之中啊，一定要互相和谐，哦，一定要呢互相力挺，绝对不要说呢互相抱怨。那么我想到，我跟我的太太在相处，总是呢口角不断。那先前呢，为什么会口角不断呢？因为只要不如自己的意的，不合乎自己的这种习气毛病的，就会跟对方发生口角。那彼此呢，大家都互不尊重，所以呢，那个谩骂之声呢，就越来越严重。以至于说呢，夫妻不和，甚至呢要闹到离婚。但是想想，我们自己在修学的人，都还会这样子的，那么我们怎么样来扭转整个社会的风气？你自己的家庭都扭转不过来了，你要怎么样去挽化世界、教化人心？没有办法。所以最好的方法，哦，就是呢，你呢充耳不闻。当太太在骂的时候，太太在批评的时候呢，有听没有到啊？听过就算了，马耳东风啊，你不要跟他随之起舞，跟他随之起舞一定是呢，越扯越大。哦，一个铜板是一只手是不会响，两只手才会响。那两只手这样响起来后，就越响越大声。
但是呢，你另外一只手只要不要跟对方起舞，那就什么事情就没有。所以我现在知道了这个方法。现在呢，妻子在吵什么，就说好了，对了，是的，就这样就好了，就不要理他。那么他希望呢，就照他的希望去做，除非有特别的事情。那要沟通的才好好沟通，不然呢，那个脾气毛病了，就只要呢，不要理他。啊，这个是夫妻的一个相处的方法。我们来讲三纲五常，哦，我们刚才讲到三纲，现在接着来讲五常的道理。五常呢，就是仁义礼智信。所以你会发觉到说，哎，这些德目好像呢，在前面的经文已经有讲过了。对啊，所以你看古大德，他这些教化的这些言行啊，通通不断的在重复，不断的告诉你，哦，你在这方面做了，在那一方面还要再做，还要继续做，不断的做，做到呢你熟能生巧，做到你这个德性呢成为你的生活的一部分。哦，你把这个自然的性德流露出来了，那么你不是久而久之，你就是一种圣贤人的行仪吗？所以我们说仁义礼智信称为五常之德。那仁呢，就是人心，哦，人的仁德，人心之德。人就是两个人，所以两个人就是在讲我跟人的关系。我跟人的关系呢，要秉持的，他也是人，我也是人，所以呢，我要用我想要好，他也想要好这样的一个标准来对待别人。哦，仁德的人，一定呢是对对方呢是仁慈的，哦，一定是呢对对方呢是博爱的、恻隐的。那这样呢才是一个人心呢。一个有仁德的人，他一定把自然之道把它呢流露在对方的身上，让对方呢也能够如沐春风，处在这个自然之道里面，就好像鱼在水中一样，这么样的悠游自得。所以孔老夫子一生强调仁，他不轻许呢，轻许以仁啊，他不会随便轻易的去称赞一个人是一个仁者。那可见呢，这个人呢，他这个标准是相当的高了。他这个标准是高到说，哦，自己的修行已经达到一个很圆满的境界，然后呢，还能够让别人也能够达到这个圆满的境界。那这样呢，才是仁者。那所以，自是仁人呢，无求生以害人，有杀生以成仁。哦，在面对一切众人的对待啊，那一定是牺牲自己，成就别人。那也没有，事实上在修学里面是没有所谓的牺牲奉献的，这个就是本来应该做的，这个就是我的责任。所以这个是仁人啊，仁者呢无敌啊。他在这个世间上没有敌对的目标，没有敌对的对象，所以他走到哪里都和睦春风，人家批评他也好，人家赞美他也好，通通都是好。那无敌嘛。哦，所以这孔老夫子到了70岁，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达到这种无敌的境界。那无敌不是最高境界了吗？那不是圣人的标准吗？这个就是五常之德里面的仁。那说义呢？义就是义者宜也，宜就是合宜。那么我们先前讲到义，就是合情、合理、合法，也就是说这个宜。所以这个义啊，
是我们做人的标准，啊，做到合情合理合法，啊，不会损害到别人，不会损害到整个社会的利益，那这个就是义。所以义跟很多德行都连接在一起，所以很多德行的他的做法是不是达到这个合情合理合法？这个就是义。那智呢？智就是智慧。哦，我们大学讲自知啊，就是达到那个知的标准。那么知的究极啊，知的究极就是对于宇宙人生的道理啊，完全清楚了解。那完全清楚了解，你对于这个整个世间的是非、曲折、邪正对错、好坏，你都看得一清二楚。所以对于是非，你可以用是非的方法，哦，对错你可以看出它的一个对错的标准，用适当的方法来解决它。所以对的人也没有特别对，错的人也没有特别错，在于整个世间呢都有一个原理原则。那一个智者呢，他会呢去补，当这个对的太过高了，他会稍微把它抑制；错的人太过委屈了，他会把它拉高，把它去圆补这个对错的这种关系啊，让它形成一股太极。哦，太极呢就是一个圆满和谐之道，所以一个智者就是让所有的事物啊，人事物这方面啊，都形成一个太极的原貌。所以要达到智者，一定是自己的身心作为已经体悟到那样的境界，所以才有办法呢，来去圆融这一切。所以你看道家，他的形象，那就是一个智者的形象。你看老子，看庄子，他本身呢，就是一个很圆满的智者。所以当他说出来的话呢，是非也好，对错也好，都很有道理。那我们说老子、庄子、道家，他们因为呢特别强调这个人世间没有被看到的这一面，所以呢他的这个教法可以跟儒家互相的互补。当儒家在讲这些仁义道德的时候，道家他不会跟着起舞，他就是呼应你，随顺你。哦，当有不足的时候，他就出来补这个不足。所以儒家合上了道家，就是圆满的太极，哦，就是圆满的经教。哦，这个是智。那我们讲到礼，礼在我们的道次宗旨里面呢，也强调了好几次。礼呢是自卑而尊人，以这个原则来教化众生。哦，用整个古德的标准来将这个标准呢落实到这个世人的生活，所以要透过教育，把这个古德的这些言行身教啊，把它教导出来。那这个就是礼，因为古德就是教我们用礼。哦，礼的原理原则，除了这个就没有别的，就是自卑而尊人。这样呢，你才能够把这个礼啊推行到整个角落。哦，你看这个世间，如果没有礼的教化，那么这个世间会变成什么样子？哦，我们现在车子特别多，如果没有礼，我们还有办法在马路上行走吗？哦，我们这个世间，这个人情世故这么杂，如果没有一个礼的标准，那么我们如何运作其中呢？哦，甚至呢，我们要回归我们的本来自信。如果没有礼门义路这条路了，我们怎么样回到那个最
原来的面貌呢？所以这个都是理所应该要做的一个言行。那讲到信，信者不疑啊，所以人言为信，我们讲出来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信。那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个言行要有相当的信念。当你能够相信了，古大德的话，然后呢，你透过他们的话来力行、来实践，那么这个信，所以信呢就是不疑，信就是相信自己本来是圣贤的原貌，相信古大德，相信这些经教，那你自然而然呢，你就会随着这个古大德的指引，来走到最圆满的境界。所以，这个整个天地的视线啊，都是取人以信。你看太阳出来，它有信用；月亮出来有信用，整个事实的更替啊，都有它的信用。那么人也是要这样子，人在整个社会的运作之中啊，他立于不败之地的原理原则，就是取信，就是要有信。所以言语这个科目啊，在孔门4科里面呢，是接在德行之后的。那口呢是祸福之门，所以你口出讲出来的话，你不能够成为你的信的根本啊，那么这个口呢就会形成祸害。你能够呢依照你的话而行的话，那么你就可以能够取决于人，你就可以立足在整个社会之中啊。这个是信的一个根本。所以说人无信不立。当一个人他的信呢得到自己的肯定，别人的肯定了，那么他这个人始终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他才能够推行他的理念，他能够在这个社会呢，能够呢，这个生根长业，能够有所成长。这个就是五常之德，仁义礼智信。有一句话说，人气长得腰心。这个人如果放弃了这些常理常道，那么整个人的社会就是妖魔鬼怪的社会，那不是人的社会。常理常道就是我们在讲的三纲五常、五伦八德。我们说自然的生活，没有比自然的生活更贴近于人们的生活。如果你不要这个常道，那么整个世界呢就会大乱，世界就会毁灭。我们说世界末日早晚一天会来到。我们看看我们现在的整个社会的报道，我们会发觉到说，很多人那个打扮呢，这里钻个洞啊，那里染个头啊，然后呢穿的一些非常奇怪的。看看这个现象呢，就有一点像《封神演义》里面的这些妖魔鬼怪，大拉拉的走在我们的街上。大家也不以你为意，这个就是时潮嘛。年轻人爱搞怪，年轻人爱现，可是呢，我们想想，这个是不是人弃守这个？大家好，道之宗旨讲到第13句的经文，洗心涤虑。那么我们说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你看，心可以让我们做善做恶，可以让我们成就圣贤，可以让我们堕落地狱。所以心可以说是掌握我们人前途最主要的一个关键。当然我们说的前途是我们生死的前途。在世间所有的一切事业的前途啊，那都只是短暂的。那既然学了道之宗旨，我就要有一个自信，
我一定要呢跳脱六道轮回，我把前程呢，把我所有的前途呢放在里天。起码我要让自己修到我能够呢生死自在，能够呢预知时至。这个是我们修学个人最主要这个修道的期许啊。想一想，如果说我们今天遇到名师，遇到了大道，结果呢修到最后呢，还不晓得怎么回去。甚至呢临终的时候呢，迷迷糊糊，茫茫渺渺。那么我们这样修，到头来还不是一场空吗？所以为了预防我们年老糊涂临终的时候呢渺茫我们现在呢就要下功夫，给自己呢痛下狠功夫给自己呢一个很大的觉悟的力量，很大的觉醒。今天我一定要借着名师的指引，借着名师所教导的大道，名师这个指点我一定要呢返回本来面目，我一定要呢成圣成显。所以想想，我们为什么会没有这种气魄？我们为什么没有这种担当呢？六祖慧能，他去见五祖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是要成佛，其他的什么都没有要谈。这个口气是相当的肯定。那五祖看到六祖慧能的这个表现非常的惊讶。很难得有人来找他是要做佛的。那么做佛有什么奢求呢？我们本来就是佛为什么说今天要做佛是一种很大的奢求我要回归本来面目是一种很大的奢望呢？别人用异样的眼光来看我，这不是一件很迷惑颠倒的事情吗？如果说我恢复本来的面目，大家用很奇怪的眼光看我，那么可见呢，大家都在迷惘都在这个睡梦之中还没有醒过来。那么今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勇猛心，我们最大的力量来自于名师的指引，来自于这个觉悟的力量。名师教我们觉悟之路，我们呢一定要踏上这个觉悟之路，好好的自己来修正。那觉悟之路的修正，就是叫我们要从心改起。所以今天讲洗心涤虑，我们要彻底反省。6万年来，其实讲到6万年来，都只是道场的说法，到底我们累劫累世有多久了，实在是不得而知所以6万年来只是一个统一的说法，道场的说法。但是呢，没有亲证的人不知道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可是呢，这个不妨碍我今天的修行。我虽然累劫累世是迷糊的，是这个轮回的，但是呢，我今天我就是要跳出轮回，我就是要回归本来面目。那所以发这个精进勇猛心告诉自己，今天就是要好好的修行，重新改起。那么当你发了这样的一个心，我们必须要清楚，这个心呢是从内而发，从根本而发。这个根本是我们心性，绝对不是呢从外而发。那什么叫从外而发？从外而发就是你不断的跑道场，不断的去办活动，不断的去
去讲课，结果呢，你心性的功夫一点下都没有，你的心呢，洗心涤虑的作用一点也没有做。那么你做了这些道场的活动啊，只是让你更加烦恼，更加分别对待而已。那当然，做道场的活动也并不是错误，但是呢，你必须要很清楚的了解，我今天从这个活动，从这一堂课，我可以获得到什么样的觉悟的资粮？我可以呢，让自己能够忏悔到什么样的程度，能够感恩到什么程度？这个呢，是我们必须去思索的。那所以今天讲洗心涤虑，你看洗跟涤这两个字，它就有去除的意思，有放下的意思。洗心呢，就是要洗凡心，就是要把这些污秽、这些染着，通通把它清除，所以恢复本来的面目。所以洗这个动作呢，有恢复之意啊。那虑呢？虑就是我们心的念头。心有真心，有妄心。那么依性而起的是真心，那么依五欲六尘而起的就是妄心。所以这个虑呢，就是五欲六尘的这种妄心了。所以要涤俗虑，这些呢，非正知正见、五欲六尘的知见通通要把它涤除。所以涤呢，有净化的这个功用。所以洗心涤虑就是恢复，就是清净的功夫。所以人的心啊，向内呢是性，向外是情。所以我们说性情，我们说心情，都是在讲同一件事情。你看你向内，向内的话呢，你看到了本来的面目，这个是你的根性。你向外呢，攀缘，依的这个各种的因缘而起了各种的起心动念了。那么这个是情，情呢会有是非对错，情会发生了这个爱欲染着。所以先佛教我们要向内不向外。顺去的是事，逆来的是智。顺去的呢，就是随顺五欲六尘，随顺呢这个贪嗔痴爱，这个是事，事就是我们的阿赖耶识，我们的末那识，我们的我们的六识，通通呢就叫事。那事呢是顺着世间的一切的变化而去感应它，而去染着它，去对应它，于是呢产生的事。所以佛法之中有一派呢叫做毁事。那这里面呢，他讲的道理非常的深奥。那所以呢，可见这个事啊，它并不是一个很容易了解的这样的一个学问。那么呢，如果说能够把毁事这样的一个概念把它弄懂，那我们大概就可以清楚到，事就是我们现在这里说的虑。因为心的变化所产生的事就是虑，就是佛家、儒家所讲的名词不一样，其实都是在讲同样的意思。那么逆来是智，逆来就是说你向内而看的，你不去攀缘，你不去应对这些外在的一切，内心如如不动，这个是智慧的智。那么有智慧，就可以去应对世间的一切，但是呢，你不会被世间的一切所染着。孔子说“从心所欲不逾矩”啊，那么这样的功夫呢，就是逆来是智。那修道人要将顺去向外者，
转而逆来向内者，必定呢要从洗心涤虑、反观自在开始。那所以洗心涤虑呢，今天就是要教我们往内参求，找到那个根本的源头啊。哦，你会这个烦恼，你会有妄想，你会有一些是非对错，你那个根源是哪里来的？照理讲，不思善，不思恶，才是我们本来的面目，我们真心的流露。可是呢，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有是非对错，哦，真假好坏之分。那么这些能够分别的，到底是从哪里而来？想一想，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心律的变化。那么世间的变化，莫过于这种情势的变化，哦，心事的变化，或者说心律的变化。那么说穿了，就是我们的念头。念头呢，纷飞不断啊。哦，念头呢，这个刹那生灭，没有办法掌握。所以曾经佛陀问弥勒菩萨：哦，人的一弹指，众生的一弹指，到底有多少念头？那么弥勒菩萨他所说的念头了，那是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的，啊，好像是一个弹指啊，有128万兆这样的一个念头产生了。然后这个念头呢，这个是没有办法想象的。那因为刹那生灭，生灭太快了，所以呢，这个念头啊，一直不断的在流转，在运作。哦，所以我们古来这些修行人、古圣贤、佛菩萨，都是教我们要反观内求。那么反观了我们那个内在的心律啊，我们才有办法去找到源头，然后呢，去改正它，去降服它。所以洗心涤虑呢，要从反观自在，哦，反观那一份你的本性，本性如如不动。那么如如不动的那个本性，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妄念纷飞的这样的一个心事呢？所谓一念不觉而有无明啊，那这个心事呢，就是我们说的无明。那无明的产生呢，在于一念的不觉。那么包括呢，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万事万物、山河大地、哦，宇宙万象，都是呢一念不觉而产生的。那么包括我们累劫累世所看到的这些人事物，哦，这些景象都是一念不觉而产生的。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一念的不觉呢？这个一念的不觉，说起来啊是没有原因的。哦，没有原因的原因呢，所以才叫无始劫以来。那无始劫以来，人们的不觉，人们的这个无明啊，结果呢，让自己呢轮转到各种这个时空境界里面去。那我们讲的时空境界，当然就是在讲六道轮回。那六道轮回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界限。那这个界限呢，一般的众生呢是不容易跳脱出来的。要跳脱出来，只有达到阿罗汉以上的境界，那才有办法跳脱出来。所以阿罗汉号称为这个小果的圣人啊。那在世间来讲，阿罗汉已经是一个出世间能够跳出六道轮回的圣人。那么所以在佛家里面，佛教在传来中国之前，在印度的修行人
他们修行一定呢都是用禅定的功夫。那么印度人呢，他们在修禅定，他们在禅定的过程之中啊，结果呢，因为定功定到某一个深处啊，所以能够跳出这个六道轮回，结果看到了这个六道轮回的景象啊。哦，当一个众生，他行5戒10善，结果呢就到天的一个境界，一个境界。那么他行5善，就变成人的境界。哦，他有福报，但是呢，这个斗争、嗔恨，哦，不平的心很大，那这个就是阿罗汉的境界。那愚痴就是动物的境界，贪心就是恶鬼的境界，嗔恨就是地狱的境界。那这些境界呢，它不是随意编出来的，来劝化众生或者是哄骗众生的。事实上呢，是他们这些修行人啊，在禅定之中啊看到的。那有看到这些境界，他们可以来回往返这些6界，哦，也可以来去自如，也可以呢这个随意跳出。可见呢，他们的定功啊，已经达到了这种阿罗汉的境界。那么佛家承袭印度思想的这个理论，结果发展出这种6道轮回因果的思想。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个6道轮回啊，是真实的现象。那么当时释迦牟尼佛，他也跟大家一样，进入到这个6道的情境，结果呢，跳到每一个时空去看呢，看到这个6道的景象啊，完全是不一样。那他呢，用更深的禅定啊，跳出6道轮回，结果呢，看到了阿罗汉的境界，看到菩萨的境界，啊，辟支佛的境界，菩萨的境界，看到佛的境界。哦，这个我们说了10法界。那么10法界的佛还不是最圆满的佛，10法界还在这个轮转之中。真正的回归本来面目的佛，是一真法界的佛。那所以释迦牟尼佛，他用更深的禅定，哦，更深的功夫啊，来清楚了解为什么会有6道，为什么会有10法界的产生呢？所以释迦牟尼佛就告诉我们，哦，刚才说了6道，那么阿罗汉呢，就是修4圣谛，辟支佛修12因缘，菩萨就是修6度波罗蜜，佛呢修平等心。那么当我们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我们就可以进入那个时空。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印度的修行人，他们进入这个6道的境界，虽然可以来去自如啊，但是呢，他们没有办法知道这些境界是怎么来的，也就是说6道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哦，这些人事物景是怎么化现出来的，怎么变现出来的，它的来源是什么？哦，这个印度的修行人并不清楚。那当时佛陀，他必须要清楚，他很想了解，所以呢，他放下了一切。他本来跟印度的婆罗门在修行，结果修了6年，越修越烦恼，越修越觉得这个拘束不安了，所以他呢就放弃跟婆罗门的学习，自己呢自修自悟。所以当他喝了牧羊女的这个羊奶，在菩提树下夜睹明星，然后呢明心见性，
这个明心见性啊，就是体证到六道轮回的缘由，十法界的因由。那么宇宙万事万物的原理原则，他通通清楚了。那他通通清楚了，他才可以告诉世人，这是怎么一回事，怎么一个现象。那么人应该怎么样做，怎么样修，如何跳出六道轮回？六道轮回的因果又是怎么样？把这些微理细节这些因果变化说的呢，这个有条不紊了。所以你看，我们讲到佛经，它是最圆满的哲学。讲到这个宇宙万事万物的道理，那么佛经呢是把众生的这种疑惑解析的非常的清楚。所以为什么佛教传到中国之后，那么受中国人的肯定跟喜爱它是有它特殊的因缘。当然这一段我们不去谈我们必须要来谈这个释迦牟尼佛看到的六道轮回的根源是什么。六道轮回的根源，那就是这个心念的变化。心念变化，所以一念不觉而产生了这种六道的景象。那一念不觉，这个一念不觉的这个浅深影响到你的境界。所以当我们不觉的程度很深是那种嗔恨的状态，那就是在地狱；愚痴的状态在畜生；贪心的状态是在这个恶鬼；斗争的现象就在阿罗汉。人呢，你要修五戒，那天界呢，再加个10善，五戒10善，你可以回到天界。那这个呢，佛跟我们讲的非常的清楚。所以你今天你到底要洗心涤虑，要洗到什么程度，涤到什么程度，那么你自己要很清楚。今天明师告诉我们，能够回到理天的，除了明师这一子，已经没有其他的方法了。你看释迦牟尼佛的法运，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年。那么释迦牟尼佛已经离我们2500多年，现在接近末法时期的结束了。那所以呢，这个末法时期斗争坚固，斗争非常的坚固，人跟人之间，团体跟团体之间，那整个社会、族群、国家之间呢，都产生了严重的这个斗争那这个就是末法时期的现象。那今天明师给我们指点，我们要放下这些世间的对错、分别与这个无明妄想。你要洗心涤虑，你要把你的心呢，彻彻底底的净化干净涤除干净。那涤除干净呢，就是没有这些境界的分别，没有这些无明的这个烦恼。那所以六道轮回的现象，佛跟我们讲清楚了。那我们呢，就必须告诉自己，我们一定要跳出六道轮回。我也不要回到天界，我也不想再来到人界，更不想堕三恶道。今天明师一指告诉我们的，不是回归天界的一条路它是教我们跳出六道轮回的一条路。所以我要跳出六道轮回。那跳出六道轮回，配合佛经的说法，佛已经把这个六道的现象讲得非常的清楚。当然了，
6道代表6度的空间，那实际上呢，这个空间呢是无限度的。现在的科学家可以证明到人有11度的空间，应该说我们整个世界有11度的空间，可是呢，科学家他没有办法进入那个空间里面去，它只是理论，那没有办法进入，你想要跳出更是不可能的。那只有谁可以帮助我们？那只有佛的说法才可以帮助我们。所以道之宗旨是融合3教，融合5教。那是因为佛呢，在出世间这方面啊，他讲的特别的清楚，特别的圆满。所以中国人普遍接受佛的说法。那么儒家、道家，他讲世间法的这一面呢，没有顾及到出世间的这一面，啊，其实呢，只能够说点到为止了。那现在配合了佛的说法，那就更加圆满，啊，3教圆满起来，我们就可以有一条这个很清楚的道路可以让我们走。那么名师这一指点啊，也是告诉我们，就是那一条路。名师所说的就是那一条路，那已经指得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明白。如果你不是从名师的指导入这个正知正见的话，那么恐怕呢都会走上邪路。毕竟呢，末法时代的众生，他的根性呢，他没有办法自觉自悟啊。那唯有透过名师的指引呢，我们才有办法走上觉悟之路。那所以孟子说，他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访心而已。那么这个求访心呐，或者是说念访心呐，那我们就很清楚，走上觉悟之路，就是要找对这个问题的根源。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呢？就在于我们心性的变化。那么我们知道性是不会变化的，但是呢，性所呈现出来心的状况，如果是我们的性的呈现，那也是清清澈澈、明明白白的。但是现在呢，就是怕人的那一念无明啊，那一个念头就是我们这里讲的虑，喜心敌虑这个虑啊。那所以呢，我们要掌握住这个心的变化，让它呢从妄想、分别、执着之中超脱出来。那所以今天我们对于世间人他所讲的话，他所做的事情，我们就可以不用那么在意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讲的话并不是真心的话，也不是真实的话。他讲的话只是当时的感受，或者是说一时的气话，根本不需要放在心上。因为呢，他自己都没有办法掌握住他自己讲的话。这个是佛告诉我们的。一个人修行没有达到阿罗汉以上境界的人，他讲的话呢，你不要去相信他。所以当人说呢，我很喜欢你，我这个立志好好的修行，我要做什么做什么，这个呢都是人的妄心所讲的话，不是真心所讲的话。那么真心呢是如如不动的，真心是清清楚楚。所以我们说那个清净平等觉悟的心啊。所以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你很清楚很明白，理相因果都呢看得呢非常的清楚。那么我们现在对于因果的现象，
我们都搞不清楚了。我们怎么可以了解到我们今天讲的这句话，它里面它的因果是怎么一回事呢？那要怎么样才可以清楚了解呢？那佛告诉我们，只有呢放下你的妄想、你的分别与执着。孟子说了，求其放心而已。那孟子圣人的话跟佛的话有异曲同工之妙。阿罗汉的境界，在儒家讲就是君子的境界。所以君子的境界，他讲话是一定要付诸实践，讲出来的话一定是有信用的，是诚信的。中庸讲，诚者不勉而众，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所以君子的修养，慢慢可以走上圣人的境界。所以一个君子，他至少呢是达到他的起心动念都是善的，那他才可以被称为君子。你看，你的一言一行，你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众生，都是为了别人，那个都是善的。那么你的起心动念，如果还有一丝好的心是为自己，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前途，为了自己的家业，那么呢，这个就是恶的。那这样呢，就还不够呢，洗心涤虑，还不能够达到君子的标准。我们说一个君子，至少要能补天地的不足。天不言，地不语啊。那么天地的德能要透过谁来实践它呢？要透过圣贤人，透过君子。那圣贤人的标准是很高的。我们这个普通的凡夫一下子没有办法达到圣贤人的标准。但是呢，我们可以要求自己达到君子的标准。那么这个君子的标准，就是呢，起心动念都是善的。但是这里我们必须很清楚，善的定义就是呢，都是为公的，为众的。所以为什么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啊？这个公真的是很难很难的一个境界。那么虽然知道很难，可是呢，我也要去放下它，去力行它。这样呢，才可以让自己从一个君子达到圣贤人的一个标准。所以透过洗心涤虑我们时时检测自己的念头，检测自己的起心动念，你是不是符合君子的标准？符合阿罗汉以上的标准。那么在这个洗心涤虑的功夫上各家各派就有不同的修法。那不同的修法呢，都没有关系，只要呢可以达到这个目的，那么他的这个修法可以是多样的。所谓修行有多元那么归元无二路回到的一个目的通通都是一样的。可是上山的路可以有很多条。那么我们知道佛家透过戒律，道家呢透过清净，那儒家呢透过礼法，天主教、基督教、回教透过祈祷，透过膜拜，这些呢都是一种洗心涤虑的功夫，让自己的念头不要这样妄念纷飞，不要呢随着世缘而在那里波涛汹涌，起心动念，这个起心动念就是我们人最大的烦恼。所以佛家讲，
这个烦恼，佛家讲的烦恼是指人的起心动念，不是我们真的伤脑筋的问题啊。伤脑筋的问题也是一个烦恼，但是呢，最大的烦恼是起心动念。那这个起心动念呢，可能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如果按照弥勒菩萨所讲的，人的一刹那、一弹指，182万兆的这个起心动念呢，那我们怎么知道到底里面是什么呢？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众生自己不知道。那自己不知道如何对治这个烦恼呢？如何对治这种起心动念呢？那所以我们需要明师啊。现在末法时期斗争坚固，如果没有明师的指引，我们怎么可能会知道走上觉悟之路呢？要怎么样跳出轮回呢？也只有依止明师的教法，今天才有机会能够呢有一条回天的路啊，可以让我们选择。所以洗心涤虑啊，是我们今天修道人必须下的功夫了。这个功夫呢，非常的迫切，而且呢，必须呢每一分每一秒都呢在下功夫，都在呢这个扎功夫。那所以我们人24小时没有办法26时中保持在清净的状态。那所以各家各派有规定出一些规条，让人遵守。譬如说某一个时段，你就要磕头，你就要来诵经，你就要来这个礼佛，等等的这些方法不一而足。但是这些方法呢，我们必须要懂得，这个都是船啊，帮助我们渡过彼岸的船。这个船呢，如果能够帮助我们渡过彼岸，那么这个船达到了它的功用，我们过了彼岸，这个船就要放下。当然，达到放下船这个标准啊，这个过程一定是很艰辛的。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实实在在的下这个功夫啊，你会知道说，这个功夫呢，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在生活之中，在于这个人情世故上，我们常常遭受到各种的打击，各种的不如意、毁谤、批评、谩骂。那么后学想到自己自从呢这个出社会以来啊，所受到的各种打击啊，是非常的多。各种不如意啊，纷纷而来啊。面对的冤亲债主啊，都是那种穷凶恶极啊，不愿意原谅你的。那这些呢，你都必须去面对。你都必须呢去安抚他，去化解他。你如果不化解他，那么你以后还要用更大的心力，用更多的成本、更多的心血来去还这笔债。那么这个我就想到，就在今年的清明节。那清明节都要去扫墓，要去祭祖。那我们家呢是在高雄，我父亲、我祖父的坟墓都在那个地方。那因为清明节是连续假日，没有办法利用连续假日回去扫墓。所以我就提前回去扫墓。那扫墓呢，因为是提前，所以那个墓园啊，整个荒烟蔓草啊，
那个杂草丛生啊，非常的茂密啊。你要经过这个杂草堆，然后走到墓园这一条路啊，是没有路的。那没有路呢，我不晓得要怎么走得过去啊，因为墓园就在杂草堆之中，整个牧草呢，哇，真的是长得比人还高啊。那所以想到这个时候呢，后学只好依照惯例，以前人的做法，就是放火，把这些牧草烧得干净。那就火这么一放啊，就不得了了。哇，这个吹来阵阵的南风啊，让火势呢一发不可收拾啊！哇，整个火势啊非常的猛烈，好像是火烧山的样子啊。后学看了那个景象啊，可以说是惊心动魄，这下子不晓得怎么办了。那火势猛烈在烧了，我想说啊，那赶快逃吧。结果呢，想要逃，我那个想要逃的念头呢，就让自己种下了因果。这没想到呢，旁边有在修墓园的人，在修墓园的人，他当然也看到了这一堆火在烧啊，然后看到一辆车子正要逃跑，他已经把你的车牌号码记下来了。那么我也看到他在记我的车牌号码，我知道我逃不掉了，所以我就直接下车去找他，说这是怎么回事？然后他就说，你放火把这个牧草烧了这么猛烈，那么你有可能会波及到附近的住家，所以那些住家有可能会来问他们，所以我必须把你的车牌号码记下来。这个时候啊，我就说好，那既然这样，我就不要走好了，我就回到我父亲的这个牧草那里，我想说啊，等这些牧草烧完了，再来祭拜。结果呢，因为烧太久了，火势太大了，我想说我这次大概差不多了，警察要来抓我了，这边旁边的房子的人呢，一定会出来，对我呢有什么伤害啊？可能要把我抓去关了，我就在那里等。事实上，我是在想，就在那里等警察来抓我吧，因为我没有办法控制这个火势。那这个火势呢，是因我而起的，所以我只好呢，在那里等。结果等了1个多钟头，火势慢慢消退了。虽然这个之中啊，那个内心的煎熬啊，是非常的苦闷的而且焦急啊，求老师慈悲啊，求仙佛庇佑啊，那个过程啊是都有的。那后来慢慢的火势渐退了。那火势渐退了之后呢，我发觉到说还好，刚好这个牧区的牧草通通烧完，其他的没有跳到其他的这个牧区去啊，也没有危及到其他的这个树林了。那时候呢是放了一个120的心了，安下心来，想要走进牧区啊，我父亲的墓要去祭拜啊，结果发现呢，被我烧过了这些牧草堆啊，那个灰烬啊还很热，你根本没有办法走下去。穿的那个雨鞋一走下去啊，那个雨鞋被融化掉了，所以没有办法进去扫墓啊。那时候呢，已经下午大概4点多了。我想说，夜色天色啊，渐渐呢也暗下来了，我必须呢赶快离开，因为我家住在云林，我回去高雄扫墓，这是一趟不短的路程啊。那结果呢，我就在
这个路旁边呢，用摇祭的方式、摇拜的方式来祭祖，根本就没办法扫墓，因为我父亲的墓的旁边呐、这些树木，这些杂草，通通被烧化殆尽了。我一想啊，这次不晓得要造什么孽了，又要犯什么过了，真的是非常的难过。在那里祭拜一番之后呢，草率的收拾，就回家了。那回家呢，就要回到家的时候了，没想到手机就打来了。谁打了？当然就是冤亲债主打了。这个警察局啊，找到我的车牌，找到我的联络方式，然后就问我是不是高雄那个地方有一个牧场，你是不是有去那里放火？我就说对。那现在呢，苦主呢已经找上门，在警察局等你，希望你回来说明一下。我都已经快要回到家了。那时候呢，我想说，烧得很干净，可是呢，应该没有波及到民家才对啊。但是呢，没想到还是波及到民家了。那波及到民家，这个民家呢，那个老板啊，当然非常生气。那非常生气，这一次呢，又抓到人了。他记住了我的车牌号码，当然他就不会放过我。我又匆匆的赶回去高雄的桥头那边警察局。结果呢，跟那个苦主啊，就那里谈。那我千拜托万拜托啊，希望他能够谅解。那么我希望呢，能够呢用这个和解的方式。那因为我自己呢也没有钱，也没有什么存款，希望呢他能够放我一马，这个和气生财啊。但是呢，这位苦主啊，他说呢，他每次被人家烧啊，没有一次逮到人的。这一次呢，终于被我逮到了，我怎么可能会放过你？所以他要求的这个赔偿金啊，相当的高。那我千拜托万拜托，怎么求？几乎呢声泪俱下，求他呢，希望能够呢，不要收这么高的赔偿金。他一开口就要我赔10万，我那时候不晓得要怎么赔这笔钱。对我来讲，这简直是天文数字。但是呢，因为怎么求都没有用，他就是要你赔，而且呢，他势在必得。那么你可以不用赔他，但是呢，你必须上法院，你必须呢去跑法院的通告，那更加的身心不安了，更加的呢身心劳苦了。那所以没办法，我在跟他呢没有办法协调之下，我只好答应他，就赔他10万块。那这样我才可以回到家来。那么我在一个很快的时间，当然用尽各种方法去筹钱，筹到10万块，去拿给他。那一直到现在呢，当然就平安无事了躲过了一劫。那么我仔细想来啊，这个事件让我得到一个很好的反省，那就是呢，你欠人家的一定要还不管呢对方用什么方式来讨。那么你要还的，你就是要还。那么当冤亲债主不愿意原谅你的时候，
那么你还是要还，因为呢，你当时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加诸在他身上，所以他今天用这种方式来讨回来，那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你想尽办法去还他的钱。那么我想到，当我们累劫累世这样轮回，来到这个人世间，我们欠的这个冤亲债主到底有多少？钱大概是不计其数了。那生命呢？这种病体，这个身体上的伤害呢，或者是说精神上的这种伤害呢，到底有多少？我们也不得而知。那所以世间上有这么多这个因果的讨报，在我们的肉体上，在我们的精神上，在我们的事业上，我们的前途上，给你各种障碍，给你各种打击，这个都是的，我们过去世所欠人家的。那么你今天，如果你不知道洗心涤虑，从这个心来下功夫的话，你会产生更多的怨怼，更多的不满，甚至呢，对这个世间呢产生更多的这种愤恨。你贪嗔痴的心呢，并不会因为因果的讨报而让你呢更减少，反而更加增多。那这个洗心涤虑的就没有做到功夫，你没有修行，你没有修行，境界就转不过来，你还是要继续受到各种因果的讨报，各种冤亲债主的障碍，这个是一定的道理。所以这个事件让我了解到，我们今天欠人家的，在这一世就要赶快还清，想办法去还。无论如何就要赶快去还，再拼命，再努力，都要把这笔账还清。那人家欠我的呢，你就把它忘记吧，就不要再讨了，不要再要了，因为因果循环啊，报应不爽。那么你如果还要希望得到别人的回报那么你下辈子不是还要再来吗？你不是还要来承受这个果报吗？虽然是善果虽然是人家要给你的回报，但是呢，你还要回来应他你为什么要应他呢？你不要应他你这一世你就让他断掉了不要应他，就是我不要你回报了。人家欠我了，现在人家对我的批评、指责、谩骂，要求这些呢，我都呢置之度外，就不要在意的，不要去应他。那人家对我要有什么人家有欠我什么，我也忘记了，不要去讨了。这个是我们洗心涤虑上一个很大的一个作为。那这个放火烧牧草这件事情让我了解到，当你面对这些冤亲债主，他用各种极穷凶恶极的状态来跟你讨报的时候，你都要心甘情愿的来接受，因为这个就是你欠他的。所以呢，当我们能够把这个信念转过来，我们不是就可以过得很自在、很快乐、很祥和吗？今天我受到了委屈，是的，那个是我欠人家的。今天呢，
我得到了一点点的好处，这个呢也不需要高兴，因为这个都只是六道轮回的一个过程，我不要这个过程了，我要回天做佛了。人世间的这些因果牵缠，我这一世呢就要把它断清楚，这个才是真正的洗心涤虑。那所以清净心，他讲到人神好清而心扰之，人心好静而欲牵之，常人遣其欲而心自静，诚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灭。清净经这一句话已经讲得很透彻了。我们的神，这里的神就是讲我们的性而言，我们的自性本来是清清净净的。那么呢，因为呢心来扰乱这份清净，性的这个作用在心，那这个心呢是真心的变化，那也是一种很和善的、很祥和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可是呢，这个心呢会变动，一念不觉而有无明，这个变动呢就是扰乱了我们的性。那这个变动是因为有这个欲望，有这个攀缘，于是呢心就不清净了。所以他说心好静，是因为这个心是属于真心，真心是静的。可是呢，当一念的无明产生的时候呢，就没有办法清净。所以呢，如果说能遣其欲而心自静，诚其心而神自清，遣其欲就是对于世间的各种因缘通通把它放下。对于世间的这些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把它放下。那么呢，你的心自净，心就会清净了，你的性呢就会，你的神就会达到清清白白，如如不动的那个本体。他说六欲不生，三毒消灭，你能够掌握到这个如如不动的本体，外在的这些染缘自然没有办法来侵害你。所以说，回心所现，回事所变。这个是佛家《华严经》里面的话。回心所现，心是会现那个样子，可是现那个样子呢，就好像镜子一样，你善来就现善，恶来就现恶。那回事所变呢，就是将心所现的这个样子它会产生变化。这个变化呢，是欲望造成它变化，是世间的各种缘造成它的变化。那么你去攀缘了，你有这个欲望了，这个就变化了，变化就没有办法回到清净净净的本来面目。那么我们今天洗心涤虑，就是要透过这个法水，透过这个法音，透过这个道场的这些身教言教将我们的心，将我们的虑涤除掉，清净掉，清净起来。清净起来之后，我们就可以突破那个六道轮回，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整个宇宙万事万物的变化，它的本源是什么？回归到最原来的面目，原来我就是佛，我就是圣贤。那所以呢，人性好清净，这个清净是我们的本来面目，是性德的流露。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性德的流露，我们不会知道我们是佛。所以现在众生并不清楚自己是佛，他的佛性在他的身上并没有减少。
哦，他跟圣人的心性啊，也没有缺少，圣人也没有比较多，他也没有比圣人少，但是呢，他并不清楚，他就是佛，他可以成圣成贤。我们今天跟众生最大的不一样，是相信我可以成佛，我可以成圣，我可以回归本来的面目，这个是我们最大的资粮。这个相信名师所说的话，相信佛所说的话，我们照着佛、照着名师的话来做，那么我们一定呢，也可以成就本来的面目。这个就是名师这一指的可贵啊，那可贵啊是非常的可贵啊。这个贵呢是没有办法用金钱、用数目、用什么价值来衡量它。哦，所以我们说法身慧命，这个慧命是无穷的。老师给我们这个无穷的慧命，开启我们这个永恒的生命，这个是无限的珍贵。哦，我们可以处在这种永恒的状态，真的是如如不动的性体啊。我们继续洗心涤虑这段经文。那么三教都在强调心跟性的关系，修行一定是从心性下功夫。那如果没有从心性下功夫，那这样修行呢是错用功夫。所以儒家讲存心养性，佛家讲明心见性，道家讲修心练性。你看这个三教所讲的，通通在心性上面做功夫。那可见呢，心性是我们修行最主要的依据。那么我们心性，性本来是清净的，心本来是光明的。那现在呢，我们必须呢存心养性，修心练性，明心见性，才可以让自己恢复本来的面貌。所以可见我们的心性已经不是我们原来的样子。今天呢，透过名师的指引，透过修行的方法，我们要懂得在心性上下功夫。所以洗心涤虑告诉我们，心有太多的那种杂念、那种妄想，还有呢烦恼。那这些呢，都是要透过洗涤的过程啊，将这一种烦恼啊，把它净除掉。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我们遇到太多的人情世故，那么这些人情世故呢，都必须我们能够用智慧去跟它圆融相处。那么有困难障碍呢，要想办法把它化解。那化解最好的方法，当然要懂得回光返照，要懂得反求诸己啊。任何的障碍都不在外面，而在自己的里面。那也只有自己的内在呢，能够清净，能够洗涤啊，我们外在才有可能呢，这样心想事成啊。所以儒家讲仁者无敌。那仁者无敌，这个敌人是谁？那敌人呢，当然就是会障碍你、会阻拦你的人。可是一个仁者呢，是没有这种敌人的，因为即使敌人现前，他也不会把他当成敌人看待。哦，他会想办法把他调伏，把他圆融，
把它婉转过来，让事情呢做得非常的圆满。所以在仁者的面前，没有人、没有事物是跟他对立的。那因为没有事物跟他对立，所以呢，他也没有烦恼，也没有牵肠挂碍。他跟呢大众、跟所有的一切万事万物都是一体的。那所以你会计较什么呢？如果都是一体的，当然就没有什么好计较了。所以左手不会跟右手计较，头不会跟脚计较，那就是因为这个都是一体的。但是呢，要修到这样的一个境界啊，那是一个很高的功夫啊。所以必须在生活上，一次又一次的洗涤，将我们的心呢一次又一次的净化，我们才有办法，才有智慧去知道这种真理，甚至呢将这个真理啊落实在生活上。那所以是非常不容易啊！我记得以前开车的时候，在夜晚，那开车的时候呢，有时候呢碰到这种没有路灯的路段呢，都会开长射灯。那这个长射灯呢，你这样开起来当然是很方便啊。可是呢，一遇到对面有来车的时候啊，那么你必须的把它关掉。那这样开开关关啊，这样也造成一种困扰。那所以呢，当你在开车用长射灯在开的时候，你要考虑到对方的来车被你的长射灯这样一照啊，那他是很不舒服的，而且呢，他没有办法看到远方的这种路径，所以他开车呢会成为战战兢兢啊。那这个是你开长射灯所造成的。那么对方的不舒服，可能马上就会反映在你的身上，因为呢，他也开长射灯来照你，那你也变得不舒服，变得看不到前面的路段，那你开车呢也要呢战战兢兢啊，所以彼此都不舒服。那想到这样，我们又何苦来哉啊？所以每次我一想到要开长射灯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对方也会开长射灯来射我。所以呢，现在呢，我晚上开车不管在什么路段，我都不会再开长射灯。那即使有开呢，看到对方的来车啊，马上就关掉。那是在真的是很少人的路段，不然我不会开长射灯。那么即使对方呢用长射灯这样照我，我也绝对不会再把它反射回去，因为我知道这一切呢就是因果。你造成别人的不方便，你给自己方便，那么别人这个不方便呢，迟早会反射到你的身上，只是呢反射的快慢这样而已。那所以用这个例子啊，你可以想到说，我们生活上有太多太多这样的例子。你要退一步啊，为别人着想，不要只为自己着想。为自己着想，那就是恶；为别人着想，那就是善。这个是古大德不断在强调，一直在教我们的。那么洗心涤虑呢，也是在这样的过程。就是不断的在为别人着想，为众生着想，为整个大环境着想。我自己只是一个小小的人物而已，我没有什么。一切呢以大众为考量，那么这样呢就是一种心境上升华的功夫，心境上这个洗涤的功夫啊。但是我们知道，要做到这件事情啊，真的是
要有相当的境界。我们曾经讲，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啊，这句话呢是庄子的话。那么有这样的境界的人，他才会做到这样境界的事情。那如果说你对于事项、道理上的这种了解，你没有达到一种深刻的体认、确切的认知的话，你是不会做得出来的。像开长射灯这种是小事，还有很多的这种生活的烦恼跟障碍啊，都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呢试着去把它化解，而不是消灭对方，或者是说打击对方。你一定要想到说，今天我会升起这样的障碍，有这种烦恼，那肯定呢是你以前曾经这么对待过他，你曾经造过一种因，所以呢现在别人来障碍你。那有没有可能是这个时候才产生的这种因呢？当然是有可能。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产生了因，那么你要想的以后的果，我的承受呢可能会更加痛苦。所以当这个因要产生的时候，你就不要让它产生，那么就不会有果。那么不要让它产生呢，就是你的面前永远都没有对立的人，永远都没有障碍你的人。这个才是真正的做到仁者无敌呀！障碍你的人，让你心生烦恼的人，他有可能的是用这种方法要来提升你的境界。所以呢，你必须呢欢喜的面对。对于这种烦恼障碍你要淡然处置它。那我记得以前在私人公司上班，那么只要是要去向会计领薪水的，那么我这个会计都会对我另眼相看。他就会在这个领薪水的时候就刁难你，然后呢阻碍你，让你呢不能够好好的领自己的薪水。那因为我碰过不少这样的例子，那我在想说，奇怪，为什么我在每一家公司上班，去跟会计领薪水，或者是要去申请钱，都会有这么大的障碍呢？甚至你自己的薪水也领不到，也不愿意呢，这样的自自然然的给你。现在当然是直接转账。那以前有一些旧公司、老公司，他还是用这种会计的系统，那真的很麻烦。那所以呢，我懂得这个道理之后每一次呢，只要遇到这种又障碍我，让我领不到钱，我就知道说，我以前呢一定呢跟钱有过节，甚至跟这个人有过节。我个人的福报很差，即使到现在呢，也没有一个安定的一种经济生活。那所以呢，曾经在鸾堂有仙佛告诉我，那是因为我以前偷过庙里面的钱，所以呢这辈子就经济收入上就非常的拮据。那我相信这个说法，因为呢如是因如是果嘛。我这辈子要从人的口袋之中，或者是从人的手上拿到别人的钱，那真的是非常的困难。那即使辛辛苦苦要去赚别人的钱也是非常难赚到。那这个就是
我的过去是曾经在这方面障碍过别人，烦恼过别人，而且呢也不给人家钱，甚至呢偷过人家的钱，所以呢我跟钱有过节，在这辈子钱也不会轻轻松松的让你拿到。那么跟人也有过节，你也在这方面刁难别人，障碍别人，那所以呢，不管走到哪一家公司啊，都会有这样的人，借着这样的事来磨练你。那么讲到洗心涤力这一句啊，我就知道，如果说我这个心念一直没有把它提升过来，一直没有把它转过来，那么我这个事情啊，一定呢持续不断的会见到，即使你走到哪里都是一样，还是会见到。所以我就试着用佛所说的四摄法，你就要跟对方啊，常常布施啊，常常送礼啊，那常常呢，好言好语的对待他，诚心敬意的对待他，很有礼貌的对待他。那么这个举动啊，只要做久了，对方也会感受到你的诚意，所以以后呢，你要向他领钱，当然他就不会障碍你了。所以呢，你知道这个事情啊，完全是自己。所以当你有幸能够听到后续的故事的时候，你可以自己想一想，你在什么方面总是呢会遇到障碍，总是会遇到磨难，而且同样的事件呢，不同的人一直在磨练你，一直在阻难你。那么你要知道，你就是这方面没有过关，所以呢，你必须在这方面呢有所进步，有所提升啊。那你想要自己进步，想要自己提升，就是在道之宗旨，洗心的涤虑呢这句话，好好的下功夫啊。那如果你没有从这里下功夫啊，那么你再做怎么样的努力都没有用，你那个诚心敬意没有办法升起啊。那么即使你用四摄法，还是一样，只是做到表面的对待，你不是真心的，不是真心的，要改变的力量就很小。所以我们道场，他讲忏悔，他讲感恩，他讲了这个诚敬，那这个呢，都是从我们心性上下功夫了。古大德教我们不二过，颜回的不二过，这个是最好的榜样。同样的过错不会再犯第二次。在《论语》里面记载，子路闻过则喜，语闻善言者败。先贤子路啊，听到人家在指责他的过错，他就很高兴。有人愿意告诉他的缺点，他很欢喜的接受。大禹呢，听到人家在讲善言善语，他就会立刻跟他作揖，跟他顶礼，很喜欢这样的善言善语。那么可见呢，这些古圣先贤啊，他们都用很好的这个身教的例子来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如果没有从心地上好好的来下功夫，来做真忏悔、真感恩的话，那么我们怎么对得起
这些古圣先贤，对得起诸天仙佛啊，对得起名师啊。你看我们名师将这个大道啊，那么宝贵的大道传给我们，让我们知道超生了死的秘法。那诸天仙佛苦口婆心，不断的来告诫我们，不断的来点醒我们，指出我们一条光明的绝路。结果呢，我们都没有在这个根本上好好的下功夫。那结果呢，那个境界转不过来，你的障碍、你的烦恼还是依旧存在。那表示呢，你这个关没有及格。那没有及格，你如何去完成你的愿力，了你的业力呢？你又如何能够回天呢？没有办法。所以这一关呢，你一定要在这里就要过关，在此时此刻就要过关。如果有天命，有名师，有大道，已经呢传给你了，你都还不能够过关，那么你要等到哪一劫、哪一世才可以过关呢？所以真的要痛下狠功夫啊！即使自己受再大的委屈，都要呢把它忍下来，不要让它呢能够过关。记得佛曾经讲，一切法得成于忍啊。这个一切法的修成啊，就是从这个忍字下功夫。那这个忍，不管是怎么样的忍，大忍、小忍，还是呢真忍、假忍，你都要把它忍过去。那即使呢你事后呢反悔，事后发泄，那么你当时把它忍下来，那就是一种功夫。要忍到呢无生法忍，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你升起忍这个念头。那么到那个时候呢，才是真正的逍遥自在。那所以修行要从起心动念来修起。我们的起心动念就是我们的一个轮回啊，一个动念就是一个轮回啊。所以如果不知道从起心动念来下功夫的话，那么我们的轮回会不断。我们想要跳出六道轮回，那更是不可能，因为我们不断在重新制造轮回的业因嘛。那么有这个业因，我们如何能够跳脱得出来？今天我们要讲回归理天，超生了死，那不是口头讲一讲，那不是老师这样点一点你就可以回去了，没有那么简单啊。你必须真发心啊，真力行啊，你要为一切的众生而努力，你要呢对于生活上一切的人事物啊，你都要能够忍得过去。还记得百忍成金那个故事吗？所谓跳得过，忍不过。这个故事呢也很有启发性。那么百忍堂是唐朝张公义这位大德啊，他命名的一个堂名啊。那么他也发愿呢，自己要忍100件的事情，要让自己呢达到百忍的功夫啊。那么就在他忍到第99件的时候啊，最后一件事情啊，那是很大的考验了。
哦，他要娶媳妇，他的儿子要娶媳妇，然后呢，那一天有人来跟他要这个媳妇，哦，这个媳妇让我娶，你们不要娶，要跟他要这个人。那这种事情谁可以忍得下去呀？对吧？娶媳妇这种事情，怎么可以说你要就你要的啊？尤其是古代那种环境。那可是呢，这个张公义啊，他想到说，他这个是最后一件人，所以呢，无论如何也要把他忍过去。忍过去呢，当然就是要把这个媳妇啊让给别人。那他呢，在思索这件事情的时候啊，哦，他就让这个儿媳妇啊，跟他呢在同样一个房间里面，他也暂时不把儿媳妇让给别人，他也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然后呢，听说呢，就想到快凌晨的时候啊，这个张公义啊，就想通了，他觉得说他应该在完成他的忍道啊，所以呢，这个儿媳妇啊，并不是一般的人，她变成一个金人，哦，金色的人啊，就出现在他的眼前。哦，当他决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这个媳妇就变成一个小金人了。那么张公义得到这个金人啊，才知道说啊，这个事情就是在考验他的忍道是不是能够，是不是呢能够成就。后来他把这个小金人，把他供奉起来。然后呢，就告诫自己，啊，要百忍纯金。所以忍过100件事情之后呢，所有的事情都变成可能的。所以百忍纯金这个金的意思啊，就是能够达到如愿遂意，你可以达到你的想法，哦，你的理想。那这个故事呢，就一直流传下来。那么现在我们说百忍堂，就是代表张公义哦张家他们所留下来的这个训示啊，那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啊，尽管啊带点传奇性啊，我们把它思索一下，会发觉到说，其实这个就是要告诫我们人啊，真的一切法得成于人。尤其是修道人，啊，如果能够在一切事项上都能够忍，那么你的洗心涤虑的功夫啊，就会更上一层境界，更见这个一层的功夫啊。所以从根本修，事实上呢，就在心这里修起。那么你看到忍这个字，心头上插一把刀，我们就知道这件事情是很难的。所以很难呢，你要从难处下功夫，那更是难能可贵。所以真正体悟到的人，才有办法了解这层道理。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啊，所以你真正体悟到了，你就会做出来了。那你做不出来，就是你还没有体悟到。你看古大德给我们讲的这个道理，都非常的明白，非常的贴切。那所以，我们忏悔，我们改过。哦，以前的种种错误，种种的过错，我今天起呢，我就不能够再犯了。
以前的习气毛病，我从今天起呢也不能够再犯了。这个就是我要行我的忍道的功夫。如果说你今天修行，你发心了要改毛病、去脾气，你要洗心涤虑，但是呢，你的脾气毛病还是没有办法改除。面对境界，面对这种现象出现的时候啊，你还是按照你的脾气毛病，那表示呢，修行没有功夫了。你不能够转境界，你的心不能够转，当然境界就不能够转。所以境界呢是由心来转。我们说相由心转，相是整个大环境，包括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脸、我们的面貌，它的转一定是从心里面转起。你单靠这些外向上的转能够转的也是有限的，治标不治本。那所以，今天我们面对我们生活上的各种障碍、各种烦恼，一定要记住，从心向上转。我们面对天地的灾难、天地的结束，也要记住从心向上转。我们不断在强调，现在世界的灾难都是我们的心硬化出来的。佛经更直接的告诉我们，贪心造成水灾，嗔心造成火灾，痴心呢造成风灾。所以世间的这些天灾地变都是我们的心印出来的。像现在地球暖化，全球的气候呢越来越热，所有的冰河呢渐渐在溶解之中。那这种变热的现象，就是人的嗔心。人的那种愤怒怨妒，人的那一股那种恨意造成今天地球的暖化。这种事情谁会知道呢？只有佛说的明白如果我们今天不是从心上面去转起你光靠这些科学家要改变地球的暖化，那是不可能，那是治标而已，没有办法治根本。你看科学家在北极上盖了一层特殊的布，让这些冰原上的冰减缓融化的速度。那这个呢？这个意义有多大呢？它还是继续在融化。那么科学家的力量有办法盖覆全世界的冰河吗？我相信这是相当的困难。即使你把冰河都用特殊的布盖住了，可是呢，整个陆地上的这些人民继续在愤恨，继续在斗争，继续的在抗争。那这样的那个怒火不断的在燃起那整个世界的冰，你拿融化怎么可能抵挡得了？那所以我们呼吁现在的修行人，各宗各派的修行人，都应该起来来大声的呼吁。那么大声的呼吁呢，当然效果有限，必须呢从自己的身体力行，言教身教来改起，而且不断要在各地上去
推动办颁奖学，把这种古圣先贤的道理啊，把中华文化这种精神啊，落实在人世间，落实在每一个角落。如果每一个人每一个社会，每一个族群接受到我们古圣先贤的教化，接受到大道的化育，接受到道之宗旨的这个洗礼啊，那么我相信世间的灾劫一定会减少。我们说的世界大同，一定呢也有可期待的一天呢。那这个是洗心涤虑，他告诉我们的这种修养。那么我们这里呢，用了一个齐桓公的故事，来跟大家说明心的力量。那齐桓公呢，跟管仲啊，有一天到田野里面去，那经过这个一个沼泽区啊，齐桓公呢看到一个好像鬼神的样子的影像啊，哇！那他就问管仲说：“那个仲父啊，你有没有看到刚才那个影子啊？”管仲说：“我没有看到啊。”那齐桓公他明明看到了，所以呢，他就很担忧，回去之后就生病了。那这个一病不起啊，常常说呢，他看到这个鬼神啊。那么请了这些医师啊，太医来医治，结果呢都医治不好。那其中有一个皇子告敖这个人就去问啊，说这个大王啊，你到底看到了什么？会不会是你自己太多心、太忧虑了？你的气呢，郁阻，抑郁在你的胸中啊，所以你不得发出啊，只会让你的病情更加严重。他说了，人的心气啊，只升不降的话呢，那这个人啊，很容易发怒。那如果人的心气呢，只降不升的话呢，就很容易健忘。那如果不升不降呢，积在心中，也会生疾病了。所以这个气是不可积的，气是流通的，气是要让它顺畅的。那齐桓公的病呢，可能就是气啊积在这个身心里面，所以不得了医治。那齐桓公就很纳闷啊，那我会有这个气，那可见呢世间上真的有鬼这种东西啊。那个告敖就跟他说，有啊，世间上是有鬼啊。他说呢，也是有神啊，各地方都有鬼有神啊。像炉有炉神，灶有灶神，那么院子里面有雷神，山里面有水神，有山神，河川里面有水神，沼泽里面有沼泽之神，叫尾蛇，野外呢有引路的鬼神，所以四处都有神啊。然后齐桓公就想到说，我是因为去沼泽就看到这个鬼神，然后呢，他就问说，请问这个沼泽之神啊，你说叫尾蛇，那尾蛇它长得什么样子啊？那这个告敖就跟他讲了，尾蛇啊，它呢就像那个轴心这么大，以前的那个坐车啊的那个轴心啊，那可见蛮大的，像我们现在的蟒蛇一样。那么有这个车座这么高，穿着紫衣服，戴着红帽子，那这种神啊，最怕听到雷霆车马的声音啊。所以一旦让他听到这种声音啊，他就会把头捧起来。那看到他的人呢，就能够称霸天下。所以看到这种神的人是好事啊。
那这个齐桓公啊，一听到告敖这么讲啊，就跟他说啊，那这个就是我看到的神啊。那这个听到告敖讲可以称霸天下，哇，那他就更高兴了。结果呢，齐桓公的病呢，不药而愈就好了。那这个告敖，他是不是医生呢？他也不是医生。那他怎么会医治齐桓公的病呢？因为呢，他听说齐桓公在沼泽看见了鬼神，结果呢一病不起。那他就跟他讲鬼神的道理。那没想到这一招呢很管用，齐桓公不但病好了，而且呢精神奕奕啊，哇，非常的高兴，想到说他可以称霸天下。结果齐桓公后来真的称霸天下了，那是不是应了这个告敖的话呢？这个也很难讲。那么我们可以想见呢，其实告敖是用这种道理啊来解说，向齐桓公说明了。那么顺着他的性啊，顺着他的心性啊的变化，让他呢知道可以称霸天下的一个动机啊。所以齐桓公就很高兴，后来真的称霸天下。那可见呢，人的一个心念的重要。那么一个人的心念呢，可以治好他的病，可以改变他的相，可以呢，这个调整他的生死的命数。这个在我们古书上已经讲了很多很多了。只是呢，真正的落实，把它实践出来，真正的改变了这样的人呢，他不见得愿意讲出来，他愿意讲出来啊，不见得人家相信。那像《了凡四训》这种书啊，能够流传下来，对于后世的人啊，就改变很大。你看，我们知道袁了凡，他是一个被命数算定的人，也就是说，他的生命呢，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反正他做什么事情，都已经有命数跟他安排好了，他也没有办法跳离这种命运的安排了，所以他也不需要多想了，一切就让命运去走他自己的路吧。所以袁了凡是这种人。那袁了凡一生被算定的命运啊，非常的不好。在我们现在来讲，他可以说呢，是一个命不太好的人。他这个短命，也没有儿子，没有子嗣，然后呢，那个前途呢不是很顺利，身体也不会很健康。他被人家算定的是这样子。那么这个算定他的人呢，那很厉害啊。在袁了凡里面，我们看到了这个孔先生啊，他用黄极经术的这种道理啊，把一个人的一生的命数通通定出来，而且定的分毫不差。他讲的那种命运的变化，也是讲得很维系。丝毫不差。你看他什么时候会考试，会考第几名，考上之后可以领到多少米，他可以这个活到多久，一生的这个命数通通被他算出来了。那我们知道，这个世间的这种算命师啊，能够送命水活瑞瑞啊。其实呢，骗吃骗喝的是很多啊，一知半解的更多啊。那有办法像这个孔先生这样算到这么精细的，算到这么准确的，这个真的是也不多见。古时候的算命师好像都很灵，现在的算命师啊，我们就不敢讲了。
那这个袁了凡被这么厉害的算命师一算，太准确了，太神奇了，也太可怕了，所以他一生呢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他也就这样奄奄一息啊，反正呢没有什么作为了，就照着命运的安排来做事，一直到他遇见了一个修行人，云谷禅师。云谷禅师才跟他开破这个道理。人的一生啊，虽然是有命数安排啊，可是呢，他每一天呢都在加减乘除。虽然有命数了，可是呢，你的心念的变化可以改变你的命数，改变你这个运途啊。譬如说你本来是考第10名的，你的心念的向善，让你考试考了前3名，名列前茅。你心念的向恶，结果呢，让你考到第50名，甚至呢，让你没有考上，这个呢都是很有可能的。所以云谷禅师呢，跟他讲破了这个道理啊。让这个袁了凡啊，哇，大生信心，知道说呢，他还有翻身的可能啊，所以开始去行善啊，开始去积德啊，开始呢去做利益众生的事情。他想的不再是自己了，念念都是众生啊。只要呢能够帮助众生，能够利益众生。那就是呢，他最想去做的事情，所以他就把他的所做过的利益众生的事情呢，就把它记录下来，那形成了这个功过格这种记录的方法。那么他发愿呢，自己这个记录啊，能够记录到1000善。就用这个1000善的功德来改变他考试的这个名次啊，结果呢，这个改变就很大比如说他本来算定是考第3名的，结果呢，他考了第1名。他用这个方法呢，不断的改变他的命运。他本来没有子嗣。后来生了一个儿子，他本来活到54岁，老死在他的这个现任的官衙之内啊。结果呢，他活到73岁，他没有求寿命，可是呢，寿命延长了。那他希望呢能够再高升，也就是说，他希望呢自己除了说考这个举人之外那希望呢能够再晋升一级，就考进士。我们古时候的这种科举制度有一点类似像我们现在说的博士、硕士，这个学士。那这个袁了凡他的命运是做到秀才而已，就是我们说的学士而已。那他希望能够在功名上有所进步所以他开始记录他的功过格，然后把他的善事呢累积到一定的程度。结果他不但呢考中了举人，也考中了进士。等于现在我们说的博士班已经毕业了。那他在官衙内所做的各种善事影响众生就更多。乃至他后来写这本书，其实也不是书，它只是一些家信、家书结果被后人集结成册，就影响到现在。改变后人相当的多。
那我们可以想见袁了凡，他后来的福报后来的福报一定很好，尤其是他这些书利益众生这么大，那相对的给他很大的功德，所以心念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数，改变一个人的面相，改变一个人的前途，也改变一个人的寿命啊。那所以说，我们想不想改变？虽然我们说修道不着形着相，修道了只问自心，不问了外在。但是呢，每一个修道人，其实呢，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在这个现实的环境上能够心想事成，不再有这些障难，不再有这些烦恼，不再有这些疾病的挂碍。那特别是我们讲到生死这件事情是所有修行人所追求的一个目的，那就是要跳出生死，摆脱生死。我要达到不生不死。那所有修行人不是就是为了这个吗？那么我们知道，有生一定会有死，这个是因果一定的道理。那所以我们讲到不生不死，我们必须了解，这个不生不死是我们的这种自信，我们的生命不生不死，我们的灵性不生不死。那我们的身体呢，是一个臭皮囊，就好像我们的衣服一样，它会变化，它会老去，它会死亡，就好像衣服坏掉了一样。但是呢，我们那个永恒生命已经呢掌握到了，已经呢这个突破了肉体的限制，可以回归到本来面目，那就是回到永恒的生命。其实永恒的生命我们现在科学界已经证实，人的生命是永恒的。你看那个《前世今生》这本书，那可以说是很流行、很知名的一本书它是现代的医学家用现代的方法、现代的理论，将人催眠到他的这个过去世的一种印象。我们过去世的这些经验都存档在我们的阿赖耶识，它可以进入阿赖耶识，把你的记忆唤醒。那这个是科学的方法，也被现在科学界所认同。那么科学界所认同这件事情这表示说呢，他相信有轮回，有因果，他相信呢，人的生命是永恒的。我今天我是一名公务人员，我以前做过工人，做过农人，我做过动物，我甚至做过恶鬼，我在地狱受刑，我曾经也是一个天神，我曾经做过各种不同的样子，出现在这个人世间但是呢，那是什么道理呢？为什么我会变成这个样子，变成那个样子？我会一直呢就这样轮替不已呢？这个道理就没有人知道了。没有人知道的道理要透过圣人，透过佛来告诉我们。所以所有的宗教，这些圣人他就呢有这个使命来告诉世人这个道理。那这个道理呢，就是前世今生这个作者他所印证的，生命是永恒的。
哦，我们的灵性是永恒的。哦，我们是不生不死的一个本性啊。也就是说，我们的真主人，他可以换各种衣服，换各种不同的样子，哦，换各种不同的形象，但是呢，那个真主人从来没有发生变化。哦，本质具足，本质圆满。哦，那个真主人就是他们所说的永恒的生命。那其实这一点跟我们修道就已经很接近了。我们修道人的认知啊，我们相信灵性不生不死，我们相信呢，肉体早晚会有这个老病死的一天。但是呢，如果在老病死之前，我就了解到、证悟到这个道理，证悟到那个不生不死的觉性的话，那么对于老病死，我有什么好担心的呢？哦，我已经知道我的回去的路，我要去的目标。哦，我怎么样脱离这个肉体，脱离这个六道轮回，我已经是了然清楚了。那么你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你担心什么呢？不需要担心的。哦，这个黄昏到了，夜晚快来临了，我要回家。我已经知道回家的路了，我还怕什么？哦，总在天黑之前就可以赶回家嘛。那这个回家的道理啊，这个是古来的圣贤，哦，古来的修道人一直在告诉我们的道理。回家是我们回到自信的家，我们本来面目的家，我们称为老家。要回到这个老家，那个才算家。哦，不是回到我们这个台湾，哦，哪一省、哪一市、哪一县所住的家，那不是这个家，是我们灵性的家。那这个灵性的家是永恒存在的，我们在那里呢，也是永恒的生命。那要了解这个道理，要知道回家这条路，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生老病死的过程当中啊，在某一段的这个精华的区段呢，你就要好好的了解。这个精华的区段呢，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明示应运，大道在普传，哦，真正的告诉我们回家的这条路，哦，真正的让我们了解永恒生命的存在。这个呢，才是现在我们处在今天这种末节年、末世年，哦，末法之年，多灾多难的这个结束里面，哦，气候异常的这种世界中啊，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永恒安止之处。那么我们甚至呢，借着自己的修行、自己的道德，借着世间的秩序，要来改变这个环境，让这种所谓的世界末日，所谓的这种末节之年、末世时期啊，无限的延长，让它不会到来。哦，但是呢，如果我们说到人的生老病死，那么地球也会有生老病死啊，这个是我们必须了解的。所以，这个老病死啊，一定也会到来。所以末节年、末法之年一定也会到来。那到来，我们都已经知道要回家的地方了，那到来又有什么关系？我们只是换了这个环境，我们还有新的环境。哦，我们有一个永恒的意志，这个永远的家，这个才是我们真正在今天的
生活，不惊不怖的一个修行。这个不惊不怖啊，是我们很清楚、很了解。那要达到这样的清楚了解，洗心涤虑，就是我们现在要下的功夫了。所以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今天所面对到的各种的境界，各种的这种现象，都是心想所生。那众生的心想啊，就感应到那个业，整个大环境就是整个众生的心想，这个叫共业。但是共业呢，之中还有别业。我们如果没有能力挽救这个共业，但是呢，我们至少自己可以知道回家之路，可以知道一个安止之处。当我们更有能力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应该就是跟老祖师一起下来平受万教。来度化96亿元胎佛子。那个时候，那这个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先佛，不断的在告诫我们的理念。那所以我们今天要有能力，说我可以回家。你要很清楚，我有这个认知，我有这个觉悟，我要回到我的老家，这个才是我们今天洗心涤虑最重要的目的。如果你今天洗心涤虑了，结果呢，你还不知道回家之路，不知道本来的面目，那么你的洗心涤虑只是为下一次的福报做准备而已。那么我们不想再有下一世，下一世还不是照样生老病死吗？我们不想要生老病死了，我要得到一个永恒的力量，永恒的生命，永恒的自在，那就是呢，要跳脱生死的束缚，跳脱六道轮回，我要回到永恒的家。这个才是我们今天修行最主要的目的。所以今天道智宗只告诉我们，洗心涤虑，真的是从我们的这种现在的生活上下功夫。所以道之宗旨啊，句句含无量义，句句呢含有无限的智慧啊。我们如果能够从道之宗旨的每一句经文体悟到它的无量义，然后呢身体力行，单一个经文，一字经文，一句的话就可以让你找到本来的面目，就可以让你回归到永恒的生命。所以洗心涤虑，特别讲到我们现在的世界，现在的众生心性呢不可捉摸，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呢纷然沓至了。那所以洗心涤虑是在这里洗，在这里涤，在这里下功夫。大家早安。道之宗旨讲到第14句的经文，借假修真。那昨天呢，有这个网络传来了一封讯文，是98年9月12号正弘佛堂的批讯啊。那么它里面呢，大概的内容，我们稍微解说一下。那刚好呢，就配合我们现在所讲的借假修真这句经文的含义。他说呢，红尘到处是病毒，问途净土在何处？天地间正气不足，邪气难阻。
事态动乱，人心不古。那他说呢，我们现在呢的这个人世间呢，到处都是病毒。那我们知道，现在在流行的一种病毒，就是 H1N1。那这个病毒啊，以前被叫做猪流感，那现在呢，可能没有人再敢叫猪流感了。那现在这个病毒呢，还在发威之中。那么陆续得病的，或者是说因致病而死亡的这个数字啊，还是在累加当中。那尤其是进入秋冬之际啊，那可能呢，这个病毒会更加的蔓延。那么除了这个病毒之外，我们这个世间病毒太多了。我们吃的菜、吃的饭有很多毒，我们喝的水也有毒，甚至呢，我们吸的空气啊也有毒。所以一个人如何能够逃脱得了这个病毒的侵袭呢？当你处在这个社会环境，这个地球世界啊，没有一处你是逃得掉的。所以说，到处是病毒啊。那这么多病毒，在我们的生活环境之中，那么我们唯一可以抵抗病毒的，就是身体的这一份抗体。事实上呢，就是我们的正气。那一个人的正气，它是从内在发出来的，它一定是自己在三纲五常、五伦八德的这种言行作为上啊，合乎自然的标准。那么这个病毒不是自然的标准。那么当人如果能够生活上回归自然的标准，那么他就有足够的抗体，也就是他有足够的这个正气，能够抵抗病毒，百毒不侵啊。但是如果说这个病毒啊，很持久的侵占在人世间的环境，那可能呢，所有的众生也没有办法住在这个地球很久了。那所以老师问呢，净土在何处？我们必须找出一个净土，让自己可以安身立命啊。那净土在何处呢？那我们试着来分析这段训文啊，它里面也有提到。那天地间正气不足，邪气难阻。这个正气不足啊，这个就是世间的通病，世间的现象。那每一个人呢，他被外在的这些毒气，五欲六尘所沾染。那内在呢，又有自己的那一份贪嗔痴慢，杀盗淫妄这样的一个邪气啊。内外交攻之下，人没有不生病的。所以呢，只有自己将内在的这一份毒气啊，能够洗涤干净、净除干净啊，那么至少还能够抵抗病毒一段期间呢。那他说：“事态动乱，人心不古，丧失古道，失去本心，邪气至。”事态动乱，那我们已经分析过这种现象。那么人心不古呢？当然就是人没有办法合乎天地的法则，回归自然的生活，所以造成呢事态动乱。那丧失古道，古道是什么？古道就是三纲五常、五伦八德。
哦，失去了这个本心呢，那所有的这些邪气啊，自然就会来侵扰你。哦，其实病毒随时充斥在我们的周遭。那有的人还活得很好，不受病毒的侵害；有的人呢，一下子就得到病毒的感染。那这个都是因为他自己内在的那一份正气啊，是不是足够？所以呢，素日不察，危机四伏啊，不晓内省，改过向善，邪恶积聚，日久成习，迷失方向，乱了方寸，无力反攻，任邪恶扫视，恶性循环。那老师在这里指了各种的现象，那都是因为我们呢没有回归到自然的生活。我们本心本性所发露出来的是自然的生活，但是呢，因为我们的习气毛病被世间的五欲六尘染着，习气毛病加上五欲六尘，结果呢无力反攻啊，邪事横行啊。以前孟子讲“扬诸莫敌之言”横行天下，将这个人世间带入禽兽的世界。那么我们现在呢，何止是禽兽的世界呢？简直是混乱不堪的世界。那这样的世界，他说：“徒儿们啊，尔们觉悟了吗？你们觉悟了吗？”那么这种事情呢，谁可以说真正的觉悟呢？如果不是深陷痛苦的泥沼，然后有勇气、有智慧拔出来，没有人了解到那一份痛、那一份苦啊。那所以，今天我们修道人，跟着世间的这些现象在生活，我们感受到世间的苦。感受到人心的那一份无力啊，那我们是很清楚了，我们应该帮助老师，帮助仙佛来觉悟自己。觉悟自己就是让自己回归自然，回归自性。只有自己觉悟了，那么你才有办法去觉悟别人。所以老师这里问你们觉悟了吗？他后面接着讲，所幸这人间唯一的净土，自信佛堂在徒儿的身上。这个人世间还好有一个佛堂，可以让我们安止。我们就在这个佛堂里面呢，可以呢安身立命，长处久安啊。这个佛堂在哪里呢？他说呢，就在徒儿的身上，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这个自信佛堂。那么这种道理呢，我相信在道场的人都已经很清楚了。老师传给我们道之后，我们内在就有一尊佛，那佛在的地方当然就叫佛堂。这个佛呢会发光发亮，它会呢弥满整个世界所以呢，这个会发光发亮的佛，就是我们的自信。从自信呢来下功夫，从自信来解决所有的问题。可是呢，他又说，然而徒儿心中那盏明灯却忽明忽暗，那这个就麻烦了。明明知道佛在那里，可是呢，这个佛不灵啊。我们内在那一份自信佛不灵光。不要说智慧神通了，我们连流露出一点那一份慈悲喜舍的心，这个是非真假的那个心我们都呢很难去
辨别清楚。孟子说：“恻隐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羞恶之心。”那么我们这些心呢，什么时候可以流露呢？都是在微乎其微的状况之下。那么所以呢，那一盏明灯啊，忽明忽暗。来到道场，听到了这个经文的道理，听到了人的讲述者的修办经验，也许他就可以发那一份勇猛精进的心。可是呢，离开这个讲堂之后，离开这个道场，那他那一份心呢，已经消去了一半。回到家，看到家里面的种种的一切，境界现前了，结果呢，那一份道心已经没有了。所以忽明忽暗啊，这忽明忽暗啊，就是我们修道人最大的警戒。他说：“一日修来一日功，一日不修一日空。”这个修，就是让我们自信佛堂忽明忽暗的那个障碍，要把它修除掉。因为自信佛堂本质光明的，它是光烁烁的，它那个光呢是持续不断的。但是呢，今天忽明忽暗，是因为呢外在的障碍把它掩盖住了，所以你必须去修，把那个掩盖呢把它修掉。那见一功照二过，何时向前呢？抵达彼岸，徒儿们耳们想过吗？见一个功，好不容易呢做一件善事，做一个好事，结果呢，接下来犯了2个过错，那么又退后2步了，进一步退2步，所以何时向前抵达彼岸？我们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真正的回归净土，回归理天呢？所以想想这个道理啊，我们真的要在戒慎恐惧当中我们每踏出一步，是不是就可以保证这一步呢不会再退后了？当我们有一份见性的力量，有一份智慧的发露，我们是不是呢可以常保住那一份见性，那一份这种智慧，那一份明明德的功夫啊，常常的保持住，26时中不离这个道，这个是修行的功夫。他说人人诚心受，人人把这个诚心拿出来，以诚心住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扫除贪嗔痴，赤子心怀常保持啊，将我们的累劫累世的脾气，慢慢的来扫除，保持那一份真心真性、赤子的情怀啊，莫再制造毒素，污染环境，人人扫清世界的毒，用道德伦常由己做起，再造祥和清平之事。那他说呢，不要再制造毒素了。那么你想想看，我们世间人，其实当我们有一份起心动念是恶的，是为自己的，那就是呢自己在制造一份毒素，来污染这个人世间。这个起心动念的毒啊，是比其他所有外在的毒还要毒。我们说这个贪嗔痴、慢疑、杀盗淫妄，这些呢都是我们起心动念的毒。那么你如果没有这些起心动念的毒，你怎么会去做这些事情呢？你不会说
下了很重的农药，然后去种菜，用很不健康的水给人们饮用，或者是说制造各种的扰乱人身心的这种产品，甚至呢是伪药，你就不会制造这些毒素了。所以污染环境呢，事实上呢，不只是这些外在的东西啊，最重要的是人内在的那一份这个习气毛病，污染了整个世界。那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气候变迁，这个温室效应，让这个温度呢越来越暖，越来越热，这个呢是毒素啊。这个不是自然的啊。那没有自然，当然呢，它就会累积那种不好的能量，结果呢，人类呢自食恶果。所以人人要扫清世界的毒啊！这个世界的毒，人人有责。人人懂得来回归自信，回归伦理纲常，回归亲近平等，那么世间的毒必然会消失。所以他说，用道德伦常，由己做起。道德伦常才是亲近世间最重要的一个要素。每一个人都能够回归道德伦常，那么他就不会再造毒。所以这个毒的环境是每一个人的责任，由己做起。想要有清贫的世界，由每一个人做起。这个叫呢，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一切呢都是因为自己的不好，造成这个世间的现象。这是真正的回头。回头诸恶莫作，勉励众善奉行。真正的回头就是回归到自然的生活。回归自然，就是以伦理道德为标准。你现在呢，我们不要说参禅打坐，我们不要说这个诵经念佛，那个都是一种手段而已。真正在生活之中运用的，是道德伦理，是这些三纲五常的标准。那么儒家应运也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只要我们把这个人道做好，整个世界就会祥和，世界的毒就会了清除。这个是从每一个人的生活下功夫啊。那所以由己做起，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不需要靠别人，不要再指责别人，不要再批评别人，不要再要求别人，一切呢从自己做起，这个是真知真见。如果说把心放在外面，不断的去抗争，不断的去对立，造成整个社会的混乱，这个就是毒素了。人人能够断恶修善，回归道德伦常，那么这样呢，世间真正就会达到世界大同。那这是最近一篇这个先佛的训文，老师的训文所告诫我们的。我们今天借着讲这个借假修真呢，来体会这个道理。那么借假修真，从刚才这篇训文，我们可以清楚了解，那什么是假，什么是真？假的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些毒素，毒素是假的。我们所知道的这些贪嗔痴慢，
这些杀盗淫妄，这些是假的。因为我们自信呢，本来清净，本来光明，清净光明的自信没有这些东西呀。那没有这些东西呢，我们怎么会受到这些东西的污染呢？这个是说不通的。那可是现象已经造成了，那可见呢，我们自信呢已经迷昧很久很久。那所以世间，我们可以说看得到的一切，都是一种假象，都不是真的。你看，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这个世间的现象，是因为人心所感应出来的。我们今天看到这些三耳大地，是我们人心的变现。这是佛在这个《楞严经》上就已经讲得很清楚。那我们知道说，当这些现象能够从我们的内心去感受到的话，那么这个外在这些现象，都会因为你内心的变化而产生变化。我们知道有一个日本的博士，他做了一个水的实验。那这个实验呢，因为在网络上已经流传很久了，那相信呢大家都有听过这样的一个消息。水它可以因为人的一个给他的一个讯息，然后呢，它会呈现他那个喜怒哀乐的变化。水在，他说呢，水啊，在那个装水的瓶子上，如果贴上这些正面的这个字不管是什么字，哪一国家的字，只要是正面的字，只要贴上去，那么这一瓶水呢，就有一个正面的磁场的一个元素，那它呈现的结晶就会非常的漂亮。那如果说贴上一个负面的文字仇恨、杀、死等等这些负面的文字把它贴在这个水的瓶子的上面，结果里面的水呢，变得了混乱不堪，它那个分子结构可以说是丑陋不已那所以水会看他会看懂的这些文字，不管是你是哪一个国家的文字，他会感受得出来。这个真的是相当的灵那水也会听，他会听如果说你每天说我好爱你，我好喜欢你，我对你非常恭敬，用这些正面的话，每天的跟他讲，那么它的这个分子结晶也是变成非常漂亮的结晶，就好像钻石一样。那你如果每天跟他讲这些恶言恶语，这些负面的话，那它的结晶呢就会变得非常的难看。不管你是用哪一国的语言，通通都是这样子。所以他会听，他会看，他会这个感觉，他会知道。你如果每天去看它，每天去关照它，它的这个水晶子就一直保持在一种很好的状态。所以他们做了一个试验，在那个日本有一个琵琶湖，它曾经受到地震的影响所以那个湖水浑浊不安。那把那个水取出来做化验它里面的分子也是混乱不已
结果他就请了10几名的同事，在这个湖水的附近呢，来做这种祈颂、祈祷的功夫啊。就一直灌输这个水啊，我们希望你赶快好起来，赶快好起来。用这种祈祷的力量，结果做了3天之后啊，再把这个水拿来化验，果然它里面的分子结构啊，又变得很漂亮了。原本那个非常不安、非常混乱的这个分子，已经呢回归到很安定、祥和、很漂亮的结晶。那所以啊，从他的实验呢，这个科学的数据啊，我们知道说水有这个见闻觉知啊。那它这个见闻觉知呢，可以依照人心的这个变化而产生感应。那么水是属于矿物，还是属于植物，还是属于动物呢？如果认真的把它归纳起来，水应该是属于矿物。那么矿物它是所谓的无情，没有感受的。无情的众生啊，在佛经的话来讲，那么无情的众生，他也会有见闻觉知。那他的见闻觉知是怎么样来的？那佛经说啊，这个就是这个无情众生的这种法性。每一个万物啊，都有它的性。性称为法性。这个法性在人的身上就叫做佛性。那么佛性呢，是他那个灵敏觉知啊，会更加的敏锐。所以在人身上称为佛性。那么佛性跟法性有没有一样呢？其实佛性跟法性是同样一个性。同样那个性啊，都是呢圆满无碍的。这个就是佛经讲的情与无情啊，同源种质。同源种质啊，就是它都是依此的那个本来的那个大本体的自性，所以它表现出来的那一份智慧啊，是从自性发露出来的。所以同源种质啊，这句话的道理啊，可以说得很深很细。那种细微的感觉啊，细微的印证啊，我们必须达到佛菩萨、圣贤人的标准啊，我们才可以知道。但是呢，透过佛经的道理，透过这些科学家的这种理论依据啊，我们也可以知道佛所讲的，事实上呢，都是有它的道理。他的这个道理呢，现代的人用他的智慧是没有办法去印证，但是科学家呢，慢慢的去把它印证出来。那可以知道说，佛的智慧啊，真的是无量无边啊！如果说这些科学家也能够来学佛，来了解这个佛经的奥旨的话，那么他们对于他们的科学实验呢，可能会有更加的突破性的发展，会让世人更清楚佛所讲的真理。那么我们知道，水既然是人心的感应，那么整个山河大地是不是也可以依照人心的感应而产生出它的变化呢？那这个答案呢，相信是肯定的。那所以我们说，天灾地变怎么来？人心的感应来的。那么这个山川河谷怎么来？也是人心的感应来的。每一件东西呢，都会因着人心的变化而产生的。
那所以我们看，我现在这个正池，这是一块大理石，这个石头，照我们刚才讲的，石头也有法性，那么石头的这个法性，它可不可以成佛呢？如果照我们刚才所讲的，法性跟佛性是同一个性，那么石头也可以成佛。那石头怎么成佛呢？石头是根据我们自己成佛之后，它就跟着成佛了。所以成佛不在石头，成佛在我们人身上，我们内在的自信身上。当我们的这个自信呢，是一种圆满具足、清净平等的，那么我们看所有的大地、山河，整个天地的一切，都是跟我是一体的，都是我内在自信的印显。那么这些呢，通通包罗在我的身心之中啊，就好像弥勒祖师把整个万国九州啊，在包罗在他的大肚里面一样。所谓放之则米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那么这一个自性啊，没有大没有小，没有方没有圆，没有外没有内，它通通都包括。所以大而无外，小而无内，那就是我们自性的变化。那这个自性呢，我们必须去把它开启，我们才能够懂得这个道理。了解到法性与佛性是同一个性，那么你对于山河大地的这个呈现呢，那个都是我内心的变化。整个宇宙大地啊，就是我而已啊。所以山河大地它是为了成就你来呈现这些相。然后山河大地变坏了，也是因为你造恶，你的脾气烦恼把这个本性染着了，所以造成了你看不到这些真相。所以你看，身体跟影子是一体的。那么我们看到了影子，其实是身体的假象，但是呢，没有身体就没有影子。影子它的变化是从身体的变化产生的。那我们现在世间的一切也是这样子，世间一切的变化其实就是我们心的变化。那么心的变化呢，是这个刹那不可捉摸的。所以呢，山河大地的变化也是刹那不可捉摸。只有回归到我们的本心本性啊，那个圆满具足的本性啊，我们才可以说它是永恒存在的。所以《金刚经》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影子是假的，山河大地是假的，我今天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假象。真相只有一个，真相呢，就是我们那个圆满具足。如如不动的本性。那所以想想，六道轮回怎么来？我们心的变化来的，心变化什么，就产生了那一道的这种众生，你就会到那个众生那个国土上啊呈现出来。那么你今天会在地球上呈现出来，也是因为你的心达到这个地球这样的一个境界。那所以你今天到这里看到了这个现象，都是自己的心所变现的。所以这个道理，佛菩萨不断的在告诉我们，不断的希望我们清醒。那所以我们说，古来圣贤皆寂寞。那么这些圣贤人，他们讲的话，众生不相信。
而且呢不愿意去做。那么这些圣贤人呢，只好呢用自己的这个身体力行啊，来做出来，表演给大家看，做出来示现给大家看。那么如果有人能够照着他的这个示现啊，来跟循着亦步亦趋的来做，那么他也可以回归到本来的自信。这个就是圣贤人寂寞的原因啊。那寂寞的原因，是因为他还有一个动作还没有做出来。那他这个动作呢，他在思索要怎么做，如何让更多的众生能够接受他所做出来的这个动作，啊，接受他所讲出来的这些话，哦，各种一言一行啊，都能够让他们有所起悟。所以圣贤人他看起来是寂寞的，那事实上是因为众生不了解他。哦，众生跟圣贤人呢，这个距离太远了，哦，差距太大了，以至于呢，认为圣贤人呢，都是特立独群，哦，都是呢为了自己的理想埋头苦干。其实，这个是圣贤寂寞的原因，但是圣贤他不是这样，他内心一点也不寂寞，他内心希望所有的众生、所有的百姓能够走向圣贤之路，那这条路真正的带给他们生活幸福、快乐、圆满、自在。那所以了知到世间一切都是一切都是假象，那么你的心还需要什么变化吗？那你不需要变化了啊，你的起心动念也都是虚妄的啊。譬如说你想赚钱，你想拥有一个事业，拥有一处豪宅，拥有一份理想，事实上呢，这个都是虚妄的，那都只是一种过程。当然，这个过程有它的必要的经过，但是呢，你不可以去执着，这些呢只是过程，过程完了就必须把它放下，所以你不需要太过于追逐。当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就可以放下，不要过度的去追逐。过度的去追逐外在的这些东西啊，反而让你忘了你内在本有的。内在本有的反而更加丰富、更加圆满、更加光亮。只有向内参求的人，才能够真正了解这种道理。那所以说，既然是现象都是假的，这个天地是假的，那么我们这个肉身呢？肉身也是假的。我们说我思故我在，我因为能够思考，所以我存在这个世间。那这是笛卡尔讲的，西方的这个哲学家。那其实呢，他的这个说法也是不成立的。那我思故我在，我都没有了，我怎么会有思呢？你看思想这个思啊，它是心上有4个格子，有一个大田地在那里，大框架把它框住了，所以你只能够在这个田去绕、去思考、去运作。你的心就在这个田上，那怎么会对呢？我是
无限宽广的啊，我是无量无边的。既然是大而无外，小而无内，我怎么会被这个框给框住呢？所以我是没有私的。事实上呢，连我都没有。啊，什么是我？你们想想，什么是我？我的家庭，我的事业，我的产品，我的公司，我这个身体，这都是我的。但是呢，你想想，真的是你的吗？你的家庭，随时可能会破灭啊。不管是什么因素，那随时都会不存在啊。事业也是一样啊。现在经济不景气，那么倒闭的就一大堆，所以事业也是不能够久住。那么我的身体是我的吧？我的身体也不是我的。如果身体是你的，你可以叫他不要生病啊。你可以叫他不要老，可以叫他不要死。那这个才是我的啊！我可以真正的掌握住这一切，这个才是我的啊。最近有一个新闻，一个叫做大白鲨的这个艺人啊，他想要变成美人鱼，想要重回这个演艺界。那所以呢，他拼命的减肥，然后呢，去做美容手术，希望让自己呢变成美人鱼，变成这种演艺的一个明星啊。那么在演艺圈，必须用这种色相来让自己立足，用这种色相来迷惑观众啊。可是想想他的这些动作，他可以让自己久住到什么时候？如果说瘦了一圈了，然后呢，把自己呢变年轻了，你可以维持多久呢？你有没有办法抵挡得住老化的现象？抵挡得住死神的牵引？那这个说起来啊，这个演艺界是没有办法去清楚了解的。只有修行人，当然演艺人员也可以是修行人。那只有修行人那一种豁达的、那种清澈的那一份智慧啊，才有办法让自己觉知到这种事情。所以今天不是演艺界这样而已，整个世间的人都是这样子，向外追求，看这个外在的这种表象，所谓的皮相。那这个皮相呢，把自己呢，这个心啊，更加的迷惑。因为为了追求这个皮相的美好，所以呢，你不惜一切去追逐它。那么你的心呢，本来是向内的，向内呢可以见到圆满，见到光明。结果呢，人一直不断的在向外。那在向外的结果呢，结果就造成自己的心迷惑住了，迷昧了，看不到本心本性。那结果追逐的假象呢，也是虚幻而不可捉摸。钱是你的吗？钱你也不可能带走啊。那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带走的只有功德，只有罪业。那么我们下功夫，希望呢能够让自己带更多的功德。那希望
以后能够脱离这种人身上的束缚，人生的束缚，我们可以回归到一个永恒的乐受，这个才是我们要追逐的。所以追求的是千秋名，万世利，那个才是有追求的意义啊。所以老子他曾经有一句话，他说呢：“吾所以有大患，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他说我有一个大忧患，就是因为我有这个肉身了。台湾话叫有心呐。他说：“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当台湾无心，就没有这个肉身的时候，我就没有什么忧患了。那么这个老子这句话呢，表现了一些境界上的说法，那就是一种空无的一种观念。那么我的肉体都没有了，我自然就没有受到肉体的拘束了，那是我就可以逍遥自在。你看我们没有肉体拘束之后，我们马上具足五通，五种神通啊。所以鬼他的这个神通的能力比人强，那是因为我们人本来也有，我是被肉体拘束住了，没有办法使用。那为什么没有办法使用呢？因为呢，你追逐假象嘛。你不是借假修真啊，你这个放弃真的去追逐假的，结果你本来的就不断的在流失掉。我们说智慧、德能、相好，通通流失掉了。智慧是本来我们人人具足的，结果我们没有智慧了。人生最大的智慧，就是如何让自己呢回归自性，回归理天呢，回归这个永恒的生命，这个才是最大的智慧。那么拥有这种回归的力量之后啊，我们就可以看透一切世间的假象，看透一切人情世故的这些包袱啊。那么看透不是说离开它而是说呢，你如何知道圆融圆满的去面对它。那么你今天没有那个智慧，所以呢，你就被它所束缚，被六道轮回束缚，被公司家庭束缚，被妻恩子爱所束缚，所以一直在这个圈圈里面轮回不已不晓得什么时候可以跳出这个轮回。那你今天没有名师来告诉你，你没有好好的在功德上下功夫来修持，你怎么会懂得这些道理呢？所以我们今天借着这个肉身来修持这些真理那是非常有必要的。刚才老子讲，即吾无身，吾有何患？我没有这个身体的时候，我就没有这种忧患了。那么老子的道理呢，他没有讲得透彻清楚那我们必须把它解释清楚。那么当我没有这个身体，我就没有忧患了。那是因为我从有身体的限制之中，已经超越出来了，已经拥有那个智慧，拥有那个德能。我超越了这些人世间的障碍，所以呢，我可以呢没有忧患，我可以逍遥自在。并不是说我只要没有身体，我就可以逍遥自在。所以你看鬼道它并不能逍遥自在。它虽然有五种神通，可是呢，它还是受拘束。它被拘束在鬼道，他也不晓得怎么脱离。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原因是因为他们的见闻觉知啊，没有办法体悟到我们自信本来光明，本质圆满，本来清净平等的那个大本体，他没有修行，没有明示的指引，所以呢，他不晓得。所以今天我们借假修真啊，那这个道理啊是很需要的。今天我们如果没有用这个肉体好好的来修持的话，那么我们到了轨道，人死为鬼吗？到了轨道，我们还是继续的沦落，继续的被束缚啊。所以了解老子所讲的这句话，那是真正的这个借假修真的一个方法。知道肉体的痛，世间的苦，知道眼前这一切的这种有限性啊，那么我努力的、精进不懈的从这个困局之中呢脱身出来，那么我就可以回归到我的本心本性，回归到那个逍遥自在的原始面貌。这个是老子这句话它的真意。那所以借假修真，今天的这个课题啊，是因为我们有这个肉身，能够在此时此刻接受到明示的教法，接受到这个大道的熏习，所以呢，能够利用这个有用的肉体啊，好好的来努力修持。那你没有这个肉体之后，你想要再修持，也已经不可能了。那所以老天降大道的可贵啊，是可贵在这里啊。所以想想哦，到底是灵性比较重要，还是肉体比较重要？那如果说用我们的观点来讲，借假修真，那么灵性跟肉体是同样重要。那为什么肉体也重要呢？你刚才不是说肉体是假的吗？对呀。但是我们今天可以透过假的，得到真的。那这个能够得到真的，那么这个假的重要是重要在这里。假的能够得到真的。那么我们今天如果没有肉体，我们不晓得这种世间的苦，肉体上的痛，那种有限性的那种束缚，没有肉体，也没有办法承受这种大道的传承，名师的指授啊。所以在训文里面告诉我们，所有的众生要成就，都是从人身开始修起。那么如果说这样的说法的话，畜生是不可能，畜生是不可能修道回归本性。那么鬼道也不可能，地狱道更不可能。他们都必须成人身的样子，然后呢积功累德，然后呢才可以跳脱六道轮回。那这种观念呢，在各种宗教里面，都并不是很清楚，也没有很详细的说明。那今天仙佛告诉我们，我们能够得到这个肉体，能够又生逢名师降道，大道普传，
啊，所谓来得早不如来得巧。那我们又得到了，那么这么好的机缘都让你碰到了，你不好好的来修持，你不好好的努力的来跳出六道轮回，哦，努力的回到我们原来的老家，那么你想想，你现在都不做了，你要等到什么时候？哦，等到你有肉体了，可是呢，已经没有大道，没有名师在教你了，没有这个环境让你熏习了，那么你也是来了也是没有用。那所以现在修道最好的时机就在此时此刻。当你有幸能够听到这样的道理，你就应该呢好好的来痛下功夫，哦，好好的来回归自然的生活。啊，我今天呢是为了众生而活，我不是为了自己而活。因为呢，我知道了这个道理，那我知道了众生的苦痛。如果说众生都能够跟我一样了解到这样的道理，那么大家一起回礼天，大家一起回归那个逍遥的本体，那这样不是很好吗？哦，我可以从痛苦之中把它超拔出来，我可以知道这种痛苦的那一份觉受，所以呢，我更需呢这个慈悲喜舍，要来带领更多的众生来回归到他的本来面目。那所以呢，现在的众生呢不容易劝了。哦，是我们所谓的刚强难化，哦，斗争坚固，不容易劝。而且现在的贪嗔痴慢越来越深重。那科技带给人类一时的方便，可是呢，带来更多的祸患。我们受制于科技所带来的，跟我们受到伤害所比起的，可以说呢，得不偿失啊。那没有办法，现在根本没有办法走回头路了。所以呢，我们必须在这样的环境下呢，取得一个平衡点。那科技虽然对我们伤害很大，可是呢，我们如何利用科技，好好的来弘法利生，好好的来帮助众生，这个也是一个思考点。虽然科技呢，毕竟把我们带到世界末日，但是呢，我们可以让这个世界末日无限的延续下去，让它不要到来。啊，这个是我们办得到的，因为在佛讲所谓的时空的问题啊，他那个时空是没有意义的。他说几千万年，哦，多远多远的这个国土，他这讲的都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那人如果能够修到那个境界，哦，悟到那个境界，人一刹那之间就可以到达。所以呢，时空呢，对于觉悟的人是没有意义的。觉悟的人没有时空啊，觉悟的人没有思想，没有念头啊。所以我们刚才讲"我思故我在"这句话呢是错误的。我都没有了，怎么会有思？那我在哪里呢？哦，根本就没有我，我是一个大本体，我跟所有的众生都是一体的。那所以了解到众生的根性呢，我们就要用各种方法。我们这里用一个例子啊，他说呢，有一个老女人，她养了一群公鸡，那么她很
相信整个地球都是因为它在转，因为呢太阳就是因为它的公鸡在叫，所以才会呢升上来，所以他跟人家讲，我是最伟大的，你们不可以欺负我，你们不可以没有我，如果我呢，整个世界都是黑暗的。哦，他常常这样跟人家讲，那每个人都笑他啊，这个人狂妄不已，这个人呢，哦发酒疯了，不晓得他在讲什么，所以不晓得他在讲什么，其实也反映了我们世间人的现象，不晓得他在说什么，不晓得他自己在做什么。所以耶稣基督不是说嘛，神啊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自己在说什么。那跟这个老女人是一样的。那么他听到了村里面的人都不相信他的话，结果呢，他就离开自己的村庄，另外一个村庄，到另外一个村庄住的时候呢，才发觉到说，只要他的公鸡一叫，太阳就山，早上就起来了。那他更相信呢，太阳是因为他的公鸡才会升起的。那他是公鸡的主人呢，所以他最伟大。哦，一直到他又迁离到其他村，事情都是这样，越来越相信自己是大的。大家好，道之宗旨讲到借假修真，庄子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呢，智人用心若镜。那么智人，当然就是指修行已经到达彻悟的人。哦，已经修行到最圆满阶段的人，那么他的用心呐，表示说他还是处在人世间。哦，对于这些待人接物的道理啊，他已经能够用最圆融的方法来面对它。那他所谓最圆融的方法，就是指像镜子一样。他的心像镜子一样，镜子我们知道是光明，是无瑕的。那它因为光明洁亮啊，所以它所呈现出来的这个物象，这些景象啊，都完完整整、毫不遗漏的呈现在镜子里面。那么当圣人他在面对这些人情世故的时候，他所呈现出来的这个样子，就是你所呈现的样子。也就是说，你是一个好人，他照出来的样子就是好人；你是一个善人，他照出来就是善人。当你有不好的一面，当你有这个罪过错的一面，它呈现出来的也就是你不好的一面。罪过错的一面，那这是智人用心若镜，所以这个智人啊，他不会跟人家争，啊，他看到了这个事情的真相，他知道说，这个地方是不圆满的，这个地方呢是有需要去修正的，他的内心会知道这个标准，但是呢，他不会去跟你说明，他不会呢去强加于你。那也就是说，圣人的标准啊，他不会把他的善，他所谓的美，所谓的好，强加在众生的身上。他只是很自然的，如如实实的把本来的面目，把本来的真相，把它呈现出来。那这是智人。所以讲到这句话，来呼应我们今天讲借假修真啊。我们对于世间的万事万物，其实就是应该这样子。那我们为什么会对于世间有所谓真假、好坏、对错、善恶的分别呢？那么这个分别呢，就是因为你的心呢有所偏执。你的心没有办法像镜子这样子，很如实的呈现出来。你是偏心的，
你喜欢某一个人、某一件事情，你好恶某一个人事物，那么这个好恶啊，会在你的言行之中表现出来。你的心是不诚的，哦，你的内在呢不够诚恳，所以呢表现出来的当然也就不够诚恳，也就不够如实啊。那我们说实相的道理啊，就是大道呈现的自然的状态。那大道呈现的自然状态，它没有区分你我，没有区分对错，没有区分好坏呀。那这个是成于中，行于外的一个修行的道理。那我们说借假修真，我们看到了世间万事万物，然后体现到我内在那个如实的本来面目，透过万事万物的这个启发跟指点啊，我应该悟出这样的道理，了解这样的道理。那么我们生命的现象，就是来到人世间来了解这样的道理，因为很多事情你都还没有想透，哦，很多人情世故你都还没有过关，哦，有些所谓的欠债，我们说业障，你必须去还清，有你的这个使命与责任，你必须去把它了。这个是我们人来到人世间的目的。所以当你碰到各种障碍、各种境界现前的时候，那个绝对不是无缘无故现前的。然后无缘无故有一个人来诈骗你，无缘无故有的人呢来批评你，或者是说伸出手对你指责谩骂，或者是打你，这个呢，你要想想，一定都是事出有因。哦，世间的人事时空这么多，为什么只有你呢会单单出现状况呢？那么这个要想想，那一定是呢，我在跟他的对应之中有一种因缘的牵引。那这种因缘的牵引啊，是很维系的。这种维系啊，维系到我们自己都不知道。那事实上，我们说是因果。那因果的道理呢，在中国一直都存在。那只是说呢，被佛家他特别凸显出来，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是佛家的思想，其实不是这样子。那么我们相信因果，就会受因果的报应；那不相信因果，就可以不受因果的报应，这是有可能的吗？答案是否定的，这是不可能的。你不相信因果，你还是一样会得到因果的报应。那么所以说，你面对了各种的烦恼、障碍，你都一定要呢，欢喜的去面对它。然后呢，去把它解决这个问题。你绝对不是逃避，哦，你不是恐吓，或者是说，你用各种权势的方法去把它压抑住，这个呢都不能够解决问题。那么我们生活之中有太多这样的问题，每一个人都有各种问题。那你在各种问题上，你有没有办法处理得了？哦，你过关了没有？其实呢，这个都是公修公德，婆修婆德。你不能够靠父母，哦，不能靠妻子儿女，不能靠这个丈夫，靠亲戚，都不可以。你必须自己去面对。你自己呢要去解决。如果没有办法解决这个事情呢，还是同样的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
会造成你更多的烦恼跟痛苦啊。那么唯有此时此刻，你当下去迎接它，去面对它，然后呢，去跟它化解。所以解铃啊，还须系铃人，就是这个道理。那这个是借假修真，最主要的真相。所以真假呢，我们可以说是一，不是二。为什么真假是一呢？因为呢，真的里面它的一个波动会产生假的，真的里面虽然没有假的，但是呢，它新的印显呢会产生假的。那个新的印显呢，是人在无知、无明的状态下产生的。我们说动，所谓一动不如一静啊。但是这个动呢，是它的一个时空背景的因素。那它动了，就会产生各种的相出来。那只要呢心有所偏执啊，这些相呢就会成为一种偏执的相，成为一种妄相。那人会把这种妄相当作是真实的。那这个是因为人不觉的关系，不觉的关系才有所谓的各种无明对待的产生。那我们想想，我们生活之中，我们要面对的人情世故啊，那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我们以前小时候还有父母，他可以帮我们处理一切事情。但是我们长大之后呢，父母他没有办法帮你处理各种事情，父母已经老了，那么你必须承担起照顾父母的责任。现在父母的问题是成为你的问题，儿女的问题，而且你要这个甘心情愿的，你要欢欢喜喜的帮父母解决他们的问题，那这个才是人生的意义啊。我们今天讲孝道，那现代人都不喜欢听。那因为现代的家庭都是小家庭制，所以啊，这个媳妇啊不喜欢跟公婆在一起，甚至呢儿子也不喜欢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现在的爸爸妈妈都有不敢养儿防老这样的一个观念，都必须自立自强。都得靠自己啊，即使是老了，还是得要靠自己啊。那这个是因为时代混乱，人心扭曲啊，孝道沦落的一个社会现象。那么孝道沦落了，整个社会的状态，它那个不安的状态、波动的现象会更加明显。因为在人主要的一个基本德行已经呢土崩瓦解。既然孝道已经瓦解了，那么人想在其他的德目上建立起来，那是不可能。你要透过制度，透过整个团队的一个规章，或者是透过整个社会的氛围，你要来保有整个社会的秩序，这个是相当困难的，也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我们知道社会是由家庭组成的，那么家庭呢是夫妇之间组成的。那夫妇呢，夫代表日，父代表这个月，日月合起来才会明，日月才会和合，和合了才能够产生整个和谐的状态。那夫妇和谐了，明了，他就懂得孝顺父母，他就懂得呢，能够在孝顺父母的这个过程之中来教化子女。所以教化子女是从孝顺父母开始做起。那么你说孝顺父母这一边的责任我不要管了，我只想顾我的儿女，把他顾好就好了。结果呢，所有的这些因缘果报啊，就通通跑到儿女的身上，那是你的问题啊。
那是你问题没有解决，你把问题丢到另外一个的人身上。那么孝道最基本的德性没有尽了，结果呢，你把这种没有尽到孝道的这种因缘果报，结果丢在孩子的身上。那孩子以后呢，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你，你才会感受得到，你以前怎么会这么做？但是那个时候呢，后悔都已经来不及了。那除了说这个问题、家庭的问题之外，这个问题事实上呢是很多。我们呢，如果能够好好的来分析啊，好好的从这种人伦制度来分析啊，那么你会发觉到说，这个世界混乱啊，天灾地变啊，它所有解决的方法，都是在家里面就可以解决了。我们现在举一个生命的例子，也就是说，人都会有生老病死。那么，人面对生老病死，通常都是被摆布的角色，被玩弄，被死神玩弄，人完全没有力量去对抗生老病死。尤其是现代人的这个毛病啊，这种病啊越来越多，莫名其妙的病产生一大堆。那么现在的医院可以说是相当的发达，科技的文明啊也相当的发达，可是呢，对于这个病啊，却常常束手无策，没有药可以医治它，你再好的设备也没有办法解决这种问题。你看现在 H1N1， 我们看来只是一种流行性的感冒，那么流行性的感冒竟然呢扩及到全球，让全国、全世界的人啊人心恐慌啊！医师们束手无策，只能够用了这个疫苗，只能够发展了这个抗药物啊，来抵制它。但是这个抗药的这种药品啊，抵抗的这些药啊，用多了会让这种病种啊又突变了。结果突变之后啊，那医学家呢又得伤透脑筋，又没有办法对治了。他必须去开发更新的药、更强的药来抵制它，来杀死这个病毒啊。那这样想想，这种现象是不是有一点像我们人世间所讲的冤冤相报啊？现在我没有力量抵抗你，被你杀死，将来我更有力量了，我就把你杀死。那杀来杀去，结果呢，到底谁会赢呢？冤冤相报何时了？那么我们面对这些疾病，面对这些病毒的状态啊，我们只能够用化解的。化解的道理在哪里呀？化解的道理在于人心的祥和，人心的清净。心如果说没有贪嗔痴了，你没有想要杀害对方的念头，你跟他和平共处，那么这个病毒啊，它自然就不会这么猛烈，它自然也就和平起来了。所以我最近因为呢，在家庭里面面对了这些生死的问题啊，让我特别的感触啊。我的妈妈在今年去年的年初的时候，那就因为呢
这个脏腑的功能衰竭，那尤其肝脏啊，肝脏也有硬化，哦，甚至呢长肿瘤，哦，吐血不止啊。那么就这样离开了。那么我们会想说，这是老人病啊，老年人他就会得这种病，他会因为病而死。这个我们那时候理解是可能是这样啊，但是没想到1年之后，我的妹妹竟然也死了。哇，这个消息啊，让所有的人非常的震惊啊。那我妹妹呢，她可能还不到40岁，虽然讣文上写40岁了，但是呢，她实际的年龄可能是38岁或39岁而已。那么我们就把它当作是40岁，40岁就离开人世间了。那病因是什么呢？病因是不明原因，不知道原因，然后就过世了。那你想想，这个人世间这种无常的到来啊，它是让人不可想象的。死神的招手啊，你没有办法抗拒。那么你唯一抗拒的力量是什么？就是你在此生，你对于这颗心的一个修持，你对于这个世间的奉献。所谓善，所谓功，所谓德，你做了多少？这个是你可以跟死神谈判的筹码。那这种道理呢，要好好的讲，细细的讲，才能够打动人心，才能够让众生呢，真正的从这个迷昧之中醒过来。好，我们说我妹妹40岁就走了，不明原因就走了，留下2个孩子，一个在上小学，一个在上国中，年纪都还小。那整个家的家计啊，这家务啊，本来都是她在操持，那她自己还要工作。那丈夫呢，在外面工作，很久才回来一次。那你看现在呢？现在这个父亲啊，要单独的面对一切。那么想想，我们在生活之中，常常听到说某一个人又怎么样了，我们什么人的亲戚，什么朋友他又怎么样了，这样的讯息啊，常常传到我们的耳中。那我们呢，有时候呢感触很深，有时候呢无关痛痒。你看我太太，她每天在加护病房工作，那她在工作的这个阶段啊，看尽各种生死的状况，那对她来讲啊，她可能也是不痛不痒了。偶尔会有很大的感触，但是呢，总是一种不痛不痒的心态啊。那想想，如果说今天躺在我们面前的人是我们的家属，我们最挚爱的人，那么我看到他，我束手无策，我不晓得怎么办。眼睁睁着望着他，人讲目睭金金，人胸中。这样眼睁睁的看着死神把他带走。那对于世间的这些疾病，我们到底要如何医治它？如何对治它呢？如果说我们都想跳出6道轮回，我们都想解决问题，可是呢，我们自己的生死，甚至这些疾病，只是生死之前的花报，
那这个花报的问题，花报也是一种报应啊。哦，你种什么因得什么果，这个果还没有结成之前先开花，这个花就是你的报应啊。但有时候花是很漂亮的，那当然就是善果、好果。有的花是很不好看的，有很不象征意义不好的这个花，那可能就是恶果，哦，坏果。那这个你都必须去承受。所以后学就特别去研究王凤仪，哦，这个大善人，他当时啊，他对于这个病的态度，以及呢，他对于这个病的透彻的能力啊，竟然可以透过用讲的，然后把这个病呢，把它治好了，就一句话而已，就把它治好了。那所以呢，从他的经验之中啊，我们可以知道啊，这个病啊的成因啊，其实是有它的源头的。我们说病，第一个有可能是病从口入，我们吃的东西没有吃对，哦，没有这个吃对营养，没有按照这种3餐比例的标准，哦，你随便吃，胡乱吃，不定时定量的吃，结果呢就吃出病来了。那你不按照你的体质，不依照呢这个营养的这种成分，这个胡乱吃，这个也生病了。那么生病呢，那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呢，夜感风寒，哦，日感暑热，这种风寒暑湿燥火，这种影响啊，也会让人得病。那这个病的病因啊，就是外因，是外在的因素所引起你的病。这外在因素是，对现在我们来讲，外在因素太多了。这个太多了，是因为我们现在的饮食啊，叫做饮苦食毒。那饮的呢，都是这个有毒的，哦，或者是有病菌的。食毒呢，就是吃的东西呢，都是农药，都是化肥，都是这些毒药。甚至我们吸的空气啊，都有可能是不干净的空气。那这是整个大环境的共业所营造出来的。那么病从口入这个外因呢，那就得找医生了。你必须要靠医药。那这个医生呢，也要看你的因缘果报。哦，你要找对医生，好，找出你的贵人，然后呢下对药。哦，吃对了这个处方，那当然你就病呢就好了。哦，这里面牵引着很多的这种因果细微的项目啊，这个是没有办法一一论足。哦，总之呢，吃药看医生，那病治好了，那这个就是呢，你有那份福分啊。不受到这个疾病的干扰，啊，这是外因。再来就是内因，内因我们是讲心理的这个层次的，你的心境影响到你的肉体，结果呢，肉体就生病了。哦，你的这个火气，事实上火气就是指人的这种体温啊，哦，上下流窜，啊，体温升到脑了，你就脑热；体温下降了，那么你就积在腰了，你就会得腰的症状；积在脚了，脚肿，就没有办法走路。哦，气在那里也会得病。
所以呢，有一种这个心理的病啊。那这个心理的病啊，这个就是中医它研究的范围。所以中医呢，它能够讲到这个层次啊，它是比西医呢还要更深入。那西医当然它没有办法讲述这种心理的层面。西医虽然也有心理医生啊，但是呢，他没有办法像中医，他讲到这个人的五脏六腑的变化，是因应的整个天地五行的变化。你看我们肝为什么会得病？怒伤肝，哦，这个我们最常听到了。你生气了，哦，喜欢这个发火，哦，喜欢骂别人，喜欢这个凶别人，这个怒伤肝，你就会得肝病，哦，肝发炎，哦，会得到 B 肝、C 肝，得到呢这个肝硬化、肝肿瘤，哦，肝胆相连，所以肝得病，胆也得病。这个是怒，一个人喜欢发怒，一个人没有办法控制自己这种冲动的这种情绪啊，他就会得肝病。那我们说肝属木，哦，这个木啊是条直的，也就是说木是往上长的。那木呢是欣欣向荣的，那木是呢这个草木繁盛的，那么这个是正常的木，有健康的木，我们说阳木，阳木就是这样子。所以木呢，它的这个本质啊就是仁，哦，仁义礼智的仁。那所以木性的人啊，他是有仁慈之心，啊，他对人呢非常的柔和，啊，对万物呢，他也有这个慈爱帮助的心。但是呢，如果是阴木的话，如果说这个人呢，他没有这种修养，哦，常常生气，常常发怒，就会让自己的这个木性啊，会成为阴木。阴木呢，就是喜欢抗争，啊，喜欢不服从，哦，喜欢呢去做一些为非作歹的事情。我就是故意要跟你不一样。那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这样子，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有肝病。那为什么？因为呢，他就是喜欢跟人家不一样，啊，标新立异啊，他喜欢发怒，喜欢呢有自己的个性，哦，他有个性呢，结果呢就是呢造成阴木，就伤肝了。所以我们现在说的肝的药是最多的，哦，我们都知道火气大，口气重。那这个是肝火旺，所以呢要调肝火。那现在这种药最多，是因为现在得这种病的人也是最多。那台湾的肝病啊，那更占是可以说是国家的病啊，国人的病啊，更是占第一位。那所以这个要懂得去降服它。哦，年轻人太有个性，不听从父母的话，不听从师长的话，结果呢就给自己累积那个气，郁积在肝，结果呢就生病了。这个病呢，你只要能够柔心，哦，顺气，接受这个父母师长的调教，孝顺父母，恭敬师长。那么这个病呢，就会慢慢的化除。那我们说到心脏的病，心脏是由什么升起的？哦，我们说爱恨情仇，心是爱恨情仇所升起的。
哦，你喜欢一个人，喜欢到呢这个无以复加，用尽各种的手段，用尽各种的方法，就是想要得到这个人。那得到的时候呢，哦，看到这个人的缺点，结果因爱生恨。哦，或者是说你没有得到，结果呢就恨对方，恨女方，恨呢所有的人。哦，谁造成你今天没有办法得到这个人，那你就会恨谁，这个爱恨交加。哦，这种恩怨情仇啊，造成你的心得病了。那心病，哦，现在也是很多。哦，心脏病、心肌梗塞，哦，心血管发生病变，哦，各种高血压，哦，血液缺乏，这种血的问题，都是属于心的问题。那我们在社会上也听到很多人，有一些都是这个很有名的人，然后呢，就走到外面，哇，结果呢，一下子心肌梗塞，走了。哦，甚至呢，这个年纪很轻的这些青少年也会中风，也会得中风，然后呢，因为中风呢，造成了这个植物人，造成了家人的这种负担，也是有。那这个心病产生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对于事情的这种爱恨太明显了。哦，爱恨太明显了，就产生了这个心的疾病。哦，我们说心属火，这个火是指我们人体内的这个温度。那这个温度呢不协调，火是属于上升的，啊，火气上升，这个火呢上升，这个结果呢就累积在我们的这个脑里面，所以脑产生的疾病也是心所延伸出来的。哦，脑，哦，比如说这种老年痴呆症，譬如说这个脑血管爆裂，哦，比如说这种失眠，哦，甚至呢，我们说精神病，这个呢都是因为爱恨情仇造成心的火气积在这个脑里面，所引发出来的疾病。那么火的本性有阳火跟阴火，阳火是正规的火，哦，我们说这个心属火，火是属于礼貌的礼。那么火性的人呢，他是光明的，因为火象征光明，火性的人是光明坦荡的，哦，而且呢，这个人呢很有礼貌，哦，他这个人呢很谦虚。那虽然呢，火这个动作是很快，哦，也就是说火性的人呢，他会动作会比较急，讲话会比较急，可是呢，他是正大光明的，哦，他是这个依照这个法律制度啊，中规中矩的，这个是属于阳火。你看很明显的那个关圣帝君，我们知道关圣帝君的脸就是红的，所以我们知道他是火性的。那他的一言一举啊，都是合乎道德伦理的标准，所以他是守法守礼，这个是阳火。那阳火呢是正常的火。那如果说呢，这个阳火你不去培养它，
结果呢，你让你的爱、你的恨超过了你的本性，泯灭了你的本性了，结果呢，就造成阴火。那阴的火，那就非常可怕啊！阴火在烧啊，阴火在烧呢，它就会把整个神经系统，把整个人的精神啊，通通会烧毁掉。反射在我们心上、身体上的血管的疾病、心脏的问题，精神的问题，这些都是阴火所造成的。那所以说，对于这种人世间的变化，你必须用淡然处之啊。那我们讲到脾胃是互相表里的。那脾呢？脾的病啊，脾胃的病啊，就是怨恨、忧思所产生的。埋怨，你那个怨呢，是埋在心里面的。那埋在心里面呢，当然呢，就累积就是病，就会堵在那里。所以胃会发堵，你就这个排泄呢就不正常，你的代谢呢就变得相对的弱，胃肠的功能呢就相对的减轻。我们说脾胃不好或者是说胃不好，那有时候胃太好，胃的功能太强，也会造成病。这个人呢，就是因为呢，他想太多了，事实上没有这些现象。你看上一次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候，在报道一个胃病的情况，就是因为胃功能蠕动的能力太强，结果引发他的胃病，结果造成他的三餐也吃不下，人越来越消瘦。可是去检查的时候，你的胃什么病也没有啊，你的胃很正常啊，很健康啊。那为什么会得病呢？因为呢，一时的这种怨气、忧思也想太多，烦恼太多，忧郁成症，郁气积结在那里，所以造成了一时的这种脾胃啊，它的这个运作不正常。那它这个运作不正常，把这种脾胃的症状啊传送到脑，结果脑就下命令啊，现在脾胃呢开始不正常了，所以呢，我们呢要好好的去固守。结果就是因为脑不断的在下命令，说脾胃是不健康的，其实是自己认为自己的脾胃是不健康的，所以这个专家这些医生啊，他们对治这样的病啊，他们就是用科学仪器来帮他们诊疗，而且呢，让这些病人啊看着他们诊疗的结果，比如说这个扫描，超音波扫描，就让他看，你看我现在帮你做超音波扫描，一边做一边让他看着荧幕，你看你的胃都没有什么毛病，你的脾没什么毛病，肠胃也很好，做这个断层扫描，做这个 X 光什么的一大堆的检查，通通让他知道你的病是没有问题的。他自己知道病没有问题之后，他就释然了，就放开心怀了。他就也不再去想东想西的，也不再去埋怨东埋怨西的，结果呢，病渐渐就好了。我们知道脾属土，那土啊就是阳土跟阴土，阳土是正常的土，这个阳土啊，它表现在我们的德性上的
哦，我们说仁义礼智信，这个脾土就是代表信。那信是什么道理呢？信就是说人言为信，你讲的话就是你的这个心意，你的诚意啊。那你讲的话你要做到啊。那你做到了，不管对方的反应是怎么样，你都不要再埋怨，你都不要再担心啊，也不要忧虑啊，你就好好的表现出你自己的那一份诚心敬意，诚于中，行于外，把它表现出来，这个是信用。所以没有信用的人，常常也会产生脾胃之病。你看脾胃的病，胃肠的病，在我们现在好像更多因为胃呢很容易出毛病尤其是一些乡下的一些农人老年人，常常因为埋怨儿女这个担心儿女担心家庭，结果呢常常脾胃呢出状况消化不良胃吐酸或者是说胃溃疡、十二指肠发炎、小肠、大肠吸收不正常各种肿瘤在胃的也很多，肠胃也很多。那么这种消化系统的问题都是你埋怨所造成的。你的一股气堵在脾胃里面所以呢没有办法消化，造成整个肠道的消化系统都形成问题。那么这个是在肠、在脾、在胃，我们好像都连着讲，其实呢它里面还有细分的道理。如果说是在这个五脏属阴，那阴呢就是比较是属于你面对的这种小辈、你的平辈所造成你的这种伤害。你埋怨你的同事，埋怨你的同学，或者是说呢埋怨你的儿子、你的女儿，担心你的儿子女儿，担心这些小辈，结果呢就会造成脾脏出问题。你埋怨大人，埋怨你的上司，你的长官，这个就会是肠的问题。那么我们说脾属土你要这个有阳土跟阴土你要变成阴土的话呢，你就是生闷气你就是埋怨你就是不平你就会这个郁郁寡欢这个是阴土。那我们要把阴土呢翻过来，成为阳土。那我们再讲肺脏的病，肺脏的病就是呼吸系统。那呼吸系统有毛病了，那呼吸属于这个肺跟皮毛是相表里的，所以皮肤的问题也是属于肺的。那肺脏怎么引起的呢？肺脏是因为你喜欢这个恼人伤脑筋，你那种伤脑筋这种情况不断的累积就会产生肺病，或者是说你悲伤你会悲伤，常常呢面对事情无法自主，不由自主的就悲伤起来。这个杞人忧天那这个悲伤呢，就产生你的肺的症状。你的恼人的事情太多，也会产生你的肺的
的症状。那肺的症状有很多啊，哦，你的这个呼吸系统造成问题，哦，肺积水、肺肿瘤，那肺这个呼吸道障碍，哦，或者是说整个皮肤、精神气色不佳，哦，皮肤这种脸色萎靡等等的，这些都是肺脏所造成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知道肺在五行的德性里面，肺属于这个金，啊，五行属金啊。那德性呢？德性属于义。哦，我们说仁义礼智，这个义啊，就是属于肺。所以当一个人他没有道义，他不讲义，义就是我们上次讲到合情、合理、合法的言行举止，那就是义啊。哦，你没有言行举止的标准，那么你常常呢在那里伤脑筋，或者是说你常常呢会悲伤自己做不到，哦，我产生了各种的难过的现象，那就产生了这个呼吸道、肺脏的毛病。那肺属于义，哦，肺属于金，金有阳金跟阴金。阳金呢，阳金就是一种这个开怀的，一种喜乐的，哦，一种我们说乐观的想法。哦，你看金呢，就是这个一块在那里，你看那个金的那个筷子，就是它非常的刚硬，哦，它非常的坚强。那么呢，它也代表一种择善固执。哦，这样的人呢是属于阳金，他对于人生啊都是正面的想法。哦，所以呢，他都会积极的去处理各种事情，他不会萎靡在那里。啊，也不会消极，它会像刚健不息一样，哦，像这个太阳啊，那种力量一样。这是属于肺。那阴经呢，就属于那种消极的状态，哦，悲悯，或者是说烦恼，这样的状态呢，就产生肺病。再来就是说。肾病，肾脏病，肾属水，所以当人厌烦的时候，哦，当人呢会恐惧、会惊慌、会厌烦，这个就会产生肾脏的病。哦，肾脏的病呢，包括泌尿系统，包括整个妇科的疾病。这个都属于肾的病。那肾的病啊，那尤其像妇科的，现在呢也是很多。那这个是为什么？这个妇女啊太超凡了。现在妇女啊要走出家庭，要超凡家庭，要超凡事业。啊，要超凡这个儿女，超凡的事情太多了，所以现在妇科的病啊很多。那么男科的病，哦，我们说肾脏病啊也不少。啊，现在的男性啊的性功能不全，或者是说这种射物腺肿大，啊，或者是说这种体力不佳等等啊，都是因为这个操劳烦心，都是因为呢这个
生活在惊慌、恐惧之中，就会得到这种肾脏的病。那我们说，肾属水嘛，阳水是正常的水，阳水是干净的，阳水是滋润的。哦，那阴水呢？阴水就会造成这个土石流，就会造成水灾，哦，就会造成呢这个臭水沟的水。那臭水沟的水就滞留不通，会发臭。那你看人如果说整个泌尿系统发臭了，那么你也要烦恼了，你要洗肾啊。那现在洗肾的很多啊，整个这个排泄啊出了问题啊。那这是为什么？超凡的事情太多啊，你的惊慌的事情、恐慌的事情太多了，所以阳水要把它恢复成阳水，不要让它变成阴水。阴水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肾在这个五德之中，它是属智，智慧的智。那这个智呢，在我们的这种修行的这种经典来讲，智是最重要的。智是所有的修行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德目。哦，也就是说，当我们不迷了，我们就会产生智慧。当我们心定了，那个智慧啊油然而生啊。智慧本来圆满具足，结果呢，今天智慧没有办法具足，没有办法朗现，这个都是因为我们被习俗所染，被于整个人情世故了的这种微理细节啊给障碍住了。为什么变成礼教吃人呢？那因为你的智慧没有办法流露，所以你认为礼教会吃人。那这是我们大概说五脏的疾病，这个是内因，这个是心理的病。心理的病呢，要透过你的调心，我们说的今天说的这个借假修真呢，你要借着这个身体啊，来把你的心调好。哦，借着这个现在啊，有这些名师，有这些同修，有这个大道在指导你，你要赶快把它调好。哦，所以这个仁义礼智信，你要把它做好，五常之德，你要把它恢复起来。哦，这个呢，这是我们今天修行是一个很重要的标的。所以修行人，他本身呢身体要健康，他精神要清朗，哦，这个要清安自在。修行要达到这样子，人家才会对于修行产生向往，产生肯定啊。那今天修行人也是病气奄奄的，那你怎么样去影响别人呢？是没有办法。所以我自己啊，也最近因为受病所苦啊，所以感觉到这个病啊，一定要把它克服，把它治愈。那当然找了很多方法。那如果说你的病因是从心里面引起的，那么你必须重新调起啊。你找外面的医生是没有办法治你的心理的病，啊，心理医生也没有办法治你的病。那因为呢，你这个人情世故你都没有做好，你在这个周围环境之中啊，你跟人的互动，是不协调的。那不协调，你自己的又把这个垃圾啊放在你的心里面，堵在那里就生病了。那你气不顺了，那你就生病了。这个病呢，心理的病是从气堵了，哦，这个火发了，这种现象所产生的。那所以在公司上，哦，在家庭里面，在学校里面，或者是说在道场里面，
你都要记得把这种仁义礼智信这些德目啊，把它实践出来，而且呢，把这种仁义礼智信的德啊，协调在整个身心里面。哦，绝对不是强加的，也绝对不是呢，你要求别人，或者是说别人强加于你，都不是这样子。你自己内心要有所觉悟，因为你做人没有成功嘛，啊，你这个做人的道理没有做好，所以呢就累积成你的病。我们讲做人没有成功啊，那希望呢，大家不要听了这样之后，就对后学的话呢产生的反驳。那很多病呢，其实原因很多，我们只是讲心理的病，来分析它的原因呢。因为我知道很多道场的这个前辈啊，哦，我们说前人或者是典传师，哦，或者是这些法师、牧师，那他们的这些病的产生啊，有时候呢是为了这个道场而累积下来的，也就是说为了众生而产生这个病，它有一种顶劫救世这样的一个原因啊，所以这种原因呢，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也没有办法去解说。我们看到很多祖师大德，他走的时候呢，也是视线病态。视线病态呢，这个病呢，到底是从何而来？我们没有办法说他修行修得不好，也不可以说他做人做得不好。他在这某一种方面呢，在这些修行方面都做得很好，可是呢，他还是呢，得病而死。这些是很多微理细节啊，是没有办法在这个心理层面讲说的。你看这个孔子去看他的学生冉伯牛，摸了他的手说：“时矣，斯人也而有斯己。”斯人也而有斯己。哎呀，没有办法救了。这个人，这样的好人怎么会有这样的病啊？所以孔子也很无奈。你看好人也会生病啊。那么我们今天从心理的方面来细说，希望呢能够借着这个心理的调养、阴阳的协和，让我们的身体呢达到一个没有病的状态。这种没有病的状态是我们现代人希望去追求的。所以透过病呢，也能够让一个人觉悟，让一个人觉知，走向圣贤之路。这个是我们今天讲病啊，病的原理啊，是一个很重要的契机啊。那我们还有一个心理上的病还没有讲。那这个心理上的病呢，那就更难治了。心理上的病呢，也是跟亲债主、跟各种这大环境呢是没有关系的。这个当然是要好好的、慢慢的来分析、来解说啊。但是呢，从业假修真，这个假，你看，大家早安。今天我们讲到第15句的经文，恢复本性之自然。那自然就是道，所以呢，恢复自然就是恢复道。在庄子的寓言里面，他曾经提到，他说有些人啊，他的这个修行方法很奇怪。那很奇怪是我们后人在说，那庄子把它提出来，他说呢，有的人刻意高尚自己的行为啊，那表现的与世俗不同，那这种作为啊，他是刻意这么做的。那还有一种人呢，发表空论，抨击社会的黑暗，表达心中的不平，或者是说不满。那
只是愤世嫉俗者的做法。所以愤世嫉俗的人呢，他用这种空论，用这种跟别人不一样的言行，来作为自己这个处事修行的方法。那还有一种人呢，提倡呢济世救人，施财舍物啊，以便修养自身，或者是教诲别人，或者是说呢，在固定地方讲学，这个呢都是这个修善人事的做法。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讲大功立大名，定君臣的礼节，以治天下。哦，这是富国强兵、兼并土地者的做法。还有一种就是在山林有水草的地方，闲暇钓鱼，或者是放下心里的羁绊，这个是呢避世讨清闲者的做法。那还有一种就是练习呼吸，做导引，学熊挂在树上，学鸟伸长脖子，那这只是呢磨练身体，想要长寿者的做法。那他列举了这5种人的做法，他说呢，这些做法都是有伤大道。那他后面呢还用一个比喻啊，他说有一个人啊，在这个养生方面做得很好，做的呢可以说是呢，功夫非常的彻底啊，把自己保养的像小孩子的皮肤啊，那头发乌黑亮丽啊，那看起来呢还很年轻呢，所谓鹤发童颜呢。那么结果有一天呢，在山上走路的时候呢，就被一只老虎抓去了，把它吃掉了。那他就怀疑了，这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不是养生养得很好吗？把自己养到这样，身体健康，皮肤光滑，很年轻的样子，结果呢，竟然发生意外。所以庄子在讲养生啊，他说这个养生也要包括进去，这个意外呢，你也要考虑进去。那意外什么时候会发生呢？我们不知道啊，24小时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啊。我们说无常啊，所以庄子才说啊，以上的这些人啊，通通不是养生的方法。你看，我们如果说在道场修得很好，人家说修得很好，结果呢出外发生车祸了，或者是说这个身体严重受到伤害了，那么你说你修得很好，那这样呢，对庄子来讲，你也达不到养生的标准。那所以说，庄子说啊，达到养生的标准，就是要回归自然。那当然，庄子有他回归自然的标准。那么呢，回归自然都离不开人的心性，人世间的伦常的道理。因为你不可能离群所居啊，你要跟人住在一起。那跟人住在一起，你就会跟人发生各种互动，所谓人情世故啊。那这种人情世故啊，就会产生我们这个思想上、行为上，在修行上有不同的变化，就会有产生不同的应对。那只有恢复自然的人，那么他是随顺自然之道，那他才能够跟这些人，跟人相处的时候，能够圆融自在，和乐逍遥。这个是庄子在他的这个书里面所强调的养生的标准。
那呼应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句经文啊，恢复本性之自然。人因为秉着天地阴阳五行的气而生啊，所以呢，这个大地滋养着我们，万物滋养着我们，所以人呢可以行天地之功，可以呢采天地的精华，那可以呢这个为天地立心呢。那所以人在这个天地之中，它的作用呢是相当的大。那人讲到心性，只有人呐有办法说来修炼这个心性，来体悟这个心性，来证得这个心性。所以在万物之中，人为万物之灵。只有人，那他才可以说呢，恢复本性之自然。那可见呢，人的智慧，它是可以透过一种修炼的行为，来达到所谓天清地宁，达到这种天地合一的标准。那我们讲到，上次我们讲到借假修真，借着这个病的分析来说明这个借假修真的道理。那因上次我们还没有讲完，跟呼应到这一句恢复本性之自然我们今天要讲这个性理的病。那性理怎么会有病呢？性是圆满具足，性是清净平等。性是这样如如不动的，它怎么会生病呢？那么说到这个性理的病我们就知道说性不会生病。那生病呢，是因为你性没有彰显出来。你的式神把你的性给掩盖住了，所以你没有办法让你的性德完完全全的流露。所以说，我们说智慧、德能、相好，这些呢都是我们性德完整的流露。智慧是清楚，是清朗的，是具足的，是圆满的。德能就是我们的道德，也是圆满的。能就是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技术、我们的这个才学，也是具足的。相好就是我们外在的这个长相、身体的健康与否，这个呢就是智慧、德能、相好的流程。那对于这个自信在我们身上圆满的具足，那么智慧、德能、相好自然就会具足。所以我们是应该是不会生病的，不会老，不会死。那我们应该是呢，可以随意的驾驭这个肉体，生死自在什么时候要离开，什么时候不离开，都是由自己控制。那现在人没有办法这样。那么想到有一本书叫《旷野的声音》，好像或许也有提到过。这个旷野的声音，它里面呢是一个西方的学者去采访当地的这个原住民，是澳洲那边的原住民。那么跟他们生活，从他们的这个生活经验之中他了解到什么才是恢复本性之自然。人要回归自然，那这个回归的道理，就在他们这些原住民的身上就看得到。那么原住民他们呢，自称为真人，他把这个西方这些人原住民以外的这些人，就称为变种人。他是从真人然后变种了。变种的意思当然就是
不好的，变得不好了。那他们真人的样子啊，是完好的，是那个神的样子。现在变种了，当然你就没有神那种智慧、德能、相好。那这个西方的科学家当然，不予认同啊，所以不置可否啊。那就问这些原住民的长老，你说我们是变种人，那你说看看我们是怎样变种，你们是怎样不变种？然后他就说啊，举一个例子就好了，你们的身体跟我们的身体那个能力就不一样。那怎样不一样呢？我们的身体啊，对抗这些天然的这种现象啊，我们都可以很自在的来应对。你们不行啊！你们要穿衣服，你们会感冒，会生病。那原住民就不会感冒吗？他说原住民这个虽然有一些小病啊，但是很快就可以痊愈。那也不是常常会生病。那他举一个例子啊，他说呢，我们可以啊，这个在大雨之中不穿衣服，3天3夜都不会感冒。在雨中这样生活3天3夜。那么你们现代的人有办法这样吗？你们所谓的文明人有办法这样吗？这个科学家想说没办法。3天3夜在雨中不会感冒，不会得病，这个是不可能的。那他们呢？他们本来就没有穿衣服，他们就是住在这个森林里面。那所以呢，这个下雨，雨中住3天，对他们来讲只是家常便饭。那他这个例子啊，还不足以说明他们是真人的原因啊。直到有一次呢，他们这些原住民到山上去打猎，去采果实，结果呢，在这个半路上啊，就有一个原住民从山顶啊摔到山谷了。那他整个这个大腿的骨头啊骨折，而且呢是整个凸出来了，已经刺破了表皮，穿出来了。哇，在那里，这个是现代的科学家看了啊，哇，这个不得了啊，这个还得赶快送医才行啊。但是原住民他们呢，哪来的医院呢？哪来的医师呢？他们不需要医院，也不需要医师。那他们把他想尽办法，把他抬到了这个巫师的家里面。那巫师做法，那可真奇了。巫师呢，他就在用他的手，就在他的伤口上面呢，这样平行的抚摸，手也没有碰到伤口。然后呢，念念有词。念的意思呢，就是希望呢，他这个腿部的细胞啊，能够赶快恢复你的本位，回归到你的自然的生活，让这些细胞呢都回归本位。那这样安抚一下呢，也没有敷药，那也没有吃药。没多久。大概半小时的时间呢，他那个凸出来的那个骨头啊，竟然自己收回去了。这真的是太奇了啊！那中医可能也不相信这种道理。那骨头收回去，那他那个伤口呢，用草药敷一敷。不久之后呢，大概2、3天呢。这个人的骨折好了，外表的这个伤口也好了，没有吃药，那也没有说看医生了，他只是这样安抚一下，
没想到就这样发生这么神奇的事情。那当然，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神奇，对他们而言可能是家常便饭。那他们随时在跳舞，随时在祈祷。哦，他们说呢，在跳舞、唱歌、祈祷过程当中啊，就是在跟天沟通。哦，所以他们可以常常知道天的旨意。那他们的做法呢，也不会违背天的旨意。甚至呢，他们可以随时回去。哦，他说他们的身上有一种开关，生死的开关。那如果想要回去了，把那个开关一关掉，那这个人就回去了。那不想回去呢，你就不要去动它，就一直生活着。所以这真的是太神奇了哈！我们说真人，那他们可能是真的是真人。从这个例子啊，我们看到他们的这个德能啊，至少比我们好。哦，身体状况啊比我们好。那我们修行，第一个表现在我们身上的就是我们的身体。身体不好，身体会得病，那都是呢，我们这个自信啊被泯灭住了，自信没有办法彰显，没有办法恢复到这个自然的本性。那所以，我们讲到生理的病、心理的病跟性理的病，这三种病啊的原因，如果能够了解清楚，那么我们相信呢，世间的人，包括修道人，他不会再生病。生理的病，我们已经讲过，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伦常关系呀。我们人没有离群所居，跟这些人情世故处在一起，所以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啊，就产生了这种生理的关系。那如果产生了病呢，必然是在某一个伦常上啊，你发生问题了，所以你那个地方就会得病。比如说我们说父子关系，父子关系发生问题呀，这个儿子不孝顺父亲，那么这个儿子啊，他的身体的病是怎样呢？他就会常常头痛，或者是说心血管的疾病，或者是说这个膏肓、肩膀酸痛，这个上焦部位不舒服，一定是会有这样的病症产生的。所以我们看到一些为非作歹的人、不孝父母的人，他们还是一样，吆三喝四、大吃大喝，完全呢没有病的样子。那是因为呢，他的那个恶的能量啊，还没有累积到让他生病，那他迟早会生病。他如果还没有改善的话，那他就会生病。所以生理的关系是我们人跟五常，跟五伦之间的关系。那心理的病，上次我们也讲到心理的病。那心理的病呢，就是你的喜怒哀乐。我们上次讲的这个肝就是怒，那这个心呢就是爱，就是恨。这个土呢就是忧，就是闷。那肺呢？肺就是恼、悲。那肾呢，就是烦，就是惊恐。这些心理的变化就会产生我们这个
身体内脏上的对应部位啊，产生不舒服的状况。这个都我们在上次都有提到过了。那只是说这一套系统是一个很繁杂的系统。那么在王凤仪言行录里面呢，他把这个讲得非常的清楚。那我们有机会呢，可以来参考。我们今天要讲心理的病啊，是我们的这个自信啊被泯灭住了。你在哪个地方被泯灭住了，就会产生那个地方的病。那这个自信本来具足啊，自信怎么没有办法圆满呈现呢？那我们只能够说，这个就是累劫累世我们所造下来的这些习性，这些业障，我们累积了太多了这种不善的能量。佛经讲贪嗔痴慢疑这些恶的能量啊，让我们的自信没有办法彰显。我们儒家讲五常的关系，五常的这种道德啊，你没有流露，你没有办法彰显，所以呢，在那一方面就会得病。五常我们说仁义礼智信，我们刚讲完这个克遵四维纲常之古礼。这个纲常里面呢，这个常就是一种常道，常道就是五常的道理。这五种这个常道啊，是每一个人都必须呢去遵行的。那么有的人偏另外一种，偏这一种那一种，但是这个偏呢没有关系，你只要好好的做，在你偏的这一种呢，把它做到圆满。那么你其他的4种呢，就会渐渐的圆满。譬如说你这个人做得好，那其他的做得不好，那么你就在人上面呢，好好的下功夫，把人做到淋漓尽致，做到圆满。那么其他的4德啊，4种常道，你就会做到圆满。那如果缺忍的人，缺忍就是没有人心，我们说残忍，我们说不慈悲啊，我们说这个酷刑啊，那这样的人呢，他会呢喜欢抗争，他会忤逆，他呢这个做事情呢，总是呢就这样用各种取巧的手段啊。那这种人不忍，他就会造成他的这个身体上肝方面的这种病变。所以没有人心的人，常常会有这种口干舌燥，常常会呢这个怒气上升啊，所以没有办法得到了一种很好的滋养。这个就是性里肝不忍的人所产生的这种肝病。那我们讲到这个人义是属于精。那一个人呢，他有这个义啊，他一定呢这个做事果决，做事明快爽朗，不拘小节，这个人呢一定呢很有义气，跟朋友呢可以两肋插刀毫不顾自己的安危，能够为朋友呢能够仗义直言赴汤蹈火，这个是义气。所以我们中国人很喜欢重义的人，重义的人一向呢被人所歌颂。那么如果说义方面没有办法自然流露，义的性德被掩盖住了，那么这个人呢就会有这个肺脏方面的疾病。义属金
金属于肺，肺是指那个呼吸系统。那肺跟皮毛又互相表里，所以呢，皮毛也会有关系。那整个呼吸系统发生变化了，那就是呢，这个人不讲义气。那不讲义气啊，当然呢，他就会得到相对应的病症。我们讲到人易离，离就是属火，火是属金，火是光明的，火是这个给人温暖的，那火是明理啊，所以有礼貌的人，为人正直的人，为人符合这个标准的人，守规矩的人，守法守戒的人，那这个人呢，就是属于有礼之人。那如果说不是这样子呢，没有礼貌，那又呢不守法，不守规矩，做事情呢随意而为，那他的这个心血管的这种器官就会相应的发生问题。所以心脏的问题、血管的问题、神经的问题，这都是属于这个理没有做圆满，理呢有所欠缺。那我们讲到这个性，先讲智，智是属于水，那水是智慧，水是柔和的，水是清澈的，那水是这个公平的。我们说这个一碗水要端平的，这个水是平的，是水平面嘛，水是平的，所以呢，它待人处事是平等的。那水又清澈，水可以洗涤万物，可以滋养万物。水可以帮助人这个清醒。水是柔和的，它遇到远的就形成远的状态，遇到方的就形成方的状态。那所以呢，这个水就是人的智慧。有智慧的人，自然呢，他就懂得柔软。他因为事情看得很清楚，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处事待人的方法就是很圆融。这个是属智，属水。那水呢是属肾。那如果不是这样呢，做事情呢是这样横冲直撞，爱怎样就怎样。这个水泛滥成灾泛滥成灾呢，就好像土石流一样，流过的地方呢，都一定受到伤害，那会把人淹死。所以这个聪明好辩的人，他用道理把人淹死；那钱财万贯的人，用钱把人淹死。这个呢，都是不智的行为，所以相应的这种病症就发生在那个肾脏的问题，泌尿系统的问题，或者是妇科的问题，这个都是没有智慧，没有智慧所产生的。那么我们讲到性，性就是诚信，性就是属土。那么土呢，是看我们的大地很敦厚、很朴实，土能够长万物。土呢是这个很厚重，那土不争，土很实在。我们说一步一脚印的，所以真诚的人，有信用的人，这些人人家都很喜欢。这样的人呢，他就可以成就。
那如果说不是这样的人，哦，讲话不守信用，那做事情呢很刁钻刻薄，哦，这个不愿意呢把自己的好去跟别人分享，那这个呢，这个就是没有这个没有厚道、很刻薄的人。那这个相应的对症呢，就是这个消化系统上的毛病，就是脾胃，哦，这个大肠、小肠，哦，这些毛病就会产生。这个是大概讲这个心理上面病。那如果说分析里面的道理啊，当然也又可以讲得很广，所以我们大概呢，这分析这5种关系，就可以了解到。那所以这个不管是生理的、心理的，哦，包括这个性理的，这个都是呢我们人在这个世间所要学的一个标准。所以成佛，我们说成道，我们最主要的一个标准啊，就是在做人，把人的本分做好了，把人的道理做好了，那么你就可以成佛、成道、成圣。那人的道理做不好，人还有1分的亏欠啊，你就没有办法圆满，就没有办法回归本来面目，哦，你就没有办法恢复自然。那所以，我们说要修，修不是跑到庙里面去修，跑到深山里面去修，哦，那是弘扬起的修法。你跟这个社会人相处，你在社会里面修，哦，你自己呢有一个家，夫妻和合，夫妻共同来修，把这个家撑起来。那么你一个人把这个家呢发光发热，其他的家呢就会跟着你一样发光发热。哦，夫妇呢合起来，夫你看夫代表日，妇代表月，日月合起来就是明。哦，就是一个太极。单单日不行，单单月也不行，一定要呢这个夫妇和合。所以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那人伦之长啊，也是从夫妇开始。把夫妇关系搞好了，然后呢，家庭的运作顺畅了，那么你的社会就和谐了。社会和谐了，世界就会和平。世界和平了，大家就自然得到逍遥，得到快乐。那这个呢，才是恢复本性之自然最主要的一个做法。那所以现在我们讲，透过这个，我们刚才讲庄子的那些，透过念佛，透过这个打坐、画符，透过这个瑜伽导引、打太极，透过这个山林的这种接近，那就想要得到养生的道理，结果呢，不晓得世间的变化，你做人的道理都没有做好，你单单去做那些，你还是没有办法做好。所以为什么现在念佛不能成佛？这个拜佛不能成佛，讲经说法不能成佛，打坐参禅不能成佛，吹符念咒也不能成佛。你这个打瑜伽、学太极也不能成佛，插花、这个书道也不能成佛。这些说起来都是一种小道，小道呢跟大道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
但是呢，可以回小向大。哦，我们如果立下心志啊，我就是要成佛成圣，我就是要超生了死。那么你今天呢，可以回小向大，你可以透过你平时的那个修养，你可以达到那种这个亲近的这种心态，平等的心态，真诚的心态，你把这种心呐、拿在人伦之上，哦，拿到我们这种社会上各个层面去跟人家这个处事接物，那么呢，你就可以恢复本性之自然，你就在这里面成佛，哦，成道，就在这里面成圣。所以为什么不这样去做呢？哦，为什么单单去找这些名师啊，找这些方法，结果呢，人的问题啊，一点也没有解决。那所以先前我听到一个人，哦，他讲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台湾的尼姑，跑到泰国去当尼姑，然后呢，这个人呢，在泰国遇到这个尼姑，然后就问他说：“哎，你怎么跑到泰国来做尼姑了？”他说啊，这个泰国的尼姑啊，比台湾的尼姑好啊。那怎么个好法呢？他说泰国的尼姑啊，不用煮3餐啊，他只要去托钵就行了。那台湾的尼姑还要去照顾大众，还要去煮3餐啊，很烦啊。哦，还不如在泰国呢，在托钵可以好好的修行啊。那他就问他说：“那你这样子，真的就可以好好修行吗？”对啊，我的心呢就比较清净了。可是你没有跟人结缘，你怎么会有功德呢？然后这个尼姑就跟他讲啊，他的意思只要问他说：“你没有去行功立德啊，你单单托钵，那你怎么可以行功立德呢？你没有做这些功德，怎么可以成就呢？”他就说了一句话啊，这个尼姑说啊，清净心就是功德。哦，那这个问他这个人啊，他是我们道场的道亲，然后就好像若有所悟啊，觉得说这个尼姑讲的话很对，清净心是功德。哦，所以就认同了他这件事情。那当他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啊，后学自己在想，奇怪，这件事情呢，总是感觉哪里不对啊。哦，巧在心里啊，真的是觉得，哎，这个事情啊，怪怪的，是哪里出错了呢？没有错，清净心是功德。一个人呢，能够修到清净心呢，那他的功德真的可以是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啊。但是后来想一想，一个人要修到清净心呐，那是何等的难呐！难的原因是因为现代的社会啊，要修清净心呐，真的是不容易。所以为什么现在的人参禅打坐他不会成就？参禅打坐要在慧能那个时代才可以成就，因为佛陀曾經講，這個正法時期啊，這個守戒戒律堅固。那相法時期呢，就是禪定堅固。那慧能這個時代啊，是剛好是禪定的堅固的相法時期啊。那末法時期呢，鬥爭堅固。那鬥爭不是本性啊，借由鬥爭你不可能成就，你只有會更加墮落。那麼我們說現代的人，現代的和尚尼姑要修清淨心，
你没有办法得到禅定的，你怎么修清净心呢？那么你不去煮三餐，哦，没有这些烦人的事情，结果呢，你去托钵，借着托钵呢，省去这些烦事，你就以为你得到清净心了。其实那不是真正的清净心，那是怠惰的心啊！那怎么会是清净心呢？哦，现在要修清净心真的是相当的难，所以现在只要有人讲啊，清净是功德，那我觉得这句话呢，需要再斟酌。哦，因为现在竟然没有办法得到清净心了，那么你在这个修行上怎么会有成长呢？那要怎么办呢？你必须在人世上好好的历练，好好的修行，你才可能会有真诚的心，才有平等心，进而才会有清净心。哦，你的心不真，心不诚了，你面对的这些人情世故，这些伦理纲常的事情啊，哦，我们说五伦八德的道理啊，你都没有做到了，没有做好了，你怎么可能会有真诚心？你怎么可能会有平等心，会有亲近心呢？哦，所以这个故事啊，这个尼姑讲的话是有需要质疑的，有问题啊。哦，你别抛除一切，然后呢，你在那里这个不用管事，不用管人，然后你就是得清净心的，这是大大的错误。你看我们以前的祖师大德，哪一个不是从厨房出来的？哪一个不是从这些多灾多难哦，历尽千辛万苦之中证悟出来的？那我们现在，仙佛告诉我们，我们现在修行的课题就是儒家为主。儒家的课题就是三纲五常，就是五伦八德。所以恢复本性之自然，就是恢复三纲五常、五伦八德，这个才是我们本性的自然。哦，你现在要得清净心，你在那里参禅打坐，你在那里呢，这个拜佛念经，哦，你在那里拜忏、学密咒，这些呢都没有办法成就了。哦，时代不一样了，现在人心太乱，哦，人心混乱，整个世界乱。那么这么乱的世界，你想要得清净，结果呢，让大家都下地狱。那么你怎么可能会成就呢？你不可能成就。哦，台语有一句话说“卖公啊”，我们要有这个智慧呀，我们要懂得道理。哦，你的父母你都没有度化，兄弟姐妹，你的这些亲属好友，你的这些这个邻居，哦，社区都没有办法度化了，你自己哪有办法去修清净心呢？哦，你这些这个做人的道理你都没有做好了，你怎么可以做佛做圣呢？不可能啊！哦，所以不要再用弘扬起那一套了。哦，在山林里面修行，在丛林这些寺庙里面修行，这已经不符合天时了。哦，修行就是讲做人的道理。哦，我们说敬天地理神明，天地其实呢，在儒家讲，父亲就是我们的天，母亲就是我们的地。我们敬天地呢，就是从孝顺父母做起。然后礼神明，神明是我们的自信的流露。我们要拜我们的这个自信，天就是性，地就是心。哦，这个敬天地就敬我们的心性。哦，因为应用到人世间就是父母。哦，神明就是我们的师长，我们的这个长辈，我们的这些这个同修道友，这个都是提醒我们的神明啊。哦，在我们的自信里面，我们没有对立的人，只有成就我们的人。所以孝父母重师尊，
是在人的身上就可以看得到。那今天要修本性之自然，老子说：“若得一，万事毕。”若得一的道理，那就万事毕了。万事毕就是说，什么事情都圆满了，什么事情都完全了。若得一啊，这个一的道理是什么？一的道理啊，就是呢，你把人道做好，这个就是一的道理。人道做好了，天道就圆满了。这个是现在修行啊最主要的课题啊，不要认错题目了。所以你看，现在佛家净宗的这个修行道场，为什么在提倡《弟子规》？为什么在大陆呢弘法？他弘的法是《弟子规》。在世界各地讲也是讲《弟子规》。《弟子规》是儒家的这个思想。清朝的一个学者把孔老夫子这些理念，用一些简单的字句把它表达出来，集结出来，称为一本《弟子规》这本书。那么他里面呢讲的也很细微，把这个儒家的理念呢，他做了一个很有调整的这种归列。所以现在影响现代人很大。那么佛教的人透过《弟子规》来修行，真正有志之士啊，能够知道这些修行的和尚尼姑，你在人道上都没有做好，你一下子要到那种超越世间的修法、出世间的修法，在现代来讲是修不好。你住在这个社会环境之中，住在这个世界里面，你就是跟人相处，人就会有事。所谓人事，人事不是问题，人事是修行的方法。透过人事，让你了解到我们的五常之德，我们的这种道德的本分，所以叫敦伦敬分。敦就是这个注重，伦就是伦常。你在这个世间啊，有一种伦常的关系。不管你走在哪个位阶，走到哪一个环境，你都有一个伦常的关系。不管你是做同事的、做朋友的、做父亲的、做儿子的、做领导人、做被领导人，通通有一种关系在，有一种伦常在。你就是要在这个伦常好好的尽你的本分，所以叫尽分。你的本分就是做被领导的人的关系，那你就是要尽忠，尽忠把你的本分做好。做领导关系，你就要尽你的这个伦这个礼，把礼做好，把礼教好，把这个君亲师的本分做好，那就是自然之道。那所以了解生命的本质啊，我们今天要极力呼吁啊，希望大家都要知道做人的道理。只有了解做人的道理啊，你才可以真正的了解生命的本质。那生命是什么？我们今天这个肉体来到人世间，灵性寄附在肉体之上，借着这个肉体的方式来到人世间，来了我们的这种职责，那也可以说是了我们的业。我们要把这些业把这些使命把它做完，那你就可以回归本来面目。这个就是生命的本质了。哪有比这个本质更清楚、更明白的呢？
那所以在本质上都没有搞清楚，没有搞正确了，那么你是不可能了解生命的本质。要了解生命的本质，我们这里透过一个寓言故事来跟大家说明。那有一个弟子啊，每天都问师父啊，什么是人生真正的价值？那这个师父啊，也不晓得怎么说，弟子才会清楚。所以师父就用了一个方法，他就随手拿了一颗石头，就交给弟子，你把这颗石头拿到市场去卖，但是呢，你不要把它卖掉，你要看呢这个石头在现在市场的行情是怎么样，那你再回来报告，看能够卖多少钱。那么你就说这颗石头啊，是经过大师兄之加持过的。好了，那个弟子就拿这个石头到市场去卖。本来呢没有人问津呢，结果呢他一喊到有大师兄的加持了，哇，这个很多人就觉得说这个石头不是普通的石头，一个人呢就出价1000，后来出价1000人太多了，结果呢出价到1万。这个石头价值一下子被提升到1万块了。那这个弟子就说：“那你们改天再来吧，我去请教一下师父，看他愿不愿意卖。”那么这个弟子回去之后啊，把这件事情告诉师父，说这个石头啊，人家要价1万块了。那师父再说，你隔天呢，你再把这个石头拿去卖，你就说呢，这个石头呢是师父供奉过了，加持过的，那看它的行情怎么样。结果隔天呢，这个弟子啊，再把这个石头拿到市场去卖，改口说，现在这个石头了，已经被师父加持过了。哇！一被师父加持过了，这个就有人开更高的价钱了，10万、20万、30万，一直到了30万，这个弟子都不愿意卖。那买方呢就觉得很生气呀，那你到底要多少才卖呀？你就开个价嘛。这个弟子也不敢开价，于是呢就对买家说，这个师父还没有说要卖，所以呢他要去问一下师父。那回去就跟师父讲，这个石头啊，已经开价到30万了。那师父说哎呀，这个一颗普通的石头，我只是加了不同的说法而已，结果呢就造成不同的价值。那么你不是在问什么是人生的价值吗？那么你的价值都是用世人的眼光在认定价值，就好像这个石头被赋予世人的价值一样，所以它的价值是不断的在变化的。也就是说，世人的眼光如果调整了，你的价值就跟着变化了。那么你要知道，一个人他的心性那是无量的高贵，所以一个人内在的那个珠宝是无限的价值，不可以用世人的眼光来衡量。所以人要有超越珠宝的眼光，那么才可以看到人生真正的价值。超越珠宝的眼光，也就是说，你这个石头象征的那颗珠宝，你要有超越这颗石头的眼光你才能够了解人生的价值。那意思就是说呢，你不要把这个我们的良知本性
这个物化了。你不要用世间的标准来看你内在的那颗宝珠啊。你要超越这些世间的看法，那么你才可以看到人世间真正的标准。你看一朵花，它插在花瓶里面，那么随着时间一久啊，它就会凋谢了，被人家扔掉了。那花开花会谢，月会圆，月就会缺，人会生，人就会死。你看它这个过程啊，它从被重视一直到被漠视，这都只是一种世间人对它的这种价值的看法，所以它的价值是随世间人的变化而变化的。但是一个人，他的这个人生的价值啊，他不是在世间人的看法，他是在回归本性之自然，那个价值才高贵啊。因为那个人生的这个真理啊，是不生不灭的，只有超越这种生死，超越代谢，超越圆缺这种道理啊，你才有办法看到那个本来的面目。那个本来面目不生不死啊，那个才是人生的价值。那他说呢，人生的价值在于知道人的心就是佛。那佛已经是看透众生的真相，那众生呢是还没有开悟的佛，所以众生跟佛是一体的。那这个弟子呢，当然后来就透过修炼，就清楚自己人生的价值。那我们从这个故事啊，从这个寓言啊，我们知道说啊，在我们的人世间，其实有整个过程都是不断的在变化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有一个不变的那个真理，这个真理呢，就是我的良知本性，就是我的这个良知良能啊，本来至善。那这个本来至善呢，它是没有分别、没有对待、没有妄想执着了，所以它用在这个五伦纲常上啊，它是直行而无碍的，所以你会自然懂得孝道、悌道、总的这个忠孝的道理，这个是不需要人家教的。今天忠孝、孝悌，这些道理啊，需要人家来教，需要人家来推动。那么可见呢，人的那个价值啊，都已经被掩盖住了，被迷灭住了。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呼吁大家，就是回归到纲常伦理，你就可以透过这个人生的修行，透过生活上的修炼，就可以知道人生的价值，就可以恢复本来的面目。这个就是古圣先贤他要告诉我们的道理。所以其实说来，他没有很深奥，他没有很虚无，很空泛的，就实实在在就是做人的道理而已。把做人的道理做好，那一切呢都是圆满，一切呢都是至善。做人的道理都做不好，那么其他的这个心性的道理都不用谈，所以讲太多也没有用。习来千句多，悟者一句少。就是说学习的人讲千句没有悟也是一样。你真正开悟的人，一句话就够了，一句话就把你点通了。所以一句话就是你去把你的本分做好，你的伦常尽好，那这样呢，你就可以开悟了。这个就是儒家，儒家告诉我们的道理，也是我们这个白羊起应运这个儒家收圆，他告诉我们的做法。我们这样，
孟子曾经说：“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哀哉！”那人这个鸡犬走失了，知道要去把它找回来，可是心放失了，却不知道把它找回来，这个是很悲哀的。那么这个心呢，就是我们现在人世间三纲五常五伦八德的心啊，没有人知道孝道的重要性，没有人知道这个忠道的重要性。这个忠孝在人世间是一个无形的价值，这样的价值呢，可以产生很大的这个社会利益。那么忠孝是我们的自性所发，是我们的本心本性，但是呢，这个本心本性失去了，却不晓得去把它找回来。那所以现在的众生啊，这个舍本逐末，孟子认为说这样的事情呢，相当的悲哀啊。所以可见呢，孟子已经看到了本心本性，只有人从本心本性下手，到知宗子讲到恢复本性之自然。本性本来是自然，那么我们为什么今天要强调恢复本性呢？如果本性是自然，那么本性应该是自然拥有、自然圆满、自然具足才对。但是今天却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要借着老师传道给我们，指引我们一条回归本性之路。那么这些现象、这些原因，如果探究起来，无非是佛陀讲的，只因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那么，所以诸天仙佛、万仙菩萨，纷纷下来，要来普度收圆，搭帮助道，都是为了这件事情。要告诉众生如何恢复本性之自然，就是恢复自然的本性。但是呢，众生不一定会接受，也不一定听得懂，甚至呢不愿意去力行。那我们说，我们上次讲到，仁义礼智信就是我们的本性。那么人行仁义礼智信，就是在行自然之道。道立放之于这个生活之中啊，那就是德。所以说道德充斥在我们的260中。那这些五常之德，本来具足在我的身心之中。那么我们今天会因为环境的变化，而对于五常之德，对于这种自然之道会有时流露，有时不流露。那么对于这个境界，人事，会有时候流露，有时候不流露。那这个原因呢，都是因为妄想分别执着。那妄想分别执着又是哪里来呢？这个就是我们一念不觉所产生的。所以人为什么会有轮回，都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念头产生的妄想，然后呢分别执着，然后妄想就已经很大的错误了。结果呢，
加上坚固的执着，还有呢这个是非不明的这种分别。那所以我们不断的在累劫累世在轮回，我们不晓得什么是我们安止之道，更不晓得我们本来面目是什么。所以一念3000念呐，一念万年根呐。人的念头啊，这个一念也有3000，能够化3000。那这个3000当然也是一个代表说明而已啊。根据佛经讲，何止是3000呢？弥勒菩萨说有128万兆。这个一弹指有这么多的念头，这些念头的这种变化，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察觉。那就是因为一念不觉啊，所以呢，这一念呢就种下了万年根。万年根啊，这是指我们轮回6万年来的这个沉沦啊的一个源头，就是这一念。那么佛本来是无念的，恢复自然之性，自然之性是无念的。他无念，所以呢，所做出来的是没有分别执着，完全是这个利益众生的。但是今天呢，有了这个念头，有了这个念头，所以呢，你会想要达到你的目标，你会想要达到你所希望的，结果呢，这个就造成了这个所谓的执着。那么要修行，要达到真佛一般无念，念就会生出我们的这个念头，就是我们的魂魄，我们的生命。我们这个肉身啊，所以中国人讲克念成圣，克念当然就是要克服这个念头，能够呢把这个念头啊把它克服住，把它降服住的人，那么他可以成神、成圣、成佛。那妄念呢复邪神，妄念没有办法克服。结果呢，这个妄念纷飞啊，妄念呢，这个思绪不断了，就会附上沾染这些邪神。邪神当然就是指一些5欲6尘的染着，贪嗔痴爱的这些病毒啊，的内攻外感啊，结果呢，人当然就会得病。人的智慧德能向好，当然就会渐渐失去。所以老子讲，多言所穷不如守中。守中呢，就是让我们试着来恢复自然的本性，直持这个中道，回归到这个自信的本来面目。所以恢复自然之性啊，不是在那里言语不是在那里做表面功夫啊，而是实实在在的干，要真正的实学。所以实在之学，朴子的这个步伐，一步一脚印。所以儒家也讲止于至善。真正的知止，止到这个至善的宝地。那知止是什么？知止就是我们要知命立命。我们要这个了解人今天所造成的这些现象，它那个道理是什么？那么我怎么突破？那么我怎么回归？这个就是知命立命的道理。知命了解到人有一股天命，有一份那个自然的本性。无极老母，这个天赐给我们这个
永恒的这个命啊。那这个命呢，可以让我逍遥自在，可以让我呢无拘无束。那所以我具足的这个智慧、德能、相好，都是圆圆满满的。我的道的流露是全德的。所以以前人为什么来人世间这样走一遭，他就可以回去？那我们上次讲那个原住民，他可以知道生死的开关，他可以随时回去。那现在不行了，所以这个止于至善呢，儒家教我们把我们的念头啊止在这个至善的宝地，因为我们的心性，我们这个性啊是本善的，那本善呢是无私无邪，无善无恶，纯然至善。所以为什么说五常之德所流露出来的都是自信的发端？因为那个是无私无邪，无善无恶，没有对错的，就是全然至善，这个就是无念。所以全然至善，这个就是达到回归到无念的状态。那当然，三教的说法会有它的切入点不一样，但是呢，在讲的通通都是一个，都是在讲那个道。所以我们今天讲恢复本性之自然，都是在讲这个我们的这个心性。所以当时尧传位给舜的时候，也将圣人的道理传给他。那他讲了一句心法，那就是人心回伪，道心毁微，毁精毁一，允直绝中。那相信大家呢都听过这一首诗。那我们知道，人心的这个变化是不可捉摸的，这个不可捉摸的变化，让我们没有办法从这个道理之中呢厘清出来，从混乱的这个六道轮回里面呢清醒过来。所以人心为伪，它一个念头的偏差就可能造成整个局势都完全改观。那你看有一个出家人，是一个尼姑。那么呢，因为他们的道场常常有外面的这些人来参访。那这个尼姑呢，有一天呢，看到一个男众讲得非常高大标致，那他就动了凡心。动了凡心之后呢，后来又想说呢，我现在已经是出家人了，那我怎么可以又动凡心呢？所以呢，就把念头又归回来。可是呢，就这一念之差，让他治下了各种的这种病根呢。他就产生了这个子宫方面的病变，甚至呢要开刀。那他自己呢不晓得这一念的变化，让他这样子。要开刀的前夕去接受一个大师的指导。那这个大师呢，也不敢在众人面前讲他的过错，就偷偷的告诉他的朋友，要他的朋友问他有没有在男众方面曾经起心动念过。这个尼姑的朋友来转达大师的意思结果这个尼姑一听眼泪就掉下来了。他知道自己曾经有这样的一个动念，那所以呢，造成今天让自己的身体有病变。
那这个尼姑呢，一面哭一面就吐啊，就把他的病根给吐出来了，忏悔自己的不是，承认自己的错误，那病根就吐出来了。那么隔天本来要去开刀了，结果要医生呢再做一次检查，检查已经没有大碍，不需要开刀了。所以你说这个念头这么样可怕，一丝好的动念，你看一念之差而已，但是他又没有说，没有马上改正，又马上改正了，又马上呢回归这个至善了，但是呢，这个已经种下了祸根，这个叫这个念头的差池，就形成了天渊地别。所以我们讲进天地的时候啊，其实我们要知道，天地不在外，天地在内。我们那个性就是天，心呢就是地，天清地宁啊。我们性要清，地要宁，心性达到清、达到宁的境界，那就是止于至善，那就是呢手中的状态，也是我们这里所讲的本性之自然啊。那所以这个本性之自然啊，这个恢复是一个重点。恢复这个动作，就是我们说的修行。那修行就有千百万种啊，不管千百万种啊，只要你能够恢复本性之自然，那么你修行就已经是用对功夫。所谓父子登山啊，各自努力啊。那登山的路啊有很多条，但是只要呢能够登上山顶，那就算成功。那所以世间有五大教，我们也讲过五教圣人的奥旨，这五大教通通是很好的宗教。所以我们可以在五大教里面选择一个法门来作为修持的方法。我们把道的这个理念，把明师这个道进入到五大教里面去修持，那么你一定会成功。所以你不需要改变你的宗教，你不需要呢去变化你的生活，你就在你的原本的这种文化基础上、宗教信仰上，好好的下功夫。当你一直下到最深功夫的时候，你看到了这个本性之自然啊，你会知道说，原来五教所讲的，通通在讲一个道理，那就是心性的道理。那人的那个心，人的那个性，性是纯然至善，心是呢圆满无碍。那心呢，一念不绝，又有差池了。所以呢，要让他不要有一念不绝，不要有这个烦恼无明的现前那就是呢，时常要守住26时中不可虚于理也。这个道，你要守住这个道。所以起心动念都是性德的流露，都是呢这个五常之德，就是三纲五常的标准。那么如果说现在有人问说，那到底我应该修持什么？我应该在哪一个方面下功夫呢？你刚才说五教，我不晓得五教到底我要修哪一教啊？先佛告诉我们，明师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刻意去选，因为呢，总在遇缘不同。每一个人的成就啊，都有他的缘不一样。但是呢，重点是你真的要想爬到山顶，你真的要这个恢复本性之自然，真的要止于至善，这个真正的这个力量，那才是最主要的。所以不知道，你就好好的在生活上好好的下功夫，
所以儒家就是生活上的修行，儒家就是最好的方法。哦，你在公司，你就把公司的这个本分做好。哦，我们说敦伦敬分，敦就是敦就是加持，敦就是一种厚重，把这个伦常啊，把它下功夫下得深。伦就是伦常，所以在这个伦常之内呢，下功夫，哦，深下功夫啊。你在公司，你要对老板尽忠，这个就是你的本分，你要尽你的本分。哦，在公司你也是一个领导人，那么你要对这些被领导的人，你要有理，你要有仁。哦，你要把你这个领导者的角色做好。那么你有你的同事，同事之间的这个诚信要做好。哦，同事之间的这个道义、情义，这个要做到。那么这个就是最好的修行。那所以不要再去找特别的法门，生活就是你最好的修行。家就是道。你看我们这个社会是由一个家一个家组成的，那么社会的秩序当然就是由一个家一个家所建立出来的。那么你说我出去公司啦，哦，我出去什么样的团体了，但是你总要回家吧。哦，所有的整个社会的秩序都是绕着家在转的。家如果不成家了，社会秩序就不成社会秩序了。整个公司团体，哦，整个国家也都不成秩序了。所以家是最重要的，所以家就是一个道场。今天谁能够知道家就在道场呢？家就是道场呢。哦，想到道场这两个字。这个场要有道才叫道场，哦，不是说开一间佛堂，哦，设一间庙，就把它叫道场。如果说这里面的人没有道，那么你这个庙再漂亮、再大间，你还是一样零零落落，显不出道风啊。那你这个家也是一样啊，你这个家呢，不守纲常。哦，父不父，子不子，家不成家啊，那么你这个家没有道，没有道呢，就家庭破坏，家庭混乱。家庭混乱之后啊，每个家庭都这样，社会就败亡，国家就要毁灭，哦，世界就到了末日，这个就是一定的道理。所以当现在科学家在拯救世界末日。哦，今天我来看了那个 Discovery 科学频道，他说呢，现在呢天气越来越热，哦，温室效应越来越明显，那很多的动物都会渐渐的绝迹啊，哦，很多的动物会灭种，还有人呢。也渐渐的会受不了，啊，因为气候异常，哦，天灾地变不断。那我们知道，最近这几天，在南太平洋传出了这个地震，伤亡也是很严重。哦，菲律宾，他们呢遇到了台风，结果呢40多人因而死亡。那更多的人呢，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啊。那么这个台风所造成的范围啊，还不止在菲律宾，还在印尼，这个泰国、越南，甚至马来西亚，通通有波及到。哦，你看这个我们八八水灾
之后，这个国际间另外一个灾难，就是这一次，这灾难很多。那灾难很多，科学家把矛头指向了这个气候的暖化。气候的暖化，就是因为这个地球的这个人啊，产生了太多的碳的排放量，加速了这个温室的效应，让它产生了更大的一种气候的异常啊。也就是说，整个气的对流啊越来越快，因为热嘛，那热了那个气流呢就会跑到这个热的这一边来。那整个地球都是这样，所以呢，现在南北极的冰融化了一年比一年快，所以冰棚呢也一年比一年少。那现在有一个科学家，他发明了一个方法，那就是呢，把太阳光的折射到地球以外，也就是说，太阳光呢不要那么强，不要那么直接的照射到地球，把部分的太阳光呢把它折射出去，那这样呢，地球就不会产生这么高的温度，降低这个地球的温度啊，那当然呢就可以延缓这种气候暖化的现象。那它怎么样折射太阳光呢？它把这个1兆多片的这种玻璃放到太空之中，然后呢，这个玻璃就会反光啊，它把这个太阳光啊，这个反射到其他的地区，就是不会直接照射到地球。那这样的地球就不会受到太阳光这么强的照力。那结果如何呢？当然还没有结果，因为他所提出的这个理论啊，那是一种实验的阶段正在报道。有太多的科学家都在这方面努力，这个我们之前也有讲过。那他现在呢，这个方法也是一个阻止太阳光照射的方法，但是它那个成本，它那个制作，还有花下去的人力，都是相当的庞大，甚至呢要把这些玻璃啊，再到这个天空啊，去把它放在那个轨道上，这件事情呢就相当的难。那个经费呢非常的可观呐。所以你想想看，人哪有那个力量可以阻挡大自然的力量呢？所谓孤城无力可回天呢，人哪有办法对抗大自然？所以人定胜天这种说法，这是以前鼓励人的一种名词而已如果现代的人面对大自然，我们都知道人不能够胜天，天一定胜人。在天的面前，我们就是要保持谦卑，保持恭敬。那天是什么？天我们刚才讲了，就是我们的性。我们的性如果能够恢复自然，那么天的灾难就没有了，天的灾难就减少了。我们的心能够恢复到这个地一样，你看这个地，大地给我们滋养，给我们抚育，然后呢，它也不求回报，任我们践踏，任我们污秽它，它还是如如不动。所以说地宁。那我们的心呢，如果能够像地这样子如如不动，任人批评，任人践踏，那么有更大的包容力来包容各种的罪过错，那么地就宁了，我们的心就宁了。
那天清地宁，心性清宁。那清宁之后，我们当然，我们人就表现在外，智慧德能相好就会表现出来。我们家呢就会家道圆满，社会呢就会和谐，世界呢就会和平。那所以一切呢都是从我们的心性下功夫了。哦，但是呢，你要想想，我们的心性了解了，我们还有这个外在的环境，我们住在这个地球，有跟人之间的互动。那么跟人之间的互动，这变成了这个成就我们的心性最主要的一个环境啊。你看你家里夫妻，你有父子，有这个兄弟，你在外有君臣，有朋友，那么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就产生你的这种修行上的这种功力啊。你在心性上下了多少功夫，你回复多少自然之性，那就在人身上看得到。哦，你对待你的妻子，对待你的丈夫，你是不是用妻子之道、丈夫之道来对待呢？对待儿女，你有没有用对待儿女之道？对待父母，哦，有没有尽该尽的孝道？这个呢，都是我们必须去了解、必须去实践的地方。这个微理细节啊，真的是太多太杂，但是每一个环节都是从心性出发，所以呢，一个懂得心性修持的人，他在每一个地方呢都会做得很好。所以为什么说忠臣一定出自孝子之门？那么这个孝子啊，他一定是天清地宁的心性，也就是说他的心性啊，没有太多的杂乱，哦，没有各种的烦恼妄想，他就是性德的流露，他就是呢，好好的把他的孝道尽好。那孝子在家庭一定呢能够这个引导妻子，哦，把这个家治好。哦，丈夫是领妻啊，妻子是帮夫啊。如果说丈夫、妻子能够这样子和融相处，那么夫妻和而起来，那就是明啊。哦，我们说日月嘛，日月就明起来，整个家就光明了。你这个家光明，也会照亮到其他的家。哦，你这个地方有这样的一个圆满的家，你就照亮附近的家，你这个社区的家，或者是说你这个家族的家，都被你照亮起来了。所以一个人影响是非常重要。我们人来到人世间，我们不是就是要做这个吗？哦，如果我们不是来照亮别人的，那么我们来社会上、来世界上添乱子，造成更多人的混乱，造成更多事情的混杂，那你哪有办法回天呢？你哪有办法恢复本性之自然呢？那你来人世间到底它的意义是什么？你的作用是什么？所以从今天起，我要想办法让自己发光。我要照亮别人，你照亮别人，你就要懂得回归心性。你的心性既然是具足的，既然是清净的，既然是圆满的，那么呢，你就应该从这个心性出发。你这个圆满具足、清净平等的心，把它呢流露出来，把它做出来，在每一个人事物上啊，都要有作用。在妻子身上，在儿子身上，在朋友身上，在这个老板身上，还有在父母身上，你都要让它起作用，你都要让它发光发热。
让大家都知道人世间的温暖，哦，知道呢这个做人的可爱。那么这世间不就是一片光明了吗？家庭不就是快乐的家庭吗？啊，我们所看到的不就是天堂吗？哪有什么天灾地变呢？哪有什么这个地狱呢？啊，有什么世界末日呢？没有啊，这都是人搞出来的嘛。那人搞的世界这样乌烟瘴气的，那么大家都乱，结果呢，你自己也跟着乱。那你想想，你有没有责任呢？今天我们要说，你如果是一个觉悟的人，你必须要清楚，哦，世界混乱，责任在我，不在于别人啊，是因为我没有做好，我没有修好。那就是因为我没有做好，我没有修好，那所以世界混乱，哦，家庭混乱，人世间混乱，天灾地变混乱，一切都是个人引起的。哦，所以要守住这个心性，啊，守住这个自然之道。那才是天地的根啊！哦，你要让天清地宁，整个世界和平，你要守住你的根，就是心性。啊，性是每一个人都一样，但是我们的性呢，不被心所干扰，所以我们的心呢，流露出来的都是那一份的真诚，那一份的平等，好，那一份的慈悲。那这样呢，就能够回归到圆满的性，那就是天地根了。所以天地的根在人呐。哦，你看天不言地不语，天生地长，它是为了成就众生。啊，众生里面，人就是主导，人就是主要的角色。那么人要补天地的不足。哦，补天地的不足，就是把天地的大德呢，把它实践出来，哦，把它讲述出来，把它做出来。你看天地的大德，人哪有办法去承受得了这种德呢？哦，我们说天同覆，地同载。天这样覆是覆盖的意思，天。哦，有好像一个盖子，把我们这个地球，我们这个空间给盖住，那就是一个无形的保护伞，哦，让我们可以安居乐业在这个大地上。那它适时的给予这个春夏秋冬，给予这个雷雨各种的这个气候的变化。哦，地同载，就是地就是承载万物，地就是滋养万物嘛。我们都站在同一个这个土地上，所以呢，我们才能够成就，我们才能够这个成长。那天同覆，地同载，就是说每一个众生都是在这个天地之中啊。那么这样说来，事实上呢？哪有众生啊？就是我一个人而已啊。外面的人，这些人他不是别人，那就是我自己。我自己心性的变化产生了别人，这些人都是为了成就我，才来到人世间的。所以整个天地就是我，他们都是我的一体。哦，这个一体啊，让自己啊要有所觉悟。哦，让自己能够放下，让自己能够成就，这个就是呢，这个恢复自然之道。所以自然之道没有别的，就是五伦之道、五常之道，就是三纲之道，就是儒家所告诉我们的这些做人的道理。
儒家说，君子求己，小人求人。那么求己是什么？求己是求内在的心性。那心性，我们既然知道，心性是我们本质具足的，就是我们那份良知良能。那么所有的一切外在的事物人的这些圆满，通通在我们自信里面圆满。所以呢，君子呢都是反求诸己。君子不会向外面去做功夫。那只有懂得反求诸己啊，你才能够成己成人啊。你才能够做一个成者。中庸讲成，他讲自成。那所以呢，这个求人的就是小人，所以他这里把小人不是说很可恶的人，而是说呢，向外用功夫心外求法的人就叫小人。那么心外求法，你哪能够求得到呢？外面哪有道可以求呢？外面哪有法呢？你不懂得恢复自然的本性，那么别人所能给予你的，都只是短暂的过程。名师能够给你道吗？名师指引你道，名师没有给你道。那么道场也不能够成就你，道场是帮助人成就自己。也就是说，我们要自动自发，才能够感应到道场的那一份的教化。名师的指引，都是要靠自己自动自发的去探求。那名师指引才有目的，才有意义啊。那所以在道场，我们讲修道，我们讲办道，我们透过办道来修持自己，那么透过度化众生的过程，来行六度波罗蜜，来成就自己的菩萨行。但是后学觉得这个修法是以前的人，大概是10年前以前的人，他可以说透过办道来修行。以前我还听过办道成道这种说法，但是呢，现在这个世界日新月异，这在变人心呢不断的求新求变所以在这种变的过程当中这个人的心性有没有办法掌握住那个根本？天命的住持是不是一直驻留在这个世间，在护持这些修道人？这个我们现在呢真的是很难讲。我们不敢期待天命来成就我们。那么如果说每一个人都有天命的话，我们为什么还要靠别人的天命来成就我们呢？天命智慧性，率性智慧道那么我们这个性就是天命，性是清净，是圆满。我们恢复本来自然之性，那这个性呢，就是圆满自然。这个就是我本来就有的天命。那么你了解了，你要行天命，你要把这个天命的道理跟众生讲，你要不断的去推动，去弘扬。那么这样办道才有意义。所以办道不修道终日欲界分现在不能够再讲办道成道了。现在办道没有成道了，因为大家都着重在这个事项上的这种美好，度人的多寡，道场的大小，都已经着重在这个了。
那么想要借着办道来修道，充其量都只是在累积个人的福报。当你在办道的过程，你没有了解到自己心性的圆满，心性的这种真诚与清净啊，那么你这个办道都没有见性，没有见性都是成就福报而已。也就是说，不是功德啊，那是福报啊，福报不是功德，福报不能帮助我们这个跳出六道轮回啊，福报只能让我们投生到天道啊比较好的环境啊，但是呢，福报太多啊，却不容易修道。顺考考人啊，那是比逆考还要严重啊。所以多少顺考刷掉了这些先生菩萨啊，我们说本来是佛，为什么现在不是佛了呢？都是因为呢太过安顺了所以呢把这个心性都泯灭掉了。所以我们现在讲办道不修道，那是不行，修道比办道还要重要。以前呢有这个天命的长者在庇佑着我们，那现在天命的长者都一一回去了。那一回去了，当然我们仍愿意相信天命还是在世间。可是呢，这些长者不见了，我们以什么作为修持？以什么作为指导？已经没有可以让我们依止了，只有心性可以让我们依止。心性的觉醒，心性的这个平等、清净、真诚、慈悲，这个才是呢真正让我们可以依止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让自己的心性呢回归到这样的一个状态，没有染着，没有对待，没有这些起心动念，这个才是我们心性的状态。所以这个叫修道，调整我们的心，调整我们的身。心就是内在的变化，身就是外在的环境。所以你会注意到道之宗旨，他讲的这些经文，讲的这些道理啊，不外乎3个原则啊，重点都在讲人。人跟心的关系，人跟社会的关系，还有人跟自然的关系。你看哪一句话有超出过这3个范围的？没有啊，都在讲这个。我们今天这句话恢复本性之自然，那么这个不是在讲我跟心的关系吗？我只要恢复到心性的状态，我就是恢复自然之道，我就可以成道了。那么恢复自然之道，你再来办道，你再来讲述这些圣人的心法，那么这样呢，你才能够打动人心，你才能够感动别人，你才能够度化别人。你讲的话才是真正的有力量那一份力量呢，来自于慈悲，来自于平等真诚。这个真的是仁者无敌啊！仁者可以度化所有的众生啊。那我们不是仁者，那你还不能够说你把道修好了，道没有修好，道没有修好，你怎么办道呢？即使在点道的会场，你在打毛巾，你在挂号写表文，你在讲三宝，可是呢，你都没有用清净平等、用真诚慈悲的态度来流露你的心性，来对待这些人事物的变化，那么你的心，你所做的这些行为，怎么可能会有功德呢？
啊，我们说见性是公，啊，平等是德，那这是六祖坛经里面所讲的话。见性是什么？见性就是你是不是流露出清净平等，流露出那个真诚慈悲啊。那么我们现在讲，现在即使是要修清净平等，都很不容易。啊，清净平等是功德，没有错。但是呢，现代的人心啊，要修到这样子，已经不容易了。所以透过这个磕头，透过念经，透过祈祷，透过这种静坐，这个都只是这个我们说不是究竟之道啊，中圣之法。那真正的大圣之法呢，就是指出你的心性，你直接从心性上下功夫。那心性上怎么下功夫呢？就是儒家讲的，你在家做儿子，你就好好的尽孝道；做父母，你就尽慈道；做兄弟就做行悌道；做夫妻，哦，你有这个夫妇之道；做朋友，你有诚信之道；做君臣，哦，你有这个仁义之道。这个就是从心性上下功夫啊！你要反省你自己做到了没有，在每一个环节，你是不是做到100%？心性是圆满的，所以做出来的一定都是100%。你说我没有办法，我只能够做到80%，那不行。你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啊，你就不能够回归本来的面目。哦，你就不能够恢复本性之自然啊。自然的状态你还没有完全达到，只有100%，所以圣人是100%，佛是100%。哦，这些这个大罗金仙啊，他们那个是100%。那么我们现在不是100%，所以呢，要修道。哦，要修道。以这个觉悟为师，以这个清净为师，平等为师。从这个觉悟之中啊，来了解到我们的起心动念都是要圆满我们的自信啊，所以我们在于各种的起心动念上啊，都不能够有一丝一毫的偏差。那是真正的战战兢兢啊。临渊履薄，这样子在走这个修道这条路啊。哦，他这里讲半道不修道，终日欲界愤。终日就是每天呢，在这个欲界，在这个欲望的这个范围里面呢，他在那里生气，哦，他在那里起心动念，在那里贪嗔痴慢啊。哦，欲界就是我们的红尘世界，红尘世界就是因为人有各种的起心动念，才会产生各种的欲望。那这种欲望呢，让自己呢堕落这个无底的深渊呢，让自己不知道怎么样回归到这种本性的自然，回归到清净的状态。那所以终日欲界愤呢。哦，我们今天一碰到各种天灾地变，我们看到人民就是谩骂，哦，就是呢这个要求，就是指责，啊，说别人怎么样，政府怎么样，国家怎么样，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哪一个人真正的想到？这些天灾地变是我造成的，我自己要这个反躬自省啊！我今天做不好，所以我今天受到这种天灾地变的惩罚。哦，天灾地变不但惩罚我，还惩罚了
跟我住在一起的这些众生，我是个罪人，唯一要担罪的人就是我。那么我们今天修道人，看到这些天灾地变，看到这些受苦难的众生，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挽化这种结束。那么可见呢，我们修道人也修道不得力，修道没有功夫啊。我们说要发光发亮啊，你发亮的程度只是照应到你这一家，那不行啊。你要照庇到整个社会、整个国家，那么你修道才算得力啊。你修道自己成就，那有什么意义呢？是众生都跟我们是一体了，那么你独自回天，那众生在这里六道轮回，你回去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为什么白水老人他的愿是无始无终的愿？这个无始无终的愿，那就是体悟到这个道理：众生跟我是一体的。众生不回天，我也不回天。那么我现在呢，可以超越六道，我当然要帮助众生来超越六道。那所以要修道，要办道。我们现在讲的办道，是要从你修道的功夫上来办。修道没有功夫啊，你没有办法办道。那么我的妄想这么多，我的分别这么严重，我们的执着这么样的固执，我怎么样改变自己呢？说到这个修道啊，虽然说我们在人情世故上修，但是境界现前的时候啊，我们常常呢会被这些境界所转。我们的心没有到达那个功夫，所以呢心被境界转，这个是呢众生常有的现象。我们的这个修学之人啊，常常也会这样子，所以我们会让自己从这个戒的功夫来下手。我们这个道场每天都要行佛规礼节，像跟仙佛上香磕头，那其实呢，这就是一种戒的功夫。透过这个磕头献香的仪式啊，让自己回归心性，让自己呢，得到一份的这个清净安宁。在那刹那之间见到自己的本性啊，那这样呢就有达到作用。当然你可以给自己下更多的功夫。你虽然没有办法在这个境界现前的时候就流露出心性了，但是呢，你给自己戒律，给自己下功夫。虽然那不是究竟之法，但是呢，透过这种戒律，你就能够在里面入定，你就会生智慧。那我记得以前我们在伙食团的时候，那么这个伙食团是学生的修道团体，那学生总是很天真嘛，那学生总是有各种招数学生都只能够说呢，这个一样画葫芦了，那不算在修道，就是一股冲劲。但是那个时候呢，扎下的这个基础可以为后来的这个修行奠定这种很深的这种道力。那我以前呢是用这种拖地、扫地，每天去佛堂拖地扫地，用这个功夫来让自己得定，用这个戒律来让自己进入一种这种修心的状态。
所以当这样在扫地、在拖地的时候啊，看到这个地面啊，因为你的这个扫、你的拖，所以变成干净了。哦，你这个庄严佛堂啊，让佛堂变得清净啊，让众生呢来到佛堂身心心生喜悦，那这个就是一种很好的一种功行。那我就每天这样做。有时候呢，这个太累了不想去做，那一天呢就睡不着觉。你一定要呢去佛堂，把这个地扫干净，你才可以算是今天做了功夫。所以啊，这样每天要求自己。刚开始并没有那么勤奋，那因为做久了，大家就会来要求你，都会来问你，你今天有没有去扫佛堂？你昨天怎么没有来扫佛堂？都会来这样来问，这样问久了，变成自己也不好意思，不得不去扫佛堂，那就是形成一种良好的互动，所以就要求自己一定要天天去扫佛堂。结果这个功夫啊，一坚持下去，坚持了11年，每天去做。这个11年，我们说10年见功夫啊，这11年总会有一点功夫吧？是的，我觉得我在那个修持里面啊，得到了很好的定功。我的一些心神啊，也在那里发挥了一些作用。也就是说，在当时的修行啊，进入一点道体啊，得到一点智慧啊。我想呢，可能是因为那个功夫啊，坚持了这个11年的功夫的时间啊，才让我自己有这样的体会。那所以在学生的时候啊，学生看了那个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传，那每一位弟子10大弟子之中啊，都有什么第一吗？舍利佛智慧第一啊，目犍连神通第一啊，大迦叶苦行第一啊，等等这些第一啊。那我当时啊是非常向往大迦叶这种苦行第一的。那所以学生们就会这样互相的这种期许啊，就把你封个什么第一的，就这样叫。比如说你很会讲道，就叫你讲道第一，很会渡人第一，很会煮菜的，很会煮饭的，煮菜第一，很会礼节的礼节第一。学生就这样叫啊，叫来叫去的，大家也觉得很有趣。大家被叫第一的，在那个方面呢，他也会特别用心。那我就想说，我什么也不会啊，什么也不行啊，讲道渡人都不行啊，那他们呢，同学之间会怎么叫我呢？我能够。大家早安。今天讲到道之宗旨第16句经文，启发良知良能之至善。那我们说启发，启就是开启，发呢就是发露。那么开启跟发露，良知良能，那可见呢，人的良知良能并没有随时开启，并没有发露。那他需要有人，有师父，来指导，把人的这个良知良能啊，让他开启，让他发露起来。那我们上次讲到恢复本性之自然，本性的自然，那就是至善之道。我们说止于至善，那止于至善呢，就是知命立命，
知数超数，我们有立下这种弘誓的大愿，立下呢这个超越的觉志，我们想要呢回归本来的面目，我们要达到至善。那么人的至善呢，是没有善恶的，是全然纯善的，全然纯善，所以呢就没有善恶可分别，那也没有所谓的迷或者是悟，也没有所谓的染或者是净。所以至善呢是纯然圆满的这种心善。那我们要讲，那良知良能呢？良知良能，在孟子的解释，他是这么讲：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良知也。他说人不必学就能够做的，那么就是良能。那么他不用经过思考就可以知道的，这个呢就是良知。那这两句话呢，把它简单的解释起来，我们说的良知良能，良知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道，良能就是德。道跟德把它合起来，那就是良知良能。那道跟德要付诸实践才可以看得到，所以呢，这个良知就是道，良能就是德，把这个德呢，显现出来，把它开启出来，发露出来，实践出来，那么人家呢就可以看到你的德，就可以呢知道你的这个良能，所以这是良知良能。那所以呢，仁义礼智根于心仁义礼智信这五常之德都是根于我们的这个性德，所以这个呢是不学不虑就能够有的，所以不虑而知是良知。那么我们本来就知道。这个不用去思考，不假思索，不需要学习，这个是良知。所以仁义礼智信，它所统贯的这些德目，它所包括了这个各项的这种道德行为这个都不需要思考，不需要去学习，人的性德自然就可以流露出来。那么了解这样的道理，我们把这个性德落实在生活之中，落实在世故人情里面，待人处事里面，那么呢，这个也不需要透过学习，你就能够知道了，你就能够做了。所以我们如果说用简单的这个比喻来讲，我们今天讲孝道，那孝道呢是不需要学习的。所以孝道是一个人从小在家里面看到父母亲，他对长辈所做的一切，然后呢耳濡目染，来教化了这些子弟。子弟呢在这个敬教的过程当中那他就知道，他就自然也会流露那个孝道的性德。所以呢，他在家庭之中对父母就会讲孝道，做孝道；对长辈呢也会恭敬，对同辈呢也会懂得谦虚。那到了这个社会，孝的德性衍生出来，那他都会忠于领导人，这个忠于他的公司、他的团队。那他会对朋友
讲信用，讲诚实，讲谦虚。那这些德性呢，其实都是一个道理，那就是信德，那就是良知所以这个良知呢，在不用这个思考、不用学习的状态之下，它可以自然而然的。所以这个叫做本自具足，本自圆满，本无动摇那本自具足的性德，透过我们后天的环境把它表现出来。那所以我们会发觉到说，现代的这个人心就差在这个表现出来这个动作。那么那为什么不能够表现出来呢？这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人把它启发。因为呢，它本质具有的那一份良知被环境、被整个世间的污染给掩盖住了。那没有人启发的自信那他的这个行为，那就跟这个动物没有两样。我们人称为万物之灵灵是临在人的那一份智慧，人的那一份道德。那人如果说没有智慧道德，那么行为不就像动物一样吗？所以为什么当时孟子他批评杨朱莫敌这种无父无君的这样的一个思想是将人民推到这种动物的国度里面。那所以他要极力提倡这种良知良能。所以良知良能的提出呢，在孟子这个时代就已经有这个口号了。那么良能，我们要知道，一定是透过良知所发露出来的。透过良知所发露出来的那个就是这个道德的原貌。那么如果说没有透过良知所发露出来这些行为，那它不能够叫做良能。那可能是人的习性、人的秉性所做出来的这些动作那么在至善里面呢，在我们的性德里面呢，没有这些动作，没有这些负面的行为，也没有这些的这个污染的这种文字自信是充满祥和，充满至善，充满了一切和平的。所以照理讲，人所生存的这个环境应该也是这样一片祥和的，充满的人世间的爱，充满大家的这个情谊但是呢，现在不是这样子，那可见呢，我们的良知已经被掩盖住很久很久了，以至于良能无法流程。那良能没有办法流程，整个世间呢就按照习性来做事。所以为什么说性相近，习相远？那么习性呢，会导致人越来越坚固执着，把这个良知良能的这个性德把它完全的丢诸脑后。真主人不当家了，所以呢，这些五欲六尘当家。五欲六尘就成了我们现代人所说的习性。那每个人习性浅深不一样，所以他所做出来的言行就有或大或小的影响。那这个影响呢，对于性德而言都不是正面的。那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世间会有这么多的问题？
人心混乱，世界混乱，我们整个人心呐、惶惶不安呐。最近听说台湾地区又有2个台风要来侵袭。那经过了88水灾之后的这个台湾民心呐，已经是成了惊弓之鸟。不管是受灾户，或者是说政府，或者是说人民，对于这个台风啊，已经呢，真的像噤若寒蝉一样。不希望呢有这个水灾再次产生，但是又来了2个台风，后续的发展怎么样？我们呢也很惊慌啊。要祈求这些天灾不要降临，不要呢这个影响到我们的生命财产。那么人必须修德来应天。修德应天，那么在整个人心的这种启发，良知良能的启发，那就是天心的感应了。这种天心的感应呢，那么老天他就不会降灾降难给我们。所以降灾降难不是老天给我们，我们要知道这一切呢都是自己形成的。那自己的内心那一份的这种染着，那一份的不善，那一份的邪恶，所以引来这些天灾地变。所以你看古时候这个皇帝，如果说做得不好，有什么事情呢？做得违背人心呢？那么他如果还想整治治理这个国家，那老天会给他机会。那他们这个祖德啊，如果还在的话，老天会警告他，叫他呢修身立德，保持呢这个主业啊，就是国家的这种命脉啊，能够继续维持下去。所以你看周朝，周幽王这个时代，周幽王是个暴君。那么周幽王统治整个天下，统治的呢这个民不聊生啊，所以上天给他警告，在这个周朝的发源地有个叫稷山这个地方，发生了山崩。那这个他们的发源地，这座山呢竟然发生山崩啊！那对于周朝的人，这个是相当的恐慌的。主地不保了，主地发生危难了，那么可见呢，他的子孙呢，必然是做了违背上天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违背上天的旨意啊。所以当时人家要赶快告诉周幽王，希望他能够赶快忏悔，斋戒沐浴，来祭祀上天来求上天呢降罪给自己，降罪给这些文武百官那也要皇帝带头做起希望老天不要降更大的灾难在人民的身上。那这个是古时候有德的这个君王他会这么做。那么我们知道周幽王他既然是个暴君，他对于这些话呢怎么会听得进去呢？所以后来周朝呢经过他之后呢已经是元气大伤了。那可以知道每一次的灾劫都是一种上天的警告。那么在唐朝，就在唐太宗的时代，那可以说是唐朝最鼎盛的时期而且呢刚开国不久。那么唐太宗的末年这个宠信武则天
那当时呢，这个现象呢，老天也跟他警告。一条青蛇飞到了这个宫廷呢，盘绕在那个梁上3天3夜都不去啊。那么这个天文官呢，就赶快去占卜啊，到底发生什么事啊？然后呢，就说明了会有这个女祸，为女人作乱，皇帝呢要赶快斋戒沐浴，扬其这个天福啊，希望呢能够得到上天的谅解。那当然，当时的唐太宗有听进去。唐太宗呢，还算是一个贤君啊，在我们历史上呢，也是相当出名的一个皇帝。那当时他就把这个武则天，把他发配到这个庙里面当尼姑，不要让他留在宫廷。但是武则天的力量毕竟已经隐藏的形成了，在这个唐氏的这个子弟当中啊，那他也应用了他的这个手腕，运用他的人脉后来呢，在唐高宗之后呢，他还是呢占据了唐朝的这种基业。那所以在历史学家里面，把武则天称帝的这一段历史啊，他还是把它归到唐朝里面去。虽然武则天改国号为周，但是呢，历史学家并没有承认这个周这个朝代，所以唐朝历史武则天也算是一个皇帝。那这也可能是皇帝，也可能是整个唐朝它的一个那个国运。那所以可见呢，我们人在每一个这个生活的时空之中啊，那一份道德的呈现那才是可以长治久安的依据。你看一个国家是这样子，一个家庭也是这样子，一个人也是这样子。当人有什么错误啊，那么老天会用各种方法来警示你。那当你呢这个做的不如法的时候，那么老天呢还会用各种的人情世故来点醒你。如果呢你不是毁道败德的人那么老天呢都会让你有这个反省的机会，改过的机会。那我要说一个我个人的故事。那我这个故事呢，当然是发生在我的身上。我们家在我大概30岁的那一年，我们家的这个家族决定呢把祖产卖掉。那因为祖产呢就是一大片田地已经变更为这种建筑用地。那后代的子孙呢也都没有人在种田了，所以趁那个变更为建筑用地的时候，把它脱手那正是最好的时机所以就把祖产卖掉了。那每一户呢，人家呢都有分到一笔祖产。那分到我们这一家我爸爸是最大的。那我爸爸他有7个兄弟，所以每一户呢大概都有大概1000万的祖产。那分到我们这一家之后呢，我们家又有3个小孩子，有4个小孩子，1个是女的，女的不分家产，所以呢这1000万呢就由我们3个这个兄弟把它平分掉。
那当时呢，我母亲呢，她也不懂。那她呢，是一个不识字的农人啊，家乡的妇女，她也不懂事啊，也不晓得怎么样处理。那所以她就赶快呢，把这笔财产分给我们3个兄弟。那3个兄弟，我大哥他不要财产，他要房子，所以呢，我母亲就把这种祖先分配给他的这个祖地跟这个房子啊，过继到他的名下。那我个人呢，分到300万，我弟弟也分到300万，那剩余的钱呢，就留给我妈妈。那这个女儿已经嫁出去了，但是女儿，我听说好像也是有分到50万。那后来呢，分到钱的这些兄弟啊、姐妹啊，下场都很凄惨。所以我真正的体验到这个“祖产是毒”这句话。为什么祖产是毒呢？因为人看到眼前的利益，没有一个不贪的。你看“贪”这个字，它本身的写法，金贝，金就是现钱啊，贝就是钱嘛，现钱的利益，所以就成了贪了。现钱的利益哪有人不贪的？那我当时当兵回来，突然有这笔钱，那我也没有智慧，当时呢还没有受过社会的洗礼，所以呢也呢尽量的挥霍，也被朋友呢拖去啊，要投资什么，投资那个，投资那个。当然不久之间呢，这笔钱就挥霍殆尽了。那我又不敢跟家人讲。那道场呢，虽然当时在道场，我有意愿跟这个道场一起买佛堂。那时候典团是没有答应，他说呢，那个是我的祖产，我们不敢动，所以呢就放任我自己去处理。那我当时没有人生的经验，刚退完伍的一个小伙子，拿了这笔钱可以干什么？当然就是尽量挥霍。虽然一度有去买房子，可是呢没有余力缴款，所以后来呢这笔钱呢就在不知不觉之中投资被骗了，然后呢这个为了准备考试，准备了好几年也都没有得志，所以呢这笔钱就这样消耗光了。那怎么办呢？这件事情只是造成我的堕落，造成我的一个内心的创伤啊。因为投资是被朋友骗的，那个投资没有成功，后来也不了了之，也被朋友借了一笔钱，也在归还上也发生问题，跟朋友就撕破脸。那么整个运势啊，就整个人生的前途就这样荡落下来，郁郁不得志啊。考试考不上，要去找工作，你年纪已经太大了。挥霍到35岁以后，你要再找工作，那更是难上加难。那所以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子。所以这个赌啊，影响很深了。
影响很深啊，让我对于这件事情啊，实在是耿耿于怀。那后来呢，还好，就是我后来结婚啊，来到云林结婚之后，娶妻生子，能够呢跟太太一起努力啊，买到一个房子，总算可以安身立命了。那么算是对于祖先呐，做个勉强的交代。现在回想起来，那也是20年前的事情了。年少轻狂，不懂的事情，那么也没有这个良朋益友，尽是一些狐群狗党来诱惑你。那这个道场的这些前辈啊，也这样放任不管，所以呢，造成今天也没有一个基础，尤其在经济的生活上啊，一直都是呢处于非常穷困的状态。现在即使创办了春秋学会，创办这个春秋学会啊，可以说惨淡经营。有多少钱都做多少事情，那可以说呢，都是举债度日。我们的书都是欠钱来印的。真正的要累积到有一个印书的量啊，那是相当困难。那所以我知道我个人的福报很差。那不但福报差呢，我自己呢，这个身体也不好。这一段期间呐，尤其是最近5年之内啊，身体受着各种病痛的折磨。不是那里痛就是那里酸，不是那里怎样就是这里怎样。每天晚上啊都是这样子，在痛苦之中，赶快呢能够一睡了之啊！只要能够睡得着觉啊，那隔天起来就会好一点。那到了隔天的晚上啊，又开始发作，持续每天都这样子。那我自己在讲课，我自己讲给自己听，我当然也要有点觉悟了。那这个觉悟呢，就是说我自己所累积下来这些因果，到现在呢，他们也一定要来讨报，用尽各种方法要来跟你要。那么你必须还他们。你如果不还他们呢，那么你只有增加自己的痛苦，增加自己的那一份难受。所以这个身体啊，我就放任它了。那放任它也不是说不去治疗而是因为治疗啊，去检查都没有病。那检查没有病就不晓得怎么治疗啊。所以西医呢也不晓得要开什么药，只能够开消炎止痛药。那消炎止痛药你吃了这个药有什么用呢？你没有用，干脆就不要吃了。买了很多健康食品，到现在呢没有一项有效的，甚至不惜呢花大钱买那个电视在广告的这些产品，没有一项见效的。所以我就知道说，不要呢去想说要去吃什么能够治好你的病，因为呢这个是冤亲债主所惹下来的病，这是你欠人家的病。各位还记得我们讲过病？在戒假修真里面呢，我们讲过有生理的病，有心理的病，有性理的病。那么这3样病呢，它是在各种状况之中发生的。
那么我们说因果的病，也是在这里面。因为呢，因果它一定是趁着你最弱的时候，来跟你现钱讨报。那么最弱的时候是在心理，还是在性理，还是在生理呢？那其实都有。所以说，我们说冤亲债主的病，我们并没有另外讲冤亲债主引发的病，那是因为冤亲债主就是看到你身体最弱，你的这个运势最弱的时候，来跟你讨报。哦，他让你的人没有办法彰显，让你的性没有办法彰显，那你就会跟人家起冲突，你就会在这个大环境里面呢产生障碍，产生烦恼。哦，那你就会得病。那么面对冤亲债主所障碍得来的病，应该怎么样解决呢？那只有这个忏悔啊，只有沟通啊。哦，你认错，你不断的要去认错，知道自己呢累劫累世所留下来的这些因果实在是太深重了。我们不晓得哪一世曾经杀过人、害过人、哦偷过人、骂过人。那么这些因果累积到这一世，然后你现在想要修道了，你现在想要学好了，那正是机会啊！哦，正是冤亲债主来跟你讨报的时候啊。他不趁现在讨，他什么时候讨？当你在为非作歹的时候，他也没有办法讨，因为你根本没有功德给，你根本没有功德啊，他怎么讨？哦，那你有办法为非作歹，那还没有受到世间人的惩罚，那表示你的这个福气啊正盛了，你的福报还没有消完呢，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来讨报。哦，你福气消完了，哦，你想要学好了，那这个时候呢，冤亲债主就来了。那他们来是不管3721啊，哦，管你现在怎么样，你现在呢可以让我逮到机会了，你就要想办法还我。哦，所以像是我们讲过清明节扫墓的故事，那就是这样子。哦，你让我逮到机会了，你就要想办法还我，这是你欠我的，所以没有错，这个就是我欠他的，我必须去还。那我要还，我也要有能力还。那没有能力还没关系，他就待在那里，他就让你痛苦，让你的前途不顺，哦，让你的身体呢，这个感觉到不如意，那里酸那里痛，那里堵那里胀，让你感觉到不舒服。哦，有时候痛苦到呢，觉得说呢，如果能够早一天往生，也不晓得该多好。哦，像我妹妹这样子，睡走了，年纪轻轻就这样走了。我当时呢，跟我太太讲了，我也是希望这样子。哦，睡这样走了，其实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哦，避免这种脱模，避免这种苦难呢。但是现在想起来，这是完全错误的想法。因为我的业还没有了，我的愿还没有了，这些业、这些愿还没有了之前你就走了，那么你还要承受一次的业，还要再去了一次的愿，你还得再轮回啊！啊，我怎么会有这种念头呢？我不想再轮回了，净搞这些六道轮回的事情呢，那我是愚痴啊！我在这里讲经说法，我著书立说来劝导世人，结果呢，我自己没有办法改，那我到底在修什么？你根本就没有修嘛！
所以人家会不信你的。哦，你讲的话没有力量，因为不是你亲证的，你只是表面功夫啊。哦，你讲的这些都是记问之学，记问之学啊，不足以为人师啊。那所以我讲，透过这种 DVD 来讲课，那这个呢，也是因应道场的整个环境，因为像我这样的人，哦，在道场也没有名声，也没有呢这种道场的地位，那呢好像过街的老鼠，走到哪里人家排挤到哪里，哦，走到哪里人家障碍你到哪里，你根本没有机会来表达你自己，你的这个修行的这样的一个经验。那所以啊，后来我知道说这一切都是我欠下来的，所以我必须呢努力去还。哦，只有努力去还，那呢才能够把这个业了干净啊。那怎么努力去还呢？那就是启发良知、良能之至善。我要把我的道德启发起来。哦，那一份至善的本性啊，要把它恢复起来。既然我已经得了道，那么我就应该行道。我应该把道呢，把它落实在生活上。那落实的方法，就是在每一个环节上，每一个这个伦理份上啊，你要下好功夫，秉着一颗这种谦卑的心啊，来学习啊。那所以说，我们上次讲到在伙食团，因为在伙食团有一段扎根的功夫啊，让自己现在呢相当的受用。哦，在这个佛堂扫地拖地，持续了11年的功夫，让我现在呢感觉到的这个修道啊，就必须这样子。哦，一门深入啊，长时熏修，那你才会有成就。那11年也算是一段功夫了啊，所以我现在有那种可以得定的功夫来学习这些圣人的经教，所以这个因缘也可能是在那时候所种下来的。那今天透过这个光碟来在这里跟大家讲课，那可能也都是呢有其因，然后有其果。我现在呢只希望呢能够尽量回馈，哦，在忏悔之中，在实践之中，来将自己的业赶快还清。啊，我欠人家的，我希望能够赶快还清。那你没有机会，要自己找机会。那么我只会著书立说，我只会讲经说法，其他的我什么也不会。你叫我去煮饭，叫我去指挥交通，啊，叫我去这个文书挂号，这个的我都不会。我只会讲经说法，只会呢这个写文章写书。那这个就是我在道场的专责啊，我就必须在这个方面好好做啊。那我本来是台北道场学界，在台北道场呢，就是因为一大堆障碍啊，当然呢，跟刚才讲的那个主产的赌啊、遗害啊，以至于啊，后来没有办法待在台北道场，然后后来来到云林，
到了云林之后呢，也是一大堆障碍在前面，哦，受到了排挤呢，那个力道更大，所以我没有办法在其他道场发挥，我只有呢自己在自己的道场发挥。自己的道场在哪里啊？就是我们现在看得到了，在这个光碟里面，在这个书本里面，这个就是我能够发挥的。那我希望呢，也能够透过自己的这种解说，哦，自己的印证，把圣人的经教啊，把它阐述的更加的淋漓尽致，哦，更加的明白清楚。那所以常常有一些这个年老的这个点纶师，他们已经没有办法这样逐一逐字的这样来看这个文字，所以看到我的书啊，哦这么厚，哦他们就发愁了。我常常建议我说啊，你这个书不要写得这么厚嘛，为什么你的书都这么厚呢？啊，你看一本注解，道之宗旨才23句，你看我就写了这么厚的书，这一本这么厚的书，就注解了那么多。那桃园名圣经、百孝经也是啊，厚厚一大本。一些老的道亲啊，收到这种书啊，摇头感叹呢。他们感叹不是因为赞叹，而是因为这么多啊，不晓得从何去看起啊。那有一些有心的人啊，他会觉得很受用，所以我们的书呢，是对于某一部分的人会得到受用。但是后学这个著书啊，那后学的这个原理原则啊，就是古人所讲的，哦，长经要短注，短经呢要长注。哦，短的经呢，你要写得清楚，写得明白，你要讲得更详细。那如果短经呢，如果长经呢，长经你就要简单的、扼要的把它指出来。哦，那所以呢，在于发挥这个先佛这些圣贤的经教啊，总是以现代的口语、现代的这种观念来解说，希望呢能够把每一句话能够解释更清楚，哦，让听到的人、看到的人，从这句话呢，能够呢跟他的生活、跟他的这个行业，哦，跟他的这种起心动念啊相结合，然后呢，再让这句经文在你的这个260中产生的各种作用。那这个是后学当时那个注解经典、讲述经典的一个用意啊。那所以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讲述啊，能够把自己的那一份职责把它完成。那我们知道这个训文啊，经典那是讲不完的，那所以我们要择要讲。我们道场有在流通的，哦，有在这个讲说的这些经典啊，我们必须呢先把它流通起来。哦，那这个注解经典的人很多啊，所以呢，我们就必须呢，把更真实的智慧、更实在的修正啊，把它表述出来。所以我们上次好像讲到，在火石团洗这个擦佛堂，哦，拖地这个功夫啊，11年。那我们不是讲到说什么第一吗？哦，火石团的学生，大家呢互封啊，哦，你是讲道第一，你是这个渡人第一，哦，主菜第一，
哦，各种第一啊。后来我被人家封了，是什么呢？诚者第一，哦，诚信的诚啊。当我听到同学们封我这样的一个封号啊，哦，我那种感觉从来没有那么高兴过，真的从来没有那么高兴过。哦，人家对我的这个指教啊，对我的这个称述啊，或者是说评语啊，从来没有这句话让我那么高兴过。而且呢，我觉得很切中符合我个人的性啊，我要做一个诚者。那么我对于诚信这两个字啊，是非常的坚持。然后如果各位听到我今天所讲的话，你知道我这个人在某一方面没有诚信，那么你大可以拿了这件事情啊来指责我，来要求我一定要做到诚信啊。所以我立下了决志，在所有的这个德目之中啊，五常之德之中啊，我就是要把信这个道呢守好，把它做好，把这个诚达到一个诚者。那么诚者呢，在中庸里面呢，可以说是最高的典范了。那做到一个诚者呢，那一定是呢，他本身在于良知良能的这种实践上啊，做到了相当的圆满，在于止于至善的功夫上啊，更是发挥的这个圆满无碍的境界。那所以这些经历呀，让后学知道说，其实呢，那都是一种磨练的过程。那这种过程呢，可以激发我们的智慧，激发我们的这种经验，让这些智慧跟经验呢，催发出修道的这个资粮。这个资粮呢，就是我们能够启发良知良能多少，启发越多，那么你就更接近圆满。完全的启发，那就是圣人的境界。你只有达到80分、90分，那个是贤人的境界。那么你达到这个60分呢，那是君子的境界。那我们道场，我们的老前人，我们的这个先佛告诉我们，我们至少呢要修到君子的境界。一个君子，他可以补天地的不足，他是代表天地来教化众生，来流露这些天理良知啊，来启发良知良能的。世间的君子多了，那么每一个人就是守礼，就是呢和睦，就是讲信用，就是呢仁义道德。所以世界呢就祥和了，世界就和平了。所以这和平要从哪里做起呢？从每一个家做起。所以对于夫妻是家庭两个很重要的角色。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啊，所以一个君子一定是要把这个人伦圆满起来。那所以圣人都教我们从家道做起，所以这个古来的圣贤啊，他们示现的样子啊，都是有家庭的。那我们道场有一度时期啊，也有强调清修。道清呢，一辈子以这个立志弘道，推展道务为主要。但是呢，那只是一段时间而已。后来呢，也没有特别的注重大家，强调大家。老前人在世的时候，
他都希望人家呢，在这个家道上，去圆满他。一个人要圆满家道，那就是要从夫妇做起。日月合了才能够明啊。所以师尊师母普降这个大道在人间，这个将男女齐度啊，他的用意呢，也是希望家庭圆满。所以呢，世间一定是要以家为单位，一个人是搞不起来的，一个人是没有办法有作用的，必须要一个家一个家这样的来成全。所以一个家只有一个人修道，那这个人不能算是齐家，不能够算是呢这个和睦的家庭。一定要呢整个家庭里面所有的人都来求道了，都来修道了，那么你这样才有办法叫做启发良知良能，你这样才有办法叫做呢止于至善。那所以很多这个道场所谓清修的人，那他们当然有他们的使命，但是大部分的人还是都走向道降火宅的方式来修行。那这个是比较符合整个时代的趋势，时代的潮流啊，就是要夫妇同修。那我们知道我们的力量太微薄了，一个人呢，面对这个6万年来的这种因果牵缠啊，这种因果报应呢，一个人是没有办法面对的，你必须用一个家的力量来支撑你。我们说依众靠众，现在的众呢是在家，道是在家，所以呢家有道了，那么家人就能够有德性的流露。这个夫妻和谐了，父子讲慈讲孝，那么兄弟呢讲友爱讲悌道，那这样呢，所有的家都和谐了，这个社会就和谐了，这个世界就和平了。所以你看联合国，他讲了世界和平，提倡世界和平已经30多年了，甚至呢，他还在很多的大专院校，世界的各国知名的这个学府啊，开创这个世界和平的科系，希望呢这些学子、这些学者专家，能够研究出一套真正的推动世界和平的原理原则啊。但是我们看看，已经30多年了，每年开会，每年呢做这些世界和平的活动，结果到现在呢还没有看到世界和平的曙光，反而呢世界呢好像越来越乱，社会呢越来越混乱了，人心越来越不平了。那么这些学者专家也没有办法去解决，好像说呢，这个谈的跟做的跟实际的完全不一样。那所以学者专家，我们只能够说，他们学佛学、学道学、学儒学、学这些五教之学，他们是一个学者专家，他们没有办法把这种生命的学问落实在生活之中啊。那这样呢，只是唱高调而已，只是呢书本的文章啊，没有办法救世。所以我们要把这种学啊，把它转过来，道学把它变成学道，儒学把它变成学儒，
佛学把它变成学佛，那才是真正的有智慧、有道德。所以我们讲启发良知、良能之至善，无一不是从圣贤的教化里面去得到这个智慧。你把佛的这种道理啊，把它实践出来，把儒家的道理、把道家的道理、把武教的这些道理经教，把它实践出来，这是真正的修行。所以现在的很多这个修道的前辈啊，都希望透过学者专家的肯定，肯定我们这个道，肯定我们这个修道的团体，把这个道呢提高到学术的领域，借着学术的领域来弘扬这个道。后学听到了这样的一个做法，也是觉得不置可否。这个道啊，是要透过人的修，你才会再圆满。那么学道呢，是比修道呢还要更低一级啊。学道只是初步啊。现在呢，你要把修道人、修道的这个境界啊，降到学者专家的境界，这明明是下降嘛，怎么会说是提升到这个学者专家的境界？提升到学术的领域，这个是完全错误的想法。后学很不以为然。一个修道人，他的修道的这样的一个体悟跟认知啊，必须由一个学者专家来认可，这不是颠倒了吗？本末倒置啊！那所以现在的学院，不管是宗教开的学院也好，基督教开的学院，都是走西洋的教法。一个小时一堂课，每堂课都不一样。然后看你要学什么，你自己在那一堂课呢，好好自己去钻研。这样教出来的学子啊，没有一个人可以成功的。那我们成功的定义呢，不是看到他的论文，不是看到他的毕业证书啊，而是看到他到底有没有成圣成贤啊。或者是说，你起码也要成为一个君子啊。我们看的是这个，世间多一个君子啊，世间就多一份的光明。我们不希望看到世间太多的学者专家，每一个人都是专家，每一个人都是博士，那博士跟博士不合，博士跟博士对立啊，专家跟专家呢都各有意见了，这个世界呢又变成一个争吵的世间。道场变成一个争吵的道场，那怎么会对呢？这是舍本逐末的做法。那真正要做的是什么？就是像古时候一样，私塾的教育，一个老师带一些学子，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只有透过这样呢，你才能够教好一个人，教好他成为君子，教好他成为这个圣贤，成为仙佛菩萨。这个老师呢，一定是道高德重，他所教的学问呢，一定是呢，这个经世济问经济之学啊，就是治理国家、治理人民。能够呢调整心性这样的一个学问啊，这样才是叫做启发良知、良能之至善。那我们现在道场已经没有这个制度了，现在道场也要办学院，也希望呢把道呢提升到学术的领域。那么透过这些学者专家的研究啊，
把道把它搞到这个象牙塔里面，越钻越精研，哦，越精细，哦，这个就是他们挥养道的方法，完全是错误。后学是认为这个是岌岌不可为，但是整个力量的在流行，你没有办法挡。哦，老前人当时非常反对我们的道去立案。哦，道一立案了，道一泯了就没有了，就没有道了。哦，积极反对啊！可是积极反对又有什么用呢？整个那种下面的声音啊，都希望去立案。哦，都希望呢有一个名目。所以老前人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有办法反对啊。这个是潮流趋势啊。那结果道立案了，道立案了之后呢，当然我们看到另外一层蓬勃的景象啊。但是这层蓬勃的景象啊，大家早安。今天继续讲启发良知良能之至善。那台湾最近呢，本来说有2个台风要来侵袭，每一个人都是人心惶惶，戒慎恐惧，所以很多人都忙着迁村，尤其是南部山区的民众啊，因为88水灾。莫拉克台风啊，这个创伤太严重了，哦，所以大家呢，真的是惶惶如惊弓之鸟，尤其是这些政府官员。那没想到这一次的台风，对于中南部并没有造成什么灾情，所以那些被迁村的民众啊。哦，当然就偷偷的跑回去了，哦，不愿意接受政府的指导。那可能是气象局错估了形势，所以居民呢也不愿意配合。那因为错估形势的关系啊，结果这一次比较有灾难的，竟然是到了宜兰市，宜兰县。那宜兰县很多乡镇啊，它的下雨量都破千了，也很多土石流跟这个洪水，造成家园的损失啊。那所以说，这一次的巴马台风，那真的是跌破专家的眼镜，然后一下子往那边走，一下子往这边走。那照理讲，它应该是从台湾的南走到北，没想到在南呢，南部这个地区啊，它就急起直下，一直往南走，又回奔到菲律宾去了。那真的是所谓风雨无情啊。那风雨呢，到底什么时候要来，什么时候会来？那要造成什么样的灾难，人都没有办法掌握。那这个是天的意思，可是我们说天的意思，那天到底在哪里呢？天到底是什么呢？这个也没有人可以掌握得清楚。甚至讲得明白。那么说清楚、说明白，其实呢，天就是我们的心。我们还记得以前在国中的课本常常听到的“天听自我明听，天视自我明视”。那所以老天
他所听到的，他所看到的，就是众生的心所表现出来的样子。所以我们先前讲过，天灾地变的产生啊，完全是人的心现事变所造成的。那心心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境界？那它的这个事啊，所谓意念啊，就会变化什么样的境界？所以完全是心现事变。那整个众生所营造出来的这个环境啊，那就是每一个人的心念所造成的。那所以说，这个叫做共业啊。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在讲，昨天还看到这个新闻，有人专门在论世界灾难可能快要到来了。据说呢，这个玛雅文化，在我们知道在南美洲有一个玛雅文化，玛雅的文明，那他们的科学技术啊，相当的高。在他们的天文学的记载里面呢，他们把人类的年代记录到2012年，那以后就没有再记载了。所以是不是在他们的文明，或者是说在他们的这种预测、科学家的认知当中啊，人类的文明到了2012年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变动。那这个变动呢，可能导致人类有灭绝的危机啊。然后呢，在美国的这个专家，他们做出一个科学的预测。这个预测呢，是把这个年代啊说成是2025年。那2012年到2025年之中差13年，其实也很接近。那如果说2012年产生天灾地变了，那是不是到了2025年，那整个世间，或者是说整个人类，会收束殆尽呢？这个是科学的一种数据。那他认为呢，现在气候越来越温暖，那么南北极的冰融化，这个融化的水啊，沉入到河里，那么流到大海。这些河水啊是淡水。淡水流到海里面，海里就那个咸分啊就被冲淡了。那这个海水，它本身有调节气候的作用。你看我们的世界的地图，世界的地理就会讲到，大西洋有大西洋的暖流，有墨西哥的暖流。那么太平洋有太平洋的寒流，都不断的在流动。那么暖流、寒流这样的一个流动啊，产生世界的一个平衡，这种气候的平衡。你看海占我们地球70%，所以它的流动啊，它的变化，势必产生我们整个地球很
很大的一个巨变了。但是呢，平常呢，大家这样这个暖流啊、寒流这样互相交汇啊，就形成一种平衡的状态，所以呢，可以相安无事。那现在呢，这个淡水大量的流到了海里面，就造成海的这种密度啊，就降低了。哦，海水比淡水比较重，所以我们说密度。那比较重呢，它是比较有力量，也就是说它在海流在动的时候啊，它那个力道比较大。那现在呢，都是淡水，哦，占了大部分的一个比例。结果呢，淡水比较轻，所以它的那个轻的程度啊，所带动的流动的状态啊，就比较没有力道，就比较不会流动。那比较不会流动呢，就产生一个现象了。那也就是说，有暖流的地方，那可能呢，它气候就比较温暖；有寒流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就特别的寒冷。那所以他预测啊，像伦敦、哦英国这样的国家，那它可能会变成沙漠化，会变成那个冰原化。哦，冰原化就是整个都是结冰的一个国土，哦，像现在的西伯利亚一样，哦，结冰的状态。我们说北大荒啊，那韩国，这个美国南部的很多州啊，都会沙漠化，哦，寸草不生啊，对吧？因为寒流没有来了，所以越来越热。所以冷的地方特别冷，热的地方特别热，就产生的这种极化的现象。那么现在的这个东南亚，哦，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这些国家，很可能会面临海水淹没的现象。那当然，台湾也逃不掉。那这个中国大陆的东南沿海也会淹没大部分的城市，所以真的到那个时候呢，可能世界呢已经变得混乱不堪了。哦，因为呢我们土地不能利用了，那土地不能利用就产生粮食不足的问题。那人需要粮食，动物也需要粮食。那时候呢，人已经不会管动物了，所以动物呢，可能一一会被灭绝。那人呢，只好呢，跟有粮食的人去抢。哦，去攻去打，哦，直接呢就把它抢过来，所以造成了世界大乱，造成了整个国与国之间战乱不已啊。哦，像这些强国，他们没有粮食了，他当然就要向邻近的国家去伸手啊。那伸手也没有钱啊。所以当然用抢的啊，因为他力量比较大，所以小国输了。小国输了，那没办法，小国的人民就会不断的抗争，哦，愤怒，哦，怨恨。那这个种族的对峙啊，就越来越严重。那到后来呢，连大国也没有粮食吃了。那就是人吃人了啊！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发生人吃人的状态啊，那这个是已经是兵荒马乱了，
已经是饥不择食了，所以会发生人吃人。那现在呢？科学家的预言，到了2025年，整个世界有可能会发生这个样子。那科学家呢，是不是危言耸听呢？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证实。总之，他们有他们的理论依据。但是我们现在呢，最重要的就是要来想，难道都没有解决的办法吗？人真的要一天等过一天，一年等过一年，在那边等死吗？那么我们做人，在这个世间上，它的意义、它的价值又在哪里呢？那所以说，如果说这些天灾地变是人心所产生的，那么自然也可以从人心来把它改正它。我们让这种危机啊，这种天灾地变的混乱啊，它不要发生，或者是说延迟发生。那科学家呢，提出这些数据，当然他们也有在想办法，如何阻止人类的毁灭。但是呢，科学家他们并没有学道，并没有学佛，他不晓得这种道理。什么叫心现事变呢？什么叫天听自我明听，天视自我明视啊？他们完全不了解。那现在了解的人是谁呢？了解的人只有靠这个修行人。我们讲修行人啊，我们不讲宗教人士，毕竟宗教人士啊，他的认知啊还是有限。那如果没有说真正把这种圣贤的教诲落实在生活上，落实在自己身心上，落实在整个天地万物上，那么他不能够叫做修行人，他只是披着宗教的样子，他没有办法来改变人心，甚至他也改变不了自己。所以宗教人士呢，现在其实也不可靠。那我们需要的人是修行人。所以因着今天的经文，启发良知良能之至善，我们需要真正的修行人。这个时代不能够没有圣贤，不能够没有这些佛菩萨，我们需要这些人来呼吁，来力挽狂澜，来阻止这个世界灾难的产生啊。那真正修行人的力量，那是非常的大的。如果我们想一想五教的圣人，孔子、佛陀、耶稣基督、穆罕默德、老子等等呢，他们那个力量啊，真的是无远弗届。你看他们离我们已经那么久了，最少也有2000年了。但是呢，他们的影响力到现在还在。他的这个信徒啊，能够遵守他的教法，继续的来掌握住整个做人的本分啊。那我们知道，
我们这个地区如果有一个阿罗汉以上，这个地区呢就没有天灾地变。什么极化的问题、沙漠化、边缘化这些呢，当然就没有。如果有一个君子住持在这个地区啊，那这个地区呢就会进入小康的治世，从小康呢进入到大同的一个治世。如果人人都是君子，那么它影响的范围呢就会扩及到整个社会、整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所以空老夫子讲大同，大同就是要帮助每一个人成就世界和平，成就呢国泰民安、风调雨顺这样的一个日子。所以我们说尧天顺日这样的一个环境啊，是人类最需要的环境，最适合人类的环境。那尤其是现代的人，更是呢引颈期盼的一种期待啊。但是说期待啊，其实大部分的人都还不知道，人真的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真的可以拥有这样的生活。人不知道，而且大部分的人不知道。你看我们这次台风，那台风呢来了，叫他撤走，有的人不愿意走。那这个财产、生命受损失了，就在那里大骂大叫，要求人给他公平的待遇，给他合理的补偿啊。但是呢，他还是要继续在那里。那么你说，这种现象呢，让每一个人看的都摇头。明知道那是危险的地方，可是呢，他还要住在那里，他还要继续在那里开垦。用法律也没有效用，法律治得了一时，能够防治得了一世吗？没有办法。这些警察呢，能够劝你死，能够呢，永久的劝离他嘛，也没有办法。那所以有的学者专家认为啊，就再来一个台风啊，就把它吓得七荤八素啊，吓得这样人心惶恐啊，那他就不得不学乖了。但是呢，这样的做法，那不是造成社会更多的这种压力跟负担吗？我们人民相对的也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因为这个地方的灾难，政府来抚平它，那政府的钱是从人民来的，那所以呢，每一个人也没有办法置身事外，你还是必须要出钱出力来帮助他。但是呢，劝他又不走，那所以呢，我们只能够不断的在做补偿，恶性循环下去了，真的是国无宁日啊。那所以说，圣贤人他告诉我们，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那就是透过教育的方法。透过这种教化的方式啊，来引领他们走向呢这个尧天顺日
的大同世界。也就是说，你必须呢，要去让他懂，因为他无明，他不知嘛。你必须呢，让他知道，人是有良知良能的，哦，人是有这种道德、有智慧的。那他现在呢，不知道有这些东西，你要不断的告诉他一遍，他又忘记了，没关系，再告诉第二遍，哦，再告诉第三遍，一直的不断的要去告诉他，直到呢他自己真正的走入了这种圣贤的大道，哦，他能够己利利人，己达他人了。我们不是说度佛要度到西天吗？那所以成就一个众生，当然也是要这样子啊。那所以要教育他，教育现在呢，是我们修行人最主要的一个做法。哦，那但是呢，我们说教育好像呢，只是呢，文字上的、口头上的，哦，这种活动上的这种劝导，好像也没有办法很全力的把它扭转过来。所以中国人事实上呢，他不讲教育，哦，古大德他讲教化，他不讲教育，教育是这个外来的名词啊，外来语。你看我们中国人用教化这个字用得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好。那教呢？教就是用口头，用这些典籍，哦，用这些这种经验来教导他。那化呢？化就是用行动，哦，用自己身体力行，哦，努力实践道德来感化他。哦，所谓潜移默化，这种圣人的经教啊，在透过这种行为的这种教化之下，那众生的心啊，就会产生潜移默化的效果。哦，那大家就会去反省。那如果我也想像这位圣贤人样子，我应该怎么做？哦，我如果想要求得我的这个生活上的安宁，哦，社区的平静，世界的大同，那么我应该怎么做？那这是透过圣贤人的这种言教跟身教来达到一个落实的目标啊。这样呢，才能够说启发良知良能。哦，所以启发良知良能呢，单单我们在这里讲是没有作用的，那个作用呢是有限的。你看现在你们电视机前面的这些同修啊，如果能够听得到我现在所讲的话，那么这个也表示呢，你的善根福德是相当的具足，哦，你才会呢这样定下来，啊，一遍一遍的来听受我们讲道之宗旨的奥旨啊。那如果一般的人，他连听都不想听，那么你怎么去教化他呢？那所以只有透过这个身教，透过你的身体力行，哦，你表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哦，这样的一个道德行为啊，就会产生一种力量，哦，这样的力量呢，可以呢带领众生呢，带领更多的众生，
更多的这个社会国家能够呢有所觉知，走向觉悟之路啊。至少呢，他们也愿意让自己做一个君子。做一个君子呢，帮助自己啊，在生活上，在这个起心动念上，起码呢都是善念，都是为别人着想。不再自私自利。不再呢名闻利养，也没有贪嗔痴慢。这样呢，才是真正的解决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末日的危机啊！这个灾害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恐慌的世界，才能够真正的化解。所以，化解全世界的灾难，需要靠谁呢？真的，现在呢，有发生一点作用的，那就是修行人。这个修行人呢，是要真正的修行，真正的把道德，归在自己的身上，行在自己的生活上，那才能够发生一点作用啊。否则，真的是要教化这么多众生啊，已经没有人有那个力量。圣人不在了。名师也过去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机啊，有的人有把握住了，那也只是一部分的人。那这个大部分的人怎么办呢？他还是要去面对啊，他还是存在的恐慌，存在的不安。那么我们的这个圣训，我们的教义，我们的这个道德，还要替师呢传布到人间。那么你要替天传道，你要替师弘扬，分担师的一个责任，你不身体力行，那怎么行？那怎么够呢？所以我们用教化这个名词啊，是不是只讲口头功夫，而是讲身体力行。那么我们讲，你看六祖慧能，他曾经讲什么叫功德？他说见性是功，平等是德。这个叫功德。那么见性是功，我们用儒家的话来讲，见性呢，就是呢看到了自己的良知，平等呢就是自己的良能，也就是说，你自己的自信你看到了，你把它发挥到这个世间的那个作用，就是佛家讲的智慧。那就是我们这里讲的儒家讲的良能，所以良能是代表智慧，良知呢是代表那个道德的本性。佛家也讲清净心，慈悲心，其实呢这个就是我们良能他所拥有的这样的一个德行。那启发良知良能呢，就是把你这样的德行啊，把它阐扬出来，把它找到之后呢，又能够把它实现出来。那这样呢，才能够止于至善啊。人人都回归到那个圆满的这个自信、道德，那这个世间不就太平了吗？所以启发良知良能这句话，之至善啊，这个呢是
里面有无穷的奥义，解说起来呢，道理可以讲得非常的深。我们要见性，才能够看到我们的良知本性。我们只有做到平等心，这个真诚心，才是真正的良能的作用。那所以，六祖慧能跟孔老夫子，甚至呢五教的经训，五教的圣人，他们都用这种各地众生的语言来表达这个良知良能的作用。良知良能的圆满跟具足。所以你要化解世界灾难，你想要拥有国泰民安的生活，那么你就是呢，在良知良能上好好的来下功夫。那么你不会做没关系，你再跟着善知识做，跟着我们这个地区有君子，有这个仙佛菩萨这样的一个人物啊，我们跟着他学，所谓的大德者，你跟着他做，他怎么教我们怎么做。那么你没有这样的人可以接近，你还可以有经教啊，圣人的教法，你看一句学一句，看两句做两句，那么你不是就是学到了圣人了吗？所以这个你看孟子，孟子在世的时候是没有圣人的。我们的古代朱夫子，虽然说孟子是子思传给他的一个道统，但是呢，孟子跟子思啊，他们的年龄差太多了，可能也快要100年了。那么他们怎么可能碰面呢？子思怎么可能把道传给孟子呢？那所以孟子呢，他是私塾孔子，他是学孔子，但是他也有学当时子思的门徒啊，来把这个孔老夫子的思想融会贯通，然后他又借着这个《论语》，孔老夫子的直接的传承的这些文句啊，他把它落实实践，然后呢，照着他的话去做，你看他就成了圣人。所以名师啊，处处在啊，怎么会没有名师呢？所以我们道场有一位仙佛，他叫做教化菩萨。我们称为呢教化师姐。那他这个教化的意思啊，这个取得非常好他不说教育菩萨，而是说教化菩萨。你看，不但用言教，还用这种身教，这个化字真的是过化存神要做到这个过化存神的教化，那才是真正的要来度众生虽然说这个其他家的一种说法，说要教育人民，让人民呢进入到佛菩萨的知见。当然他们的这个讲法也没有错。教育的确是现在非常需要的一个课题那么现在的人民很少听到这个圣人的教法，真正有心要去听经训的，那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人了。你看我们现在电视节目100多台，这个录影带光碟
到处冲刺。哦，电影呢，每年不断的有新的片子出来。那么人追逐这些声光的刺激啊，已经是相当习惯了。哦，如果没有这些刺激啊，那他的生活呢就会索然无味啊，也就不晓得要做什么。啊，尤其是晚上最好的方式就是看电视啊。哦，一边看电视一边聊天。那么谁能够知道，在这种晚上的时间，好好的来自省，哦，好好的来这个想想今天所做的有没有符合这个良知良能？已经不多了，所以现在呢，电视在教，哦，电脑在教。那这些呢，里面啊充斥着这种杀盗淫妄的事情。哦，这个暴力色情的问题，随时充斥在我们的生活，而且呢，它是每天24小时送到我们家里面，所以这不是魔。是什么呢？魔每天都来教化我们了，所以我们跟魔学，就变成魔的样子。啊，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台湾的明星，每一个人呢，都倾向自私自利，每一个人都倾向呢，这个抗争、愤怒，然后每一个人呢，都在不知不觉，大家都倾向这样子的。真正的有知有觉的，或者是说先知先觉的这样的人物呢，在台湾要不断的去教化众生。那所以我们知道，现在为什么不能够是弘扬起的这种弘教的方式？因为弘扬起，哦，从这个孔老夫子之后，一直到这个民国初年这一段时间呢，也可以说整个中国的历史，哦，最精彩的这个部分，这个戏码是不断的在强化。那所以呢，这段期间啊，在孔老夫子的时代就已经是礼坏乐崩了。那孔子的出世还能够出来勉强维持一个小康的局面，那是圣人的教化。哦，所以那个时代的人遇到这样的圣人，那个时代的人有福气呀。哦，其实当时是2位圣人，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还有一位老子，他在做无为的教化，那个教化的影响力量啊，也不输于孔子，所以两者的力量呢是互相的配合的。那后来呢，老师儒这边的道呢，转到了佛家，转到了这些祖师大德，佛家的教化。那么佛家是出家的教化，出家人他们所作所为，当然就是出家的事情。所以他劝人离开世间，哦，他劝人呢，要这个不争
不贪。用出世间的教法，所以他们自己呢选择在山里面，选择在偏僻的地方来修行。那他们教化的方式呢，是他自己修行有了成就，那么会影响当地的民众，民众会认为这里有一个有道的高僧啊，所以民众会来接近，他就借了这个机会教化民众。没有说出去教化民众的，他们都是躲在山里面的。但是呢，当时的运，这种法运呢，就是这样子，因为当时的民心啊，还很纯良，还很淳朴啊，他没有这种网际网路，没有这种有线电视的干扰。这些报章媒体的熏陶啊，他们的心呢还能够安止在一个平静的状态。你看我们以前谁敢去抗争呢？谁敢对政府叫嚣呢？除非已经逼到了没有饭吃了，真的要人吃人的那个局面了，他才会起来革命。把这个政府呢换掉，那个是已经逼到不得已了。所以平常的太平盛世啊，都还是呢一种安止的状态，大家呢理得而心安呐。人人呢在他的生活上呢安居乐业，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些祖师大德。用出世的做法来教化人心，让人心呢更接近这种佛菩萨的一个理念。那个是呢相得益彰啊，真正的有达到它教化的作用。但是我们想想，现代呢，你看民国初年以后，整个世界已经更新了。民国初年跟民国之前，那是几乎是180度的更新啊！你看，就我们看古人的生活就好了。他们要饮水，当然就要这个井里面去取啊，去河川取啊，去有山泉的地方取啊。那么走路呢？走路当然用双脚，那没有车啊。那可以坐车的人，那是很不得了了，很不错了。可是车也是马车，也是驴子车，哪有像现在汽车这样子呢？那他们耕田要靠自己的一双手。用牛来帮忙，充其量只是这样子。你看这2000多年的生活都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时候人心的变化还没有这么大。但是民国初年以后，那真的是已经不一样了。我们中国被船坚炮利打开了门户。我们认同西洋人的方式，认同西方的这种科学，所以呢，一味的去媚外崇洋啊，认为西方总是最好的。那所以那个时候，西方人在这种外在的悟性上啊，不断的研究发展。就产生了工业革命。所以整个时代的一个大变革，是从工业革命之后，整个世界就不一样了。距离现在大概400年嘛。
可是呢，到中国是民国初年真正的受影响。民国初年以后，我们接受了全盘的西化，所以中国人的民心呢也跟着变化。那影响呢也快要100年了。那100年里面呢，大概已经隔了3代了，3代都没有受过这种圣贤人的教化，祖师大德的教化。你看我父亲这一代，就很少。我爷爷那一代也很少，我祖父那一代可能还有沾到一点边，但是呢，我想大概也没有，因为我的爷爷他是一个农人，他虽然认识一点字啊，可是知识程度啊也不是很高。那隔了这个3代之后，一直到我们现代，我们还想能够有这个机会，然后恢复圣教，能够帮助众生呢，启发良知良人之至善。所以中国人脱离这个经教，脱离祖师大德的教法，也已经隔了1个世纪之久了。所以现代的人心呐，要教化，要启发他，那更是呢难上加难。那现在端靠这些修行人，修行人要有道，那才叫修行人。修行人才是真正的影响力。那些做表面功夫的，他影响力是有限的，而且呢，不能够深入。所以我们老师讲了，行外功无内德，有用无体，办行事盖大庙，将来是空。行外功，外功呢，就是去讲说仁义道德，去办这些活动，去做这个义诊的，去宣化，这个是行外功。包括去办道也是行外功，但是呢，没有内德。你办道的人没有内德，没有自己的道德涵养，没有启发良知良能，那么你行的这些事情啊，还是有它的作用，有福德。那这个福德呢，可以帮助你将来升到这个气天，享受呢这个天人的富贵。但天人呢还会再轮转，富贵享完了，还要带到人世间来，甚至呢还要堕入到三途。这个是有用无体啊，有用无体，那都是一个表象。修行没有修到内心，专修外在，那你说这怎么会叫修行呢？包括我们现在在点道、在讲道的这些人，你自己的脾气毛病，贪嗔痴慢，还是一样啊。你把对世间的这种贪嗔痴转到道场，在道场了，你还是对这些道经贪嗔痴，对道场贪嗔痴。那么你只是转个对象而已啊，你的贪嗔痴那个根还在啊，所以呢，你没有内德，你只是在行外功，是在修福报啊，有用无体，体才是功德啊，体才是良知良人，没有这个体，不能够帮助你回天，
你不知道见性，哦，你不知道呢道德，没有落实道德，所以呢没有办法回天。所以天上无功德神啊，人间无不忠孝圣啊。那么你忠孝做到了吗？你这个人伦，这个纲常做到了吗？那个是内德啊。啊，有的人有一部分做到了，有的人呢，完全依照自己的脾气毛病在做事。那所以老实讲，这里讲办行事，这个都是行外功。哦，办行事盖大庙，将来是空。行事就是，你点了多少人？哦，你度了多少人？你办了多少活动？哦，你盖了多少庙？你的这个道亲啊，到底有多少？哦，我们说子弟兵，你的子弟兵有多少？这个都是办行事。办行事盖大庙，这个都是外在的。你看大庙一间一间的盖，现在大庙呢越来越多，哦，到处在募款，到处在缺钱。我们知道盖个大庙要花很多的钱，那这个钱呢，不是一般的财师啊，这个钱呢都是呢数以万计的。其实说数以万计是还很客气啊。现在你要盖一间大庙，哦，都要上千万啊。你看上千万，我们一个人一生的福报，有可能还存不到1000万。他要上千万的这种钱财来盖大庙，哦，到处去募款，到处呢希望道亲捐款。庙是盖了很多了，哦，盖了越来越多了，但是呢，老实讲，将来是空。哦，你这个主持人回天了，就传承下来的人呢，有没有办法将你的道继续传承下去呢？将师尊师母的法继续弘扬开来呢？这个不得而知啊。那会不会为了这个庙呢，来互相争夺呢？这个呢也是很有可能。所以老实讲，将来是空啊，一切都是空。你盖的庙呢，终究会是别人的，哦，或者是说别人收购去，哦，或者是说政府把你强行征收，或者是说毁于天灾地变。这个庙呢，累积了上千万的财产，就这样化为乌有，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啊。那我们修道人，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用这种心思上嘛，那他怎么可能会有成就呢？那由于现在的这种清净心呢，实在是太难得了。要修行，已经修到这种清净啊，已经不容易了。所以现在为什么讲儒家应运？儒家没有要你修到这样子，儒家没有叫你跑到深山里面去修清净心。啊，儒家叫你在这个家庭里面把做人的道理做好，那你就可以成为这个忠孝圣，你就可以成为功德神。啊，忠孝是功德，
你在人世间成圣了，回到天上当然就做神。所以极力在呼吁三纲五常、五伦八德的重要性。所以现在白杨意蕴它不再讲弘扬起的那一套，在深山林内，去参禅打坐、拜佛念经，那个呢已经是这里讲了行外功、办行事了，那个没有办法帮助人家超生了死，没有办法帮你超生了死将来是空啊，一场空。你没有回天，结果呢，这个大庙也没有了，那不是一场空吗？那你所成全的这些人，也通通没有办法回天。那你在人世间这样来搞了一回，结果呢，什么也不是。所以没有认清目标啊，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障碍。走都走错了，那你还要修，你要怎么修？没有在良知良人身上用功夫，那么你讲什么道呢？讲道不外乎，讲道办道就是在良知良人上。你要见性，你要看到你自己的良知啊，你要有智慧，用智慧来办事啊。这个是良人啊，有道德有智慧，你就可以办得圆满，你就可以办得具足。那么呢，你就可以帮助整个众生啊，他回归本来至善，启发他的这个良知良人的至善。这个才是认清课题，认清目标。所以良知良人，现在我们讲啊，真的是我们修行的一个主要的入处。你看当时王阳明，他提出治良知，要治就是达到嘛，达到这个治良知，达到这个良知，那你要有一种方法。你的方法呢，就是在你的这个人伦上，好好的来行，好好的来做。所以说，悟者寻心啊，忘者觅佛。觉悟的人，他会在心上下功夫；迷昧的人呢，他会到外面去找佛。那么我们知道，修行所有的一切作为啊，都是向内下功夫，都是归诸于自己的身上。结果呢，现代的人一昧的去求佛，求这个佛堂里面的佛，大庙里面的佛，去鸾堂这个求神问卜。各位前贤，大家早安。我们继续讲到启发良知良人。那么我们必须将当时王阳明他所提出来的这个治良知，他的一个修学进路啊，跟大家做一个报告。我们知道王阳明是明朝的大儒，那么他也承传了陆九渊这一派的思想。那么陆九渊呢，我们上次先前也有介绍过，他是直系孟子的心性，然后呢发扬光大。那王阳明呢，又将陆九渊、孟子这一系列的思想，透过实践来发扬光大。所以他所讲的被称为实学、朴学
朴就是朴实的朴，实在的实。那么我们知道王阳明，他曾经呢被贬到贵州。那当时在贵州啊，这个地方呢，那可以说相当偏僻。哦，这个瘴气、各种山岚的这种不正之气啊，非常的多。那么，所以如果中原人不适应环境，一下子来到这种地方啊，那就会生病，啊，就会呢水土不服啊。那王阳明在那里也是生了一场大病。那可以说呢，王阳明在官场上啊也很不得力，因为当时的明朝，皇帝呢也不是很振作，那么靠着宦官，靠着这些东厂啊，来维持整个朝廷的局势啊。那这些东厂的人，当然是以宦官为主，奸臣为盗，所以这些人呢，本来就是这个心性呢，就不是很正，出发点呢，完全是自私自利，所以对于跟他思想不一样的人，那他们呢，就尽量的去排除异己，甚至呢将他杀害。所以王阳明一度呢，为了逃命啊，在江边呢写下绝命词。这个我们应该都听过，所以这个细节我们就不讲。我们大略要来讲述王阳明呢，他是怎么样顿悟的？那这个在龙场驿这个地方啊，事实上龙场驿这个地方呢，我们也不得而知。那也许可以考据得出来，只知道说呢，是一个山岚瘴气，整个呢沼气非常重的一个山野之地啊。那他呢，就是为了想要了解成圣成显的道理。那因为这个宋明的这个儒学啊，都是经过佛家的洗礼，所以呢，他们把这个参禅、打坐，把它融到儒家的修行。那明朝当时呢，道家应运，那可以说呢，在武当山，在这个终南山，这个全真派，这些教法很弘展于当时的时代。那道家呢，也主张打坐，那佛家呢，也主张打坐，只有儒家，他呢是讲求这个正心诚意。那所以呢，王阳明想要悟这个格物的道理啊，那他就用打坐的方式，在竹林里面啊打坐。那据说呢，他这个打坐啊，想要去思考人生的这个问题啊，但是呢，打坐呢也没有办法让他清楚了解。生了一场大病。那个生了大病之后呢，还继续的去悟，就在那里打坐，在那里冥想。那直到呢，好像是第11天，那几乎身子已经撑不住了。就在那个时候呢，他就顿悟了。当然，他的悟到什么程度，
我们可以从传习录，他的这个学说里面呢了解，那是不是跟佛的顿悟一样，跟六祖慧能的顿悟一样？这个呢，我们也没办法评断，只看到他的这个学术的理论呢，我们知道他一定是有所顿悟。那他在的传习录呢，可以说承传孟子的心法，将儒家的这种思想发挥到淋漓尽致更加深入的去剖析人性的良知良能这一面。那所以他提出了致良知这个学说。他说良知良能，渔夫渔妇与圣人同。但毁圣人能致良知，而渔夫渔妇不能致，此圣愚之所由分所以良知良能，我们上次讲过，良知就是我们的本性，我们的道体。那良能呢，就是道体的发用，也就是说呢，我们的这个德性，我们的智慧所发端、所流露出来的这些言行。那他说呢，这个良知良能圣人跟凡夫是一同的，圣人没有比较多，凡夫也没有比较小，所以可见他这个说法跟佛家的说法是完全一致，那跟道家的说法也是完全一致，就是良知良能是充分的尽其我心我性。那所以呢，他可以在这个圆满的本性之中呢，这个充分的发挥他可以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但是呢，为什么圣人他可以才德具足，可是呢，渔夫渔妇呢却不能呢？这个是因为圣人他知道往内求，他知道良知良能的圆满具足。那渔夫渔妇呢往外求，所以他不能够达到良知良能。这个就是呢，圣人跟凡夫所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智慧跟知识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人不懂一直认为说知识就是智慧，那我们说的智慧就是知识，其实这是不对的中国人讲智慧，它是呢本性具足了，它是呢从内在去开启的，所以那个智慧呢，每一个人都一样，没有分别。所以渔夫渔妇跟圣人完全是一样的。那么圣人呢，可以完全的流露，完全的将智慧展现出来，可是渔夫渔妇呢，却没有办法，或者是说呢，只偏于一边。那偏于一边呢，当然它就有一定的一个程度的小悟也许他就成为善人、君子等等。那所以向内参求，向内关照，那是智慧。所以懂得向内寻求的人，那就是觉悟的人。所以老师曾经讲，这个智者求己愚者求神。有智慧的人，他知道往内参求往心性参求，所以呢，他只求自己，因为自己就是佛，自己就是圣人我们都有成圣成佛的一个根据。那么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成圣成佛呢？就是呢，每天都往外追逐，24小时都是随着外缘的变化而在起心动念。所以智者求己有智慧的人他是求自己求自己的那一份清净，那一份平等
求自己的那一份德性的一种流露跟圆满。那愚者求神，所以我们说，一般的凡夫，他往外追求，他认为呢，神这个佛这个圣，就是去庙里烧香拜拜。哦，所以呢，不断的在佛前呢，在神明面前呢祈求一切。那所以我们看这个台湾的庙越盖越多，啊，各种神都有，但是有几个人懂我内在的那尊佛，就在我的自信佛堂里面。那自信佛堂里面的真佛，那是圆满的佛，它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佛。那求，往内求是真求，往外求是假求。所以你看，我们台湾在这个求财的、求财、求功名的，哦，求健康的、求子女的，这个庙呢，非常的多。那大家呢都求神，神如果说应着每一个人的需求而给他的话，那这个神呢，就是真的灵验的神。哦，那既然求就可以得到，那么我们就应该去求。但是呢，事实上并不是如此。如果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去求，都可以满我们的愿的话，那么这个神可能呢，也不是很好当啊，因为他违背了因果的定律，他也要承担因果。啊，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他的一个使命跟义务啊，那么神哪有办法帮每一个人来负起这些使命跟义务呢？其实这个就是佛家的说的业力，神没有办法负担每一个人的业力啊。那如果说神可以负担每一个人的业力，那他也不是慈悲的神。哦，因为呢，这个众生不知道觉悟，你拼命的帮助他，让他呢永远在迷惑当中，哦，永远在六道轮回里面呢。那么这个神不是不慈悲的神吗？那如果说我拿贡品来给你拜，我烧好香来给你拜，那么你就听从我的指示，来满我的愿，那么这个神呢，也不是一个正神。为什么呢？因为呢，你看到我的东西，哦，你看到我拿来供养你的，所以呢，你就保佑我。那没有拿东西来供养你的，你就不保佑他，那么你是一个正神吗？啊，我们说这个就是贪官污吏啊。你走后门，你这个送红包，那么你就成全他，帮助他，那这不是贪官污吏吗？那所以说，我们世间人都不屑于做贪官污吏，不屑于这个听到看到贪官污吏这样的人。那么神怎么可能会去做贪官污吏呢？哦，我们说正直为神，哦，平等做佛，能够成为神明的人，那他一定是呢，这个在世啊，做人做得很正直，哦，一点真心呐，正直光明啊，所以呢，他回天之后就封神，哦，或者是说成为圣贤人，成为佛菩萨。那所以说，成圣成贤，
不是去从外面求，只有愚昧的人才会去求神。愚昧的人就是不觉悟的人，啊，不知道往内参求的人。那但是呢，我们说这个我们的庙每天去朝拜的人很多啊，哦，尤其是呢过年过节，哦，尤其是众生有需要的时候，去拜神的人太多了。那么我们怎么可以说这些人怎么样呢？的确，我们没有办法说完，没有办法说尽。虽然说他们这个动作不是觉悟的状态，但是呢，我们也只能够说众生呢，就是因为没有受教育，不受教化，他不晓得这个道理。那他不晓得，就不足为怪了。所以佛陀说，先人无知，不是道德。无有愚者，不足怪也。那先人无知呢，就是我们的长辈，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智慧知识，他没有这样的一个体悟啊，不了解这个道德这种原理。道德自具在本身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他也没有办法教导下一代道德智慧的事情。我们这里讲启发良知良能的事情，所以呢，不足怪也不能够怪他们，因为没有人跟他们讲。那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意识之下，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全世界所有的众生，大部分的人都是在不知的状态。那不知的状态呢，是因为没有人跟他讲。所以真正修行人能够讲出教化众生的这个机会那在这个世间事实上呢是不多。比例上呢是差很多。我们说宗教界如果有100-200万的人口，那么100-200万的人口，你看在台湾就2300万了，你如何将这种大道的讯息对每一个台湾人民，这2300万的人民，通通说清楚、讲明白了？这个也是不容易的事情。那所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呢，道场要不断的去办班讲学，不断的深入民间不断的去传习这种圣人的精神，圣人的教法，将呢这种大道自内具在我心这样的一个道理让众生呢有所开启，有所觉悟那如果说能够不断的向众生讲这件事情，那么众生在耳濡目染之下，一定呢会有所觉醒的一天所以我们修行人说，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门深入呢，其实就是教我们要了解圣人的教法，就是在一个法门里面好好的修持，修持到一定的程度自然就会觉悟。那觉悟呢，就是通了，通了就一切通。那一切通了，就不会不断的在往外追求了。所以我们看现在的这个教育是非常的普遍，博士、硕士在我们台湾也可以说是满街跑现在大学生已经不稀奇了起码都要读到硕士以上，但是博士找不到工作了是相当的多
那么博士他们的生活有没有比较快乐呢？有没有比较清安自在呢？好像也没有。从历史上来看，一个博士能够成道的，好像也没有听过。那为什么呢？因为博士这些知识分子，他也是往外求，求知识，求这个经验，求各种学习，这都是往外求。那往外求，如果没有往内去参透的话，那么这个往外求呢，都只是成了经验，成了你的记忆，成了你的这种技术了。那这样呢，老实讲，愚者求神还是属于愚者。不明了人生的道理，当你遇到人生的困境现前的时候啊，你还是没有办法处理。你还是贪嗔痴爱一大堆。所以呢，这样知识分子越多，读书越高，结果呢，这个离婚率也越高，这个家庭呢乱七八糟，整个社会呢也是乌烟瘴气啊。这个都是呢往外求所造成的。所以现在的教育体系啊，我们已经不能够依靠了。现在学校还有人在讲道德，讲伦常，讲这个心性、理事的因果，这个真的是不可能有人讲。即使是宗教系的学生，他们讲的也是一些这个不着边际的这些理论呢。所以学佛跟佛学，这根本就是两回事。学儒跟儒学也是两回事，学道跟道学也是两回事。我们不要搞这个学者专家的路线了，我们要搞这个觉悟、这个开启的路线，关照的路线。那么这样的修行才能够得力。修行才有这个悟处啊。这个悟啊，才是我们人啊最重要的一个自在的依据，一个成圣成佛的一个切入点有悟处，有悟处呢，就必须呢身体力行，必须呢从你的这个人身上，你的家庭，你的事业，从跟你有关系的这些人伦。这个文化之中啊，去了解、去开启、去顿悟。那所以王阳明，他用什么做法呢？他提出了3项原理原则相辅为用，能够达到这个良知良能他说精一、事上磨练跟诚意这3项做法。精一呢，就是伪精伪一。那伪精伪一呢，是当时尧传给这个舜的一个信理心法。所谓伪精伪一，允直绝中。那这句话呢，在我们道场也常常听到。那伪精伪一啊，是我们尽心知性。我们对于这个信理心法这种基本的功夫，也就是开启良知良能，达到致良知的这种不二法门。唯一就是为精的目的。一是什么？一就是我们这个道体，我们这个本体。所以佛家他常常讲不二法门。六祖慧能讲。禅定解脱是二法，佛法是不二法。所以说呢，不二法门。那不二法门就是说，除了从内在的良知良能下手没有其他功夫了，没有其他做法了。那么如果不懂得
往内参求，哦，寻心求心，不懂得明心见性，那么你去在外面所找到的这些东西呢，完全都不是正法，哦，所以叫做外道。所以他说呢，唯这个精一啊，哦，精纯，这个精纯到一的境界，这个叫精一啊。所以精一就是毁精为一，所以我们要达到一的这个目的啊，那么我们必须精。精呢，就是痛下苦功夫，哦，就是呢精进不已啊，就是呢这个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在一门的功夫里面呢，你不断的去用功夫。哦，你不要想说去驳杂很多的这个事物事理，哦，东学学西学学，结果呢没有一样专的，什么都专，就什么都不专；什么都通，就是什么都松。所以古大德不断的告诫我们，要一门深入。哦，像我们的道呢是一个总目标、总原则，那是一的一个总归地啊。那但是呢，我们达到道这个目标，我们可能有很多方法，所以道呢融合了各家各派的思想。那么各家各派的思想，他们可以在他们各家各派里面好好的去下功夫。下到一定的程度了，那他就可以达到一的目标。哦，精纯到这个觉悟，那他就可以为精为一啊。哦，你不要说儒家你也会，哦，道家你也懂，佛家你也通，结果呢，什么都会，什么都不会。那我们希望呢，这个修学的人，在他会的这一门、喜欢的这一门，好好的下功夫。比如说，你就学这个道家的你就选一本经典，你选老子、选庄子，或者是说你就学这种念咒，哦，你就学磕头，你就学这样的功夫，好好学，用心的学。学到这种精的地步，那为精了，你就可以从里面呢，这个扩充到无量无边，那就是达到回一的目的，就是达到一个自信的本体，哦，开启了良知良能，你就无所不通，无所不能。啊，这是王阳明第一个教我们的方法。第二个，他教我们的方法呢，就是世上磨练。哦，世上磨练呢，他说呢，人须在世上磨练，方立得住，方能静意定。那他说的这个就是人情世故的这种对待。那人情世故的对待，你必须呢把各种的环节啊，通通做到圆满。你要立得住你的根本。哦，所以啊，你用理、用这个道来对待它，那是绝对是没有冲突的，绝对是圆融无碍的。那么你这样呢，才能够在那里面达到这个理得而心安，哦，心安而得定，达到定的功夫啊，你就能够入智慧，你就能够呢开启良知良能。所以一般人啊，他比较适合走这条路，世上磨练。毕竟我们现在想要透过打坐，透过这个磕头，哦，透过念经，你要磨练你的人情世故啊，这个是很不容易的。现在人的根性也不太可能，所以我们上次讲，
有人说清净心就是功德，没有错，清净心是功德。但是呢，我们要达到那个清净心的标准啊，是相当的难。那必须怎样呢？在世上磨练，你必须呢深入人群，深入家庭，深入人心之中，在每一个人的起心动念，每一个人的这种待人接物上啊，你去体悟，然后呢，你去圆满它。其实这个就是儒家所讲的修行方式。那儒家呢，他讲人道，人道做好了，天道就圆满了。你想要成就天道，你先把人做好。人做不好，你不可能回天，你不可能成圣了。这个道理我们必须清楚。所以你尽孝了吗？你尽忠了吗？哦，你对人讲诚信吗？哦，你对事讲这个义务，讲义气吗？这个都是人的道理啊。人的道理可以说呢，是非常的这种繁密啊，很庞杂。可是呢，这个繁密庞杂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圈里面呢，有一个原则可以定住你的这个本位啊。哦，那就是呢，从你的良知良能里面去发露，去面对这些庞杂繁密的人情世故。那良知良能完全都是至善的，所以从至善的发端，没有争执，没有怨恨，没有打斗，哦，是一片祥和的，是圆满无碍的。但是呢，这个呢必须透过世的磨练，所以年轻人年轻气盛。那么老前人常讲，年轻人不可靠，那就是因为呢，他在世上磨练的功夫上啊，根本就没有火候。哦，我们不要说年轻人，其实老年人也很多人，也大部分的人，虽然他在世上经历过这件事情，但是呢，一点也没有磨练到他的心性。哦，他在这个处人待事上啊，他还是这样不觉醒的状态，依照自己的脾气毛病去面对这些事情，那么就会起冲突，就会呢跟人家有误解，哦，就会呢发生事故上的扭曲，那这些人事物啊，就会产生另外一波的因果现象。所以王阳明跟我们提出世上磨练啊，这件事情呢，我们要把它用心在生活上。其实我们修道就是要这样子。那我们知道修道都是在人情世故上修，所以常常有人讲，哎呀，都是这个人情啊，哦，这个人的因素啊太复杂了，这些人情包袱啊甩不掉，让他没有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修道的一个环境。但是呢，当你在抱怨这样的时候，你要想到，这个就是在考验你呀，这个就是在让你修啊，不然你以为修道要从什么地方修？哦，你从讲课修吗？你从办活动修吗？你从这个挂号写表文上修吗？这个是完全错用功夫，哦，这是表面功夫啊。修道就是从人情世故上修啊。哦，你跟人相处，跟他这个有所需要磨合的时候，那么你就要去把你的至善流露出来，让你跟他在磨合的过程当中，可以呢非常的自在，哦，非常的这个安如。那这样呢，你才可以在这个世上算是成功了，算是有修炼到了。
那所以生活事故有太多了，那我们有可能呢，在某一个部分呢，又会这个失去这样的一个至善的流露，哦，这个贪嗔痴又作用了，哦，自私自利、名闻利养又产生了障碍了，哦，我们又不圆满了，我们又跟人家起冲突了，但是那个时候你要懂得反省，哦，懂得改过，懂得忏悔。那所以儒家也可以允许你忏悔，允许你改过，改过没有关系，哦，犯错没有关系，你只要懂得改过，啊，懂得忏悔，那这样呢，在世上磨练的功夫上，你就会更成熟，更加的深入一层的境界，啊，所谓定境的境界。那个时候呢，你就会掌握得到。那所以，我们说教化跟教育，现在我们看的都是教育，教育教这些外来的知识、外在的学问，但是呢，没有一个人可以以身作则，让我们达到教化的目的，能够呢教化我们的心性，这个化解我们人世间的这些困难与障碍啊。那所以要有人以身作则，这些人呢，就是我们修行人，尤其是这个白羊时期的这个修行人，名师的徒弟啊，你更应该呢以身试法。如果名师应运来挽救这些原胎佛子，都还没有达到一定的标准，那么你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够来救这些众生呢？众生什么时候才能够得度呢？所以一切呢，端在人，哦，端在你对于世上磨练的一个火候的修为。所以凡事呢，应该呢，放下你的身段，放下你的思维啊，用这个真诚心来面对所有的人情世故。相信呢，这个在世上磨练啊，那一定呢会有一个很好的成果出来。那王阳明说的第三个功夫啊，就是诚意。那他说了，诚意之说啊，自是圣门教人用功第一义啊！无人为学，当从心底入微处用力，自然笃实光辉。那所以，这个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你看诚意的一个阶段啊，是从格物致知做到圆满之后，才能够进入到诚意。所以他说，诚意呢是圣门教人用功的第一。那你的意诚了，我们说真诚心，哦，你的意念呢是一种平等的，哦，这个没有是非，没有人我，没有对待的，那么这个就是意诚。那意诚呢，这个境界啊，都是圣人教人的第一个功夫。哦，当你面对人、面对事的时候了，你第一个呢，就是要诚意。但是我们要知道这里哦，诚意的这个基础啊，是在你格物致知已经圆满之后，你才能够是诚意哦。诚意是面对人的，面对事物啊，面对整个天地啊，所以是诚意啊。哦，当你的心还有所挂碍，还有所执着的时候，你的物不能够格，你的这个智慧不能够朗现，那么这个诚意呢，都还是有问题的诚意啊。我们知道佛是没有起心动念的。一点点的起心动念都还没有，都已经没有了。那么菩萨呢，是
还有一丝的无明还没有放下，所以呢，他未生菩萨。等到呢，他连这个一丝毫的这种无明的这种起心动念呢都没有了，那他就成佛了。那圣人的标准也是这样子。圣人呢已经没有起心动念，所以孔老夫子他讲：“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从心所欲不逾矩。你看他这句话的境界是相当高的一个境界，已经到了这个没有起心动念。那他的起心动念是随众生心而起。我们说随缘不变了。我们说不变随缘。你看他从心所欲，他的心之所欲啊，是因为这个环境的需要、众生的需求，然后呢，他必须要发出来。只要是人，他这个人性的这种欲望，总是会有发漏的时候。但是呢，发漏没关系啊，发漏呢，我不逾矩。我发而皆众解，发而皆众解就是呢，我虽然随缘，可是呢，我的心都没有变化，心性呢还是这样如如不动。这个是呢，王阳明讲诚意的功夫啊。所以他说，当从心底入微处用力。心体入微处就是这个心性的变化。我们如果了解到良知良能是本质具有的话，那么这个心体的入微处就是在良知良能。良知良能，它是至善的发端，它是德性的发端，所以呢，它流露出来的无不是符合整个天地的正气。所以入微处它就是纯然至善。所以呢，为什么圣人教我们要戒慎恐惧，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啊？那就是呢，我们随时处在这个后天的环境之中我们保有这个道体有这个入微处那一份良知良能你要呢260中让它呢保持住，让它流露出来。这样呢，诚意呢才能够说真正的让你的心达到一个公正公平的一个境界。那心的作用是由意来产生的，意成了，心就正了，心正了，自然就睹此光辉了。所以呢，王阳明先生呢，他着力在诚意。那他的这个诚意呢，是着力在人跟人，人跟这个天地万物的一个关系上。所以他把格物致知给省略了，那是因为格物致知你应该做好了，你做好了，你才可以去跟人跟物处得圆融。用这3种功夫达到致良知，这个启发良知良能这个就是王阳明所提出的致良知的一种三个说法，3个做法。那他这里又讲某于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非是容易见得到此，此本是学者就近话头。所以你看王阳明他讲的话，这个很像这个禅者的话，很像这个修行人讲的话。他说他呢，对于良知之说对于这个了解到这个人的良知良能是从百死千难中得来的。也就是说，他是历经千辛万苦，冒着生命的危险，在生死的这个道上不晓得历经过多少次了，所以是百死千难。从这个困难之中体悟出来的。所以我们刚才讲，他是在被贬到农场役，
那么去打坐，在竹林中打坐。那之前他还有很多故事啊，他这个一路过程啊，他不是就这样直接来的，他是被追杀来的啊。那所以说，他真的百死千生啊，是讲的一点都没有错。以后我们有时间呢，慢慢来讲他的故事。我们今天只讲他的理论。那所以他从这个百死千生之中啊，悟到这种致良知的道理。那可以说是他的一个身体力行实践出来的，那个觉悟出来的一个力量。所以非是容易见得，实本是学者究竟话多。这个呢，就是这个学者根本的这个话头。话头就是说参话头，就参悟之处，你的关照之处，你的下手功夫就是在此。在此是在指哪里？指良知，指这个良知良人。那这良知良人呢，是学者。他这个学者不是指学术专家，他是指呢真正的修行人。当你在修学各种这个宗法教下之派之后啊，教下门派呢，那么你要参此究竟话头。究竟的话头就是呢，人的良知本性是什么？人的那个本性人的那个至善之性到底在哪里？这个是究竟话头有点像禅宗说的这个我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当我未出生之前，那个面目又是什么？那生死的源头又是什么？就是参照这个。那可见呢，你看阳明先生他在这个功夫上呢，已经呢有所着力，而且呢顿悟出他个人的一些这个学理啊。那他又说呢，自孔孟季末，此学者失传几千百年，赖天之灵，偶复有见，成千古一块，百世以是圣人而不惑者也。他讲这个话真的是很记入本心的，读起来真的有点拍案叫好的感觉。他说孔孟以来啊，这个心法已经失传几千百年、几千年、几百年了。那么孟子到王阳明，那他可能也有几千年了，可能1000多年了。那1000多年，这个心法一直都是失传的。那当然，其中还有一个陆九渊，陆九渊发明孟子的思想，那这个王阳明呢，又继续的把它发扬光大。所以呢，赖天之灵，偶复有见了。幸好呢，得到这个上天有灵啊，能够加持啊，能够护庇啊，让这个心法能够继续的由我来发扬光大。偶复有见呢，当然就是指王阳明他自己。他自己呢，能够在这个心性事理上有所顿悟，在这个良知良人上呢有所启发。看到了那个本体的那一份圆满，那一份自在那他真的是如入宝库悠游自得。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孔颜乐处这是得道乐天这个孔老夫子，这个颜回夫子，他们到底在乐什么？实在一般人搞不清楚，有什么好乐的？你看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他到底在乐什么？乐就是乐在见这个道体。你看这个道体这么样圆满，这么样富足，让他呢无所缺乏。这个比物质上的这个提供
那简直是没有办法比拟啊！啊，儒家讲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啊！哦，你看宗庙之美，那个庙堂上的这样美轮美奂，百官之富，就是说所有的这些官员，他所得到的这些富贵啊，通通在自信里面都可以得到，而且呢，自信里面所得到的这一种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啊，那是超越人世间不晓得有多少，是没有办法比。所以为什么孟子要讲人爵焉有天爵贵啊？功名焉有道名高啊？你看人爵就是人做这个官爵啊，人做的官，哪有比在天做的官还要呢富贵呢？人比不上哦。我们不要说圣贤人了，你看我们比一个天人就远远不足了。哦，我们佛经他讲28层天，有欲界天，有色界天，有无色界天。那么最高的天呢？非非想处天。哦，我们看到这些天人啊，他们的福报都非常大。哦，他们要什么有什么，要什么呢？只要一个动个念头，那个东西马上就来了，而且寿命很长。哦，在那里逍遥自在，他以为呢自己已经成佛了，事实上还没有成佛。那所以你看天人的福报就已经这么大了。那么我们这个中国笔记小说里面记载的这些神仙有可能只是气天的神仙而已啊。那气天的神仙就可以来去自如了。哦，他可以呢乘云气，哦，这个踏日月，悠游在整个寰宇之中啊。那他们想什么要什么都有什么。哦，那一份自在，那份快乐啊，怎么会是人间的这个百官？哦，你即使说你最高的官，你做到一名宰相，你的福报也不可能比得上天人，也比不上气天的这些神仙啊。所以这个是乐，这个是真乐。哦，得道之乐啊，那不是一般人可以形容的。啊，但是呢，我们必须要知道，现在呢，我们是先得而后修。我们虽然得到名士一职了，可是呢，我们还没有知道道的乐。哦，道的乐到底是怎么乐？那个悟入处啊，那个觉知之处啊，还没有感受到。所以先得而后修啊，你必须呢，像王阳明这样，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你必须呢不断的去磨练，哦，不断的去接受打击，不断的接受困顿。那么你接受世间的一切苦，哦，困难障碍，结果呢，你都能够应付了，从容于欲啊，那么你自然呢，在各种环节上呢，你就可以圆满自在了。哦，不以苦为苦啊，不以忍为忍啊。哦，一切呢都是在悠游自得之中啊，那个就是所谓的乐。那顿悟之乐当然不是我们常人可以讲的，所以我们只是描写出那个样子。啊，我们呢彼此大家互相共勉，能够了解到那个境界，好好的修学，好好的这个一门深入，长时熏修，来让自己达到那个境界。所以王阳明他讲偶复一见啊，哇，这个真不简单啊，在千百年之中啊，竟然出现这样一个人，偶尔得到这个道的本体的奥妙，哦，了解圣人的心法，
千古一快，百世已是圣人而不惑。哇，实在是成千古一快，这真的是千古以来啊，没有这样的一个快乐过。啊，百世已是圣人而不惑。那这一句话是中庸的话。哦，千百世以来啊，都是因为圣人而得到这种不困惑的状态。也就是说，有圣人的教法还留存在这个世间，有这些五教圣人的教法，我们得以依循，我们得以呢，这个亦步亦趋啊，然后呢，踏上觉悟之途，这个是真正的走向幸福快乐啊！所以人要幸福快乐，不要从外面去追寻，不要每天去抱怨你的父母，你的这个妻子、你的太太，或者是说你的丈夫，去抱怨你的儿女，抱怨你的公司、同事、老板，这些呢，通通放下，你就不要去管了，你就不要再去想了。你依照圣人的准则去做事，在人情上好好的力行，好好的用功夫，那么你就自然会得到那一份身心的泰然，那一份定境之德啊。那这一份定境之德，让自己呢就可以进入到这种禅定的状态，入定的状态啊。这个入定的状态呢，不是说你跑到什么地方去逍遥了，而是说呢，你就在此时此刻，你就在这个环境里面，可以悠游自得，而且这个环境呢，成了你不可或缺的一个元素啊。甚至呢，你要帮助这个环境的所有的人都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这个才是阳明先生呢他所传的致良知的一个道理啊。所以他曾经说啊，抛弃自家无限障，沿门持钵笑贫儿。抛弃自家的这种无限宝藏啊，结果呢，这个沿门持钵啊，去跟人家讨饭，去跟人家要钱，学习这些乞丐，这个是谁呢？这个就是我们啊。我们现在呢就是这样子，学着乞丐啊，到处去跟人家要钱要饭。可是你不晓得，你的内在有无限的宝藏啊。你那颗宝藏可以让你一辈子花用不完啊！不要说一辈子，永生永世你也花用不完。你这个花用不完的宝藏，你不去用它，结果呢，你去学着人家去讨饭，学乞丐去要钱讨饭，那么你不是错用功夫吗？你不是呢去往外追逐吗？你不是舍本逐末吗？所以今天呢，阳明先生他告诉我们，我们要去找到那个自家的宝藏。我们说自家的宝藏就是良知良能，你要把它找出来。我们这里讲，你要把它启发出来。你要回归到至善。你要让你的良知良能呢，随时都可以放诸四海。这样呢，你才能够真正得到那个道体啊，真正得到那一份这个逍遥自在。这是儒家所教的良知良能。所以你看道之宗旨，它都是讲儒家的东西，讲做人的道理，但是呢，也不失于这种出世间的一种修为。所以儒家的修法都是在这个心的掌握所以儒家讲的境界，他讲的理论也没有说比较初级或者是说比较不圆满，他讲的是非常圆满。只是呢，后天的人他不会去做，
也不懂得这个道理。如果今天我们看到王阳明这样的一个学说，我们才知道说呢，哇，人的那个良知本性啊，良知良能啊，是这么样的圆满，我应该呢，来去追逐它，来去寻找它。所以明者见性，痴者见妙。明白的人啊，看到自己的良知良能，看到自己的那份本性啊。可是愚痴的人呢，去盖大庙，去办这些活动，浪费钱，浪费精神，结果呢，一生都用在这个浪费的事。各位前贤，大家早安。道之宗旨讲到启发良知良能之至善，我们必须了解到什么是真的，那什么是假的。古大德告诉我们，以除妄为主，莫在求真啊。所谓但以除妄，莫在求真啊。除妄就是去除妄想，除妄就是儒家讲的格物。他说呢，除了除妄之外啊，你不需要再去找真的。为什么呢？因为真的本来具足，你再去找真的，那就是头上安头。你本来就有头了，你为什么还要去找一个头呢？所以这个是错误的知见啊。所以一切以除妄为主。我们本来就有头，我们说那个头就是我们的良知良能，本来就有良知良能。这个良知良能呢，也代表着我们人那一份清净的心，慈悲的心，平等的心，真诚的心，这些至善的美德啊，都是我们良知良能的发端。那所以呢，不需要在头上找头，只要以去除妄想。那这个妄想，这个道理可深啊。真正的众生能够明了他的妄想啊，是这么样的绵密繁复啊，是这么样的一层一层，从无间断过。所以人的起心妄念都是妄想，只要你有一个动念，那么都是妄想。只有我们昨天讲的不变随缘啊。孔老夫子说：“从心所欲不逾矩。”你的起心动念是因为众生的需要而发出而感应，那么这个起心动念呢，是不变随缘。那既然是随缘了，境界来了现前，境界没有了就没有了。所以还记得我们讲智人用心若镜那个道理吗？那昨天我们讲王阳明的思想，致良知，知行合一。那王阳明先生啊，他因为在这个知行上面有独特的认知，有特别的体悟啊，所以他讲出来了，很符合道体。我们现在读起来，他的书呢，就好像我们道场里面在传述的这种仙佛的心声一样。那所以我们把王阳明的先生呢，把他彻底的、好好的来研究，相信呢，各位一定也会有很好的认知。那对于修行的下手处啊，你会更清楚。那种理事上的关系啊，你会更明白。那当然了，
王阳明的先生的代表作，《传习录》，这个也是厚厚一本，那都是文言文，尤其是讲心性的，一般人呢没有办法特别的去了解它。即使是道亲呢，你要看懂这个古文啊，也要有相当的功力。所以我们只将王阳明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些论点啊，把它提述出来，希望能够借着抛砖引玉的方式啊，能够让大家清楚，一个儒家，一个现代的修行人，如何在修行的心性上能够下功夫，能够得力。那王阳明他另外一句话，他又讲：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恶也。你要求理，这个呢是知跟行，所以变成二。这个外心，你往外去追求这个理事上的这种原理原则，那他说这个是二法不是佛法，二法不是正法，二法也不是大道。所以呢，理跟心是一个，理跟心没有分别，心就是理，理就是心啊。这个就是阳明先生他所讲的外心以求理外心没有办法求理，只有内心才有办法求理。我们记得先前曾经讲过，这个要行善，能够呢真正的行善，必须呢了解到这种理路，这种心理上的善，要从心理上的善呢来入手，来下功夫啊，那么才真正的是叫做改恶向善。那阳明先生他这里讲，外心以求理，那么你在外面要去追逐这些真理真道要追逐神仙，追逐佛菩萨，那个呢都是外心。你要求到真正的理，没处可求。那即使你跟在名师的旁边，名师早将道传给你了，那么你跟在名师的旁边，不见得你就是早一点悟道。你跟在大德者的身边，也不见得你早一点就能够成就。一切呢，都是在内心，你的心性上的掌握，以及呢理事上的明白。你心性掌握了，理事当然就明白了。所以呢，不外乎这个内心求理啊，所以不可以外心求理。所以王阳明主张心即理，心即理的道理呢，就是一切的这些理，一切的事项啊，事项所含的这个道理啊，都在心里面。那他这个讲法跟佛家、跟道家所讲的完全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知行呢，不能够为二。知行是二，二法也不是佛法，不是正法，也不是大道，所以知行要能够是一啊。这个就是他所强调的知行合一。那他讲了，求理于无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求理于无心啊。那么我们修行，我们要讲心性的道理，讲至善的道理。
圣人所教，无一不是知行合一的道理。要能知能行，能知不能行，那么你所知的只是知见上的了解。那么能行不能知呢？那么也是会有一点误触，但是呢，不能够大彻大悟。总是呢，能行还比能知要好一点。但是因为你不能知，所以你行的呢，除非有名师在指导你，否则呢，你不晓得所行是否得正。那所以呢，一定要拜名师，求真道，你才能够得到真知。有了真知，你才能够真行。所以我们讲过，有真人而后有真知。真人是谁？真人就是我们的良知良能。那么，因为我们现在看不到良知良能，所以真人呢，就用另一个方式来教我们，那就是名师代表真人，名师来教我们的良知良能的归向处。那名师教我们的呢，我们就要开始去走，去力行，去实践。那么去实践了，你证悟到了良知良能的具足，那么你就跟名师一样，就跟真人一样。他说的这个是圣门知行合一之教。古代的圣人，现代的圣人所教的完全都是这样子，都是教人知行合一啊。现在的教法，就是叫你要去弘扬正法，你要去度化众生。你一定要呢，借着这个度化众生的磨练，那么你才可以证悟到我们的这种良知良能那一份的圆满。那度化众生在哪里度？在家里面度，从家开始度起。那么你度人，你一定要有相当严格的自我要求啊。所以你要先格物致知，你要对于这个道理呢，完全是非常清楚明白啊。你看桃园明圣经，它这个明圣经的意思啊，它首先就叫我们明白这个圣理。它借着桃园的这种表法，叫我们明白圣教。所以这个明的道理啊，那是我们修行最主要的一个追求。你看，它这个日月都代表明，日月合起来就明。那么白天呢，太阳非常的光亮，普照大地。我们呢，这个大地呢，因此而得以光明，也得以呢，这个生生不息了。但月亮在晚上月亮的光明，其实呢，它的这个光明更凸显了这个光明的重要性。大地一片漆黑，可是呢，孤月独亮，于山头，于空中，这个表示呢，我们处在任何这个地理环境时空环境之中我们都必须要坚持月亮的那一份这个清高那清高不是骄傲的意思，清呢是不染浊，高是呢能够看得更清楚。那所以这是清高这是日月它所代表的这种表法的意义。那么我们清楚了，我们明白了，那么就要赶快从家里面的人度化起。这个家庭里面夫妻是一体的，所以夫得到了
妻也要跟着得当，夫妻要一起行道，然后可以教化小孩，可以度化父母。家庭里面得度了，那么就可以齐家，就可以感化一个社区，感化一个社会，感化一个国家。所以齐家治国平天下。我记得我的小朋友现在呢才5岁多，10岁才5岁多，虚岁就算6岁多。那么他的智慧开得很慢，这个一直呢都处在呢感觉好像同盟未开呀那个状态呀。所以让我们很伤脑筋，也不晓得怎么教这个孩子。那我们又没有说是学过教育，也没有老师的那份耐心，不会教小孩子，真的不晓得怎么办。那我就跟我太太商量，就说我们家人同在一起的时间那就是晚上。那所以呢，晚上的时段我们就不要去看电视，看有的没有的，去做一些有的没有的事情。那我们呢，就应该呢，好好的来做教化小孩子这个工作。那我太太说了，可是小孩子他不愿意让你教他坐不住他到处乱跑他喜欢呢东敲西打的。我们一度还怀疑我那个儿子是否为过动儿，实在是太好动了，坐不住，也不受教。在幼稚园，老师也很头痛。那跟着人家做，也不晓得在做什么，反正这样跟着人家做就对了。那也没有办法真正的教他什么。我在想，这样很麻烦我这个孩子求关圣帝君赐给的，那么关圣帝君所赐下来的这个孩子，应该有特别的作用那怎么现在的智慧没有开呢？那怎么办呢？当然就要再去求关圣帝君帮助小孩子赶快开智慧至少是跟一般人一样。你看5岁大的孩子，至少应该可以跟大人这样互动，这样对答吧。那么我突然有一个想法，然后我就跟我太太商量，说呢，我们晚上我们现在都来看那个阿弥陀佛的电视台，因为晚上也不晓得干什么，除了有道场的活动，那晚上在家呢，除了看电视，那真的也不晓得干什么。然后我太太说好那大家都来看阿弥陀佛的电视台。那当然就是净空老和尚他在讲经说法的那个电视台。我跟他讲，只要有小孩子在电视机面前，我们就不能够看其他的节目，不能够看连续剧、看综艺节目、看卡通影片，以免呢污染了他的心灵。那结果我们实行了一段时间了，没想到真的看到了效果。那因为我们是一贯道，可是呢，并没有一贯道的电视台只有阿弥陀佛的电视台，是我们是
比较能够接受的。那所以呢，就只好看阿弥陀佛。那么看阿弥陀佛的电视台之后啊，看了一段时间呢，真的发生了作用。那么小孩子呢也跟着看阿弥陀佛。那么小孩子没有办法听课啊，因为他根本坐不住，也听不懂。但是呢，他课堂跟课堂之间呢，有这个放阿弥陀佛的这个朗诵唱歌的这个画面，所以呢，每次到了这个课堂的休息时段啊，阿弥陀佛开始唱歌了，那么我小孩子呢就特别安静，他就会坐下来，他不再好动了，就在看那个电视，在唱阿弥陀佛。甚至他自己呢也跟着这样哼，跟着这样唱。那当他在唱久了之后呢，他还会看看父母，这个父母，爸爸妈妈你们怎么都没有唱？你要唱啊！我们也笑一笑说好啊，那就来唱啊，唱阿弥陀佛，就跟着他唱。那么所以呢，下课他们播放阿弥陀佛这一段就是在接受阿弥陀佛教法的时段。那么等到恢复了讲经说法的课程，那小孩子呢又开始活蹦乱跳，开始东敲西打。他特别喜欢冒险犯难呢，喜欢做一些危险的动作，爬高啦、钻椅啦，这个真的是让人看得很担心呢。但是呢，他一边在玩，一边有在听阿弥陀佛的讲经说法。那么呢，只要呢我们把电视台切到其他的画面去，我太太常常看不下去了，那他就把它切到连续剧。切到连续剧啊，他这个小朋友在玩的时候，听到声音已经变了，他就马上回头说：“我要看阿弥陀佛，我要看阿弥陀佛。”结果你如果不听他的，他就一直在那里跟你吵：“我要看阿弥陀佛，我要看阿弥陀佛。”就这样一直吵，吵到呢，我们必须呢把画面呢转回到阿弥陀佛的电视台，那他才没有吵，继续去玩。我看这样子，这样也不错，也蛮有作用的。那只好呢，我跟我太太跟着听净空老和尚在讲课。当然，我本身就很喜欢听，所以呢，我会呢如沐春风啊。可是我太太坐不住啊，听不下去。那我就跟他讲，为了小孩，你也要忍耐啊。所以呢，后来他也跟着听了。所以我太太在道场讲课的次数虽然不多每天听阿弥陀佛的讲课，这样累积下来也不少了。所以我在说小孩子度化了你小孩子度了妈妈，因为妈妈不喜欢听课，所以小孩子用这种方式来度他。你说这样有没有道理？很有道理呀。小孩子虽然不懂，可是呢，他借着这些人、这些事、这些物他也可以度化人。那小孩子因为白天在阿嬷家的幼稚园附近上课，那么没有在幼稚园的时候，那都在阿嬷家，晚上接到我家。那在阿嬷家的时候呢，他也要求要看阿弥陀佛，只要电视画面一出来，他就要看阿弥陀佛那阿嬷、阿公也没办法好啊，孙子要看阿弥陀佛，只好播给他看那播给他看，大人也要听所以大人也跟着听。所以小孩子也跟着度化了阿公阿嬷，
哦，我说，哎呀，这个不得了啊！这个小孩子用这种方式来度大人，这样也不错。一直到看到后面了，实在是大人看的都看不下去了。哦，有时候呢，我自己也没办法，因为我早上已经看了很久了。那晚上他回来了，他还要看，那还要看，我想看卡通影片。我只要一看卡通影片，结果呢，他又马上说他要看阿弥陀佛，就马上跟我争。那他要看阿弥陀佛，我要看卡通影片，我就觉得很惭愧啊！我竟然让小孩子来教我，你说这不是很奇怪的事吗？那我就随顺，我在的时候一定随顺，我太太在的时候那就不一定了。那我就想说，其实这也是一种教化方式。那么每天啊，小孩子都有接近道场，我是说每天哦，所以他每天只要听到那个电视台播阿弥陀佛唱歌，他就静下来，跟着在唱阿弥陀佛。哦，每天唱阿弥陀佛，自然的耳濡目染，他心中也有佛嘛，这样也很好啊。哦，这个大人没有在接触这个，久了听净空老法师在讲经说法，他也懂了一些道理啊。那他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呢？可以透过这个来启发他的良知、良能之至善呢？当然可以啊，佛道同啊，哪有说什么佛可以度众生，什么佛不能度众生的呢？那但是你会问啊，那我们是一贯道的，我们不是念阿弥陀佛的啊。那么你念阿弥陀佛念久了，就跑到阿弥陀佛那里去了。这个问题啊，我曾经想过，的确会这样子。而且我们长一辈的人啊，我们的前辈啊，会认为说啊，念阿弥陀佛就是对我们的道没有信心。但是后学仔细思维啊，你们想想看，这个阿弥陀佛跟弥勒佛，啊，我们的老祖师是弥勒佛，我们是要回归到弥勒净土，跟弥勒佛平受万教，然后呢回归理天，所以我们中间还有一段责任还没有了，哦，就是度化96亿元胎佛子。这个责任还没有了。我们的愿望呢是再来，我们要做一名再来人。哦，佛菩萨乘愿而来啊，所以我们自己起码要修到这个佛菩萨的境界啊，你才有能力说乘愿再来啊。那你做乘愿再来了，就可以跟阿弥陀佛普度众生。平受万教，就可以跟弥勒佛普度众生，平受万教。那么弥勒佛这个三草不度了，真正的金鸡三唱了，哦，大家呢在龙华会上朝拜老母，你也有一份子。这个是我们的愿望。那念阿弥陀佛了怎么办呢？这个后学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甚至我的妈妈，她呢，在将近往生之前因为她这个身体不方便之后，我们只有把她送到安养中心了。小孩子没有时间照顾，也没有能力照顾，那他只愿意住在他的家。我们的家在高雄，其他的地方他不愿意住。我住在云林，我想在云林好好的来孝敬他，他不愿意住云林，所以我没有办法，我只能够随顺他的意思。那结果呢？我的兄弟商量，就是
只有把他送到安养中心了，有人照顾，环境也不错。那他在安养中心的这段期间呢，其实感觉上整个人生就已经在走下坡了。每天吃饱睡，睡饱吃啊，也没有什么精神支柱了。所以每次我去看他的时候，我就跟他讲，你要常常念佛啊，你就念佛号啊。那我问他说，你还记得什么样的佛吗？他就讲就阿弥陀佛啊，我各有在念的啊。你看我妈妈在晚年的时候还记得阿弥陀佛，那这整个事情回想起来，就让我有一个体悟啊。你看现在小孩子也记得阿弥陀佛，老年人也记得阿弥陀佛，所以可见阿弥陀佛在我们这个众生之中啊，那种潜藏的那种意识根啊，已经是深植很深。所以有句话说了，这个家家观世音，户户弥陀佛啊，这个道理啊，原来是这样子。每个人呢，临终之前想到的都是阿弥陀佛。那么你说啊，你不是拜名师的吗？你不是在这个弥勒佛的徒孙吗？但是呢，老人家虽然有求道了，但是呢，记不住济公活佛，记不住弥勒佛，只记得阿弥陀佛。那么你说你要怎么办呢？你叫他都不要念，都不要想，那他呢不是更空虚、更空无吗？那小孩子他也只会念阿弥陀佛，因为呢，只有这个媒介可以让他呢去触及啊。所以我整个把它回想起来，我终于想通了一个道理。这个道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弥勒真经》最后面的一句话：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想到以前在法会的时候，老师曾经教我们要常常念《弥勒真经》最后这一句，常常持诵。我这样想起来，原来是这样子，原来如此。你看老师教我们常常持诵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他没有教我们持诵济公活佛，也没有教我们持诵观世音菩萨，也没有教我们持诵弥勒佛，都没有啊。他就教我们常常持诵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那弥勒真经的最后这个佛号，这不是老祖师弥勒佛的佛号吗？那么弥勒佛的佛号为什么会是阿弥陀佛呢？这个我是百思不解啊。你弥勒佛你就叫弥勒佛，大家也比较好称呼啊。结果呢，你不是，你叫阿弥陀佛，那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的意思就是说，阿弥陀佛已经在我们潜意识里面早就种下了这种善根了。我们潜意识里面有这样的善根在，可见阿弥陀佛影响力量啊，很深很深啊。我们不晓得累劫累世啊，都在念阿弥陀佛，都有阿弥陀佛的这种影子啊，在我们的第八意识里面。那重点来了，所以弥勒祖师他会用阿弥陀佛的佛号来做他的佛号，这个就是我体悟出来的道理。我不晓得我体悟的是不是很圆满，但是我认为这个应该是这样子。你看弥勒佛为什么要叫阿弥陀佛？
因为呢，他也在这个极乐世界啊，这个修行成佛。那么极乐世界修行成佛的佛啊，也叫阿弥陀佛。啊，那这个弥勒祖师是要平收万教的啊。那么大家的潜意识都只有阿弥陀佛，他当然用阿弥陀佛的形象来度化众生啊，来普度96亿元台佛子啊，来平收万教啊。那这样有错吗？这样有什么不对吗？所以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其实就是弥勒祖师，其实呢就是弥陀佛，就是阿弥陀佛。佛道同嘛，佛跟佛本来就没有形象，本来就是互通的。为了方便呢接受众生啊，所以呢他用这些佛号，用这些形象来度化众生。那么阿弥陀佛，他前面再加一个天元太保阿弥陀佛。那天元太保又是什么意思呢？天元啊，我们讲是道家的名词，道家所讲时空的单位，时间跟空间的单位就是天元。啊，天就是指这个空间，元呢就是指时间，所以时间跟空间的单位啊，那就是整个统合起来，所有的时空都包括起来。也就是说呢，尽虚空遍法界，所有一切的众生，通通要普度。那怎么普度呢？当然就是后面这个太保，用太保来普度。太保又是什么呢？太保依照我们古时候的一个的称法的一个官阶啊，有分为太师、太傅跟太保这3个位阶。那么太师呢，当然就是国师啊，以这个教导皇上指导皇上的一个老师，那称为太师啊。那太傅呢？太傅就是教导这些皇子皇孙啊，他们的老师，皇宫里面的老师，教导这些皇子的，皇孙的，这就叫太傅。那太保呢？太保就是教导全国民众的老师，就叫太保。他的官位呢，就叫太保。所以太保现在我们的名词来讲，就是教育部长啊。那主管教育的。那么弥勒佛，他要普度收圆，他要呢度化96亿元胎佛子，那他是不是要教化呢？我们上次讲过，我们不用教育这个名词，因为教育是外来词，教化才是中国一直在用的词汇。教化就包括教导跟化育。教导他就是用各种这种口头的方法、文字的方式、上课的方式来教导他。所以教导的有包括道德，包括伦理，包括知识，包括呢科技。那因为我们在中国的古典里面有很多天文学，有很多物理学，只是呢那时候不叫天文学，不叫物理学，那通通呢包括在教育里面。这是教导。那化呢就是化育，化育呢就是无形的。老师你要做好典范，你要做好呢这个圣贤人他所教的一个言行标准，你老师要做出来。老师你不做出来，你叫孩子做，孩子怎么做得出来？
孩子怎么会听你的呢？他不会听你的。那这点出了我们最近台湾的社会一个读经的风气啊。读经的风气越来越盛，但是你要想到，这些读经的孩子，你叫他来读经，可是呢，他一离开这个读经的团体，他跟着这个同学之间在相处的时候，看到学校老师的那个样子，然后他看到学生、同学也没有做好，老师也没有做好，在家里面看到父母也没有做好，这样呢，他读经，他会觉得一个大疑问在那里呀。为什么经典这样教我们，但是呢，这个世间所做的都不是这样子呢？那他就会呢否定经典，认为呢经典在骗人，所以有的小孩子啊，他接触一段时间之后啊，他就再也不接触了，甚至呢非常的深恶痛绝。那么有的人呢被逼着要读就读啊，可是读到最后他还是呢不想再接近了。读到最后他离开这个环境之后呢，他还是照样被染污。那是为什么？因为呢老师根本就没有以身作则，尤其是他跟他生活息息相关的父母也没有以身作则，父母也没有修道，也不是圣贤人，老师也没有修道，也不是圣贤人。那你说让这个小朋友他怎么样依据经典的教化来付诸实践呢？所以读经只能够说一时的风气啊，真正有办法教化人心啊，那真的效果非常有限。那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你父母要跟着学，你老师要跟着带头作用。老师要这个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学真的要学到一个为人师表的这个样子啊。那你行呢？行要成为一个世间的法则。所谓言而为世间法，行而为天下则啊。你所说出来的话，就是呢天下的一个正法。你的行为呢，就是天下人的准则。这个呢，才真的是为人师表所应该达到的一个境界。那所以，这个父母不是圣贤人，我们也希望说，当小孩子在读经的时候，父母也跟着一起学习，也跟着一起做。那么老师在这个标准上呢，就非常的严苛。老师你要做到学为人师，行为示范，你自己的修行要达到一定的水准，一定的典范，那他才可以教化父母、教化学生嘛，教化社会大众嘛。这才是真正的名师啊！我们说小济公，我们要帮师尊师母，这个普渡三朝，这个才是真正的在帮师尊师母。你不成为小济公，你哪有办法帮助师尊师母？你只是在害师尊师母而已啊！所以呢，我们想到这样，那么老师跟父母的角色就相对的重要，同时要修正。你看我们大学讲齐家，齐家事实上它的标准呢，就是呢，父母跟小孩子都做到一个典范出来，那你才能够齐家。那今天呢，我们回归到刚才所讲的这个南摩天元太保。太保就是教育部长，教育部长要号令这些全国的老师、全国的这些师资啊，通通来学习圣人的教化、圣人的典范。
哦，你自己要懂得你的良知良能在哪里。那么人的这个心性啊，本来至善，你要把这个本来至善的心性啊，把它启发出来。那启发的动作呢，你必须是你自己身体力行，你必须呢是这个家长也跟着了身体力行，这个才叫做教化。哦，化育是无形的化育。哦，我们说过化存神，你看中国人用这个化，是让他的这个心性呢，真正的开启，真正的这个让他的智慧流露。哦，那这样呢，才有所谓的育的作用。育就是帮助他成长嘛。哦，不管是在生命上，在慧命上，你都要帮他成长。那这个是教育部长重责大任啊，没有比教育这件事情啊更来得重要。所以为什么弥勒祖师的佛号会是太保？哦，太保就是要教尽虚空遍法界所有的众生来归趋到佛的一个知见。哦，开导众生进入佛的知见，指示众生进入佛的知见，让众生呢悟入佛的知见。那这个呢，才叫做这个天元太保阿弥陀佛。那么阿弥陀佛是因为弘扬起的时期遗留下来那个善根，你要继续把它发扬。所以弥勒祖师用阿弥陀佛的佛号来成就众生。所以我们一贯道弟子，我们念阿弥陀佛，其实呢就是回向到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那就对了。所以念阿弥陀佛可不可以？可以。你不用刻意去念弥勒佛，哦，去念济公活佛，去念什么佛，不需要。哦，你只要念阿弥陀佛，你最熟悉的、最朗朗上口的，你把它好好念。哦，念了回向到这个理天，回向到弥勒净土，回向到呢这个白养的这种龙华三会。那这样就可以了。这个就是弥勒佛他一片的用心呐，一片的苦心呐。他这样的心呢，真的没有人去讲，没有人去阐述啊，众生不晓得，修道人不晓得。到现在我们没有人在讲这个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我们只是跟着念。以前到现在都没有听人讲过。哦，为什么弥勒佛那里面有阿弥陀佛呢？那弥勒佛跟阿弥陀佛怎么会扯在一起呢？没有人知道。这个就是佛佛道统的道理。那么我们现在知道了。哦，老师所有的训文上没有教我们念佛。有教我们磕头，哦，用五字真言，但是五字真言呢，又不能够用出声音，所以你也不能教人。但是呢，老师有教我们，常常念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那你会说啊，这个好长哦，阿弥陀佛才4个字，现在又变成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10个字，好长啊。其实我们修行人，我们知道啊，念佛是念你当下的心啊，当下的清净心，当下的一个平等心，你的真诚心啊，你当下那个心是绝对的
这个无私无染，绝对的那种清净平等，那么那个心呢，才是真正的功德啊，那个才是真正的止于至善啊。所以念佛，你念5声、念6声、念10声，那有什么差别呢？那只是众生上的知见而已啊。我们不要错用功夫了，不要分别彼此了。所以你说你不要念那么多，那你就念阿弥陀佛。我们念阿弥陀佛，绝对不是说我们对老祖师没有信心，对这个道没有信心了。那因为这个弥勒祖师的佛号就是有阿弥陀佛，那这样为什么不可以念呢？所以要知道，我们对道呢是无比的信心呢，对于师尊师母的大法是坚定的相信。那么你知道你自己要回归的路向，回归的途径，那么你有什么害怕呢？我已经了然清楚了。所以从我的妈妈、我的小孩的这种例子，我个人呢，也下定一种决心，决定呢要让自己呢修行到呢这个生死自在。修行到呢你自己知道怎么回去，这样呢我才能够报答师恩啊。没有修行到这样子，我还不够圆满，我还必须努力。所以我现在要不断的努力。那呢，我的修行方法呢，就是呢，透过讲经说法。我每天要求自己，面对摄影镜头，我自己讲给自己听。所以现在你们看到我在这里讲，我主要要讲给自己听。那么你觉得很受用，你就拿来听；觉得很不受用，你就不要听。我讲给自己听，要求自己每天在1个小时里面好好的录制，好好的讲，把自己的体悟呢完全公开的讲出来。所以你知道，后学现在在讲课，那我完全是不准备草稿的。我的后面也没有大字报可以看，我都是呢这个当下流露，当下体悟啊。有时候在讲的时候呢，那些言辞文句啊，那些说法根本都不是我在说，根本就是先佛加灵加智。我讲过之后下了台，我就通通忘光了。下一次再来讲这个同样一个课题，那个内容完全就不一样了。所以讲的是当下的流露。那所以有这个当下的流露，就要看你功夫下的深浅。人家说台上10分钟啊，台下是10年功啊。10年的功夫里面才累积出你这个10分钟的功力啊。你看我们这些奥运的选手，他在表演可能2-3分钟而已啊，但是呢，那2-3分钟最精湛的演出，他可能下了10年的功夫，甚至20年的功夫。那么讲道理更是这样子。所以现在每天要求自己，我现在每天1个小时，讲经说法，面对镜头，我不需要去到场，所以我每天还是可以讲课。我用这个功夫呢来行持，每天可以让自己呢，在这1个小时里面达到定的功夫。因为呢，在讲课之中，你不可能有其他的妄想，你旁插其他的思绪，那你讲课一定讲不好。当然也会有，所以呢，那一堂课必须重讲重录
这个现象常常有。总之呢，要把最好的、最圆满的体悟啊，来呈现给我们的同修大众啊。希望能够透过我的体悟啊，让大家了解到经文的教义。所以这个是讲给自己听，我不是要讲给别人听。所以你们不要认为说我讲的这么好啊，讲的这么事不关己，那你自己做的怎么样？我自己做的不怎么样，我还在要求自己。但是呢，我觉得这样每天1个小时的定功，我就可以达到这种定的功夫，我就可以生出智慧。那我们呢，都是用的最普通、最阳春的这种摄影方式啊。我们没有人可以打字幕，所以呢，如果我们的同修大众有人愿意帮我们打字幕，帮我们做后制啊，那真的是天恩师德，我要非常的感激啊。如果说我们有很多志同的道合的这些朋友，能够呢愿意来加入帮忙，希望呢让这个正法继续流传下去，那么这种方式呢，其实也是一种更好的弘扬方式。我们现在道场还停留在就是要出去度人，出去呢去成全人，出去讲经说法。但是我们不晓得说，现在时代在变，科技呢是日新月异，科技所带给我们的便利程度啊，虽然超过我们的损失啊，所谓得不偿失啊，但是呢，科技也能够帮我们弘法，弘法就能够利生。我们利用科技的方法来这个弘法利生。那么这个跟以前完全是不一样的。以前你没有出去啊，人家会认为说你在弘什么法？你没有出去关心人家，你没有出去成全人家。师尊师母还希望我们每天一天里面呢2个小时去成全别人，你可以成道。但是现代的社会原貌啊，已经是不一样了。没有人愿意跟你这样子2个小时耗在那里。你浪费自己的时间，也浪费别人的时间。那别人不一定对你有好感。那所以呢，后学选择用这种方式，其实呢，也是净空老和尚他教的，我就是学习他的样子。学习他的样子来弘法利生。那么如果有一点点的注意啊，我相信呢，那这样就能够让自己觉得自己的一些努力啊，还可以看到一个效果。你看现在网络这么发达，那卫星这么发达，那么网络可以播放这些色情暴力，网络为什么不能够播放这些活菩萨的讯息、仙佛的讯息？讲经说法的这些道理呢？当然也可以啊。其实一把刀，有好坏2面啊，看你要怎么用。虽然科技呢，就像一把刀，它把人呢可以割得呢这样遍体鳞伤啊，但是呢，那是因为人心他没有办法掌握到这份良知良能，没有办法看到人的那一份这个至善的一面。所以当他刀拿起来的时候，他所砍向的都是为钱为利啊，为求名闻利养，都是呢自私自利，都是呢这个损人利己，这个是完全是负面的
的心态，完全不是至善，啊，也没有良知良能，这个都是妄心，都是呢，这个血肉之心呢所作为。那我们的良知呢？我们良知被贪嗔痴爱这些妄想给泯盖住了，以至于良知没有办法发露。那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去讲，不断的去弘扬、去称述，啊，久而久之呢，希望能够做到呢教化的功能。哦，你讲一遍他听不懂，讲2遍、讲3遍，那谁有时间，谁有这个办法这样每天1遍、2遍的讲？我们透过科技，透过这个网络、卫星，透过光碟，你就可以一遍一遍的听，一遍一遍的来反省自己。啊，只有光碟可以一遍一遍的再让我们听啊。你看我们的道场课堂上的课，哪有办法一遍一遍的讲？那如果说这个讲的讲师呢，他本身的体悟又不深，我们也是在那里浪费时间呢。那所以后学用这种自我修炼的方式来跟大家结缘，希望呢能够为师尊师母的这种弘扬大道啊，开启一条路。这一条路呢是普度众生，这一条路呢是这个成全人、度化自己的一个康庄大道。哦，所以今天呢，我们这样把我的例子跟这些道场上理事项这个心性的这些原理原则，把它讲清楚，也希望呢，大家在这一方面呢，听了之后呢，有所领悟，在致良知、知行合一上啊，能够体会到阳明先生他所说出来的这些道理，哦，知行合一之教，哦，如他说呢，知之真戒笃实处即是行啊，哦，知之真戒笃实处即行，哦，笃实处，笃实就是真正的认知了解，那就是行。行之明觉经察处就是知。行了，你去了解，你去察觉，你去体悟了，那就是真正的知。这知行功夫不可离，知行功夫啊本不可离。所以它可见呢，它这个经察处跟这个真实处啊，它是知行合一的一个道理。各位浅浅，大家早安。道之宗旨，今天讲到第17句的经文，己利利人。我们听说孔老夫子30而立，40而不惑。那么孔老夫子他一生的修行的这个依据啊，就是在做人的德目上。那但是呢，这个也有一个时间上的变化，年龄上的变化。也就是说，随着年纪的增长，那么他必须呢有进一层的突破。那这一层的突破呢，代表一种修行的功夫。那孔老夫子，他给我们人做一个很好的示范。那30而立，你看30岁，正好是一个人最青春、最光滑、最精粹的一个年代。如果说我们把人的一生分为4季，那么春天就是0岁到20岁之间。夏天呢，就是20岁到40岁之间。你看春天这个春雨下来，然后呢，滋润万物，万物呢
准备呢这个蓬勃发展。但是真正蓬勃发展要等到夏天，所以20岁到40岁这一段过程，正好是大地呢萌动，大地精致，整个万物欣欣向荣这样的一个时代。那40岁到60岁，这个就是人的中壮年的时期。中壮年的时期呢，那这个时候呢，事业有成，享受的年轻人、年轻的时代所努力下来的成果。那么呢，不用像夏天那个时期啊，要拼命的去蓬勃发展啊，拼命的去努力业绩啊，创造事业啊。这个时候就是收成的时候了。所以我们说秋收，那这样的一个秋收的时期啊，是一个太平的年代，是一个无事的年代。秋收之后，农民呢，大家都在田里面，准备冬季的食品，冬季过冬的食物啊，所以大家呢都是欢庆连连啊。准备过冬，所以过冬是要有准备的。那么你看，这个60岁到80岁，那就是冬天的时期，人走到了这个冬季的时期。那冬季呢，代表的万物收束，万物凋零，整个天地呢，停止冰封，这样的一个现状。那即使没有下雪的地方，那也是呢，这个大地呢一片的这个寂静。那这种寂静呢，就给人一种澄清，这个静虑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啊，可以让人在下一个季节里面重新出发。那么，如果人能够活过80岁，那他就一个新的一个年代的轮回又开始了。所以80岁的人，就好像呢，这个小孩子一样，所谓返老还童啊。那我们都希望返老还童，我们也希望呢自己有那个寿命能够活过80岁，然后呢继续的在修学的路上有所突破。那这样看起来，我们如果少年得志的人，晚运不佳，那这样呢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因为老年人已经没有体力了，即使有心想要创造事物，想要打拼事业，但是呢，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呢，我们不期待说这个少年得志。少年得志，如果呢能够让你安享晚年，那当然呢是一个很美好、很圆满的一生啊。可是想想，人的一生哪有不经过奋斗就凭空得来的呢？不经过奋斗就凭空得来，这种呢也是有啊。但是呢，这个在过程之中啊，他们就比较没有体悟到那一种人生所需要面对的那一种困顿打击，以及呢各种的这种诽谤批评，乃至各种摧折。那所以30而立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间点。那这个时间点呢，孔老夫子给我们做示范，是你起码呢在30岁你要有力。那力是什么？力就是一个立足点，你要有那个立足点，
也就是说，你在这个立足点上，你可以安身立命，你可以顶天立地，你可以跟整个人天地万物共处的一个立足点。那所以这个立足点对自己来讲是很重要。那么如果说你的立足点是父母亲给你的，哦，是祖上给你的，那当然这个也是一个立足点。哦，但是呢，要保有家业，保有这个祖上的德，所以你要继续的己立立人。我们不要让富不过三代这样的一句话成为我们的魔咒。富呢就要继续的保持下去，让它富更有贵，富贵双全的，你还能够得到青红双享，你还能够得到这个天爵。哦，所谓人爵焉有天爵贵，功名焉有道名高。这句话，人爵就是我们人世间的这个官禄富贵。那这些功名利禄啊，这些是人爵，是人给你的，是后天的福报。那天爵呢？天爵是我们在天上的一个这种神位，也就是说我们佛菩萨所证得的一个位阶，这个是天爵。那人爵的福报是比不上天爵，更不用讲他的那一份清净自在。但是我们在人世间啊，讲的都是跟人有关系的。我们每天所处、所言、所行，都是跟人的互动。那如果把人抽离了，你讲到己立立人，那个也没有立着点，也就是说这句话也没有意义的。所以为什么说现在你还在深山古洞修行，哦，你还在这个庙里面敲打念唱，那么呢，这个已经不是符合现代的时机。那不是符合现代的时机，你连利都没有，更不用说要利人了。你看这个飞机，它还有一种这个立足点，也就是说它的航道，飞机的航道，只要呢它根据这个航道而飞行，那么就能够达到目标。哦，船，哦，火车有轨道，哦，船也有它的航道，那么只要靠着依赖了这个航道而走，那就可以走到目标。那人也有一个目标，这个我们人的最大的目标就是要回归本位。哦，如果说你把目标定在呢，我要当总统，我要做董事长，那你的志向未免太小了，你的目标呢太近了。哦，如果说总统啦、这个董事长啦，哦，这些人的福报都比不上仙佛菩萨，那么你为什么不求那种永恒的乐受呢？哦，为什么不求那种光明清净的本来面目呢？所以人的航道就是人的三纲五常、五伦八德。其实这个我们就一再的强调，你把人的标准做好，你就可以立在这个标准上，好好的来成就你自己。包括你要追求的这些人世间的功名利禄，你都可以追求得到。那么你如果说你命里有的，那么你就会拥有那么多；你命里没有的，你就不会拥有那么多。也就是说，你命里有1000万，那么这个1000万呢，
你还必须去在你的立足点上啊，好好的去努力去奋斗。你要去申请啊，向老天爷申请你的福报，让你这个人世间呢、能够享有你之前所奋斗下来的那点福报啊，继续在你这一世里面用。但是呢，也有可能福报，你所申请的福报啊，它不是全部给你。譬如说你申请的福报是1000万，但是呢，老天只给你500万，那这另外500万也是你的，但是呢，暂时不给你。为什么呢？因为呢，要看你的心念，你的度量，还有你的修为，来定啊，你可以享有的福报。那所以老天认为你的修为，你的心量还不够那么大，所以呢，就没有办法给你完全的福报，让你下一辈子再继续拥有，这一辈子不完全给你。那还有啊，就是你去申请的这个福报啊，那么要看你怎么申请。你的申请如果是用正当的手段，就是你去奋斗，你去努力，你去正常的去公司上班，赚钱，这个就是你该有的福报。甚至你做董事长了，你去跟人家做业务，你赚多少钱，这些呢都要透过人世间的努力啊去申请。该有的，该是你的就会给你，所以呢，你根本不需要操心。但是说你不是说你不用努力哦，你还是要努力去申请，因为呢，老天会依据你努力的程度来给你多少福报。一个人1000万，假设1000万的话，那么你这一生你怎么努力就给你多少。有的人是多给，早给；有的人晚给；有的人呢平均给。早给的就是我们说的少年得志，结果呢晚年凄惨，落魄不甘啊。那这样呢，还不如说不要那么早给。所以老天有一个衡量的尺度啊，那么这个衡量的尺度呢，端看你的心的变化。那你会说老天到底是谁呀？谁在主掌这件事情？没有人在主掌这件事情。这个就是你的念，你的波动，你的那个磁场，你的磁场感应到整个万事万物，然后呢，它所回馈给你的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为是因果。我们也可以把它说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关系。那这个关系呢，因为太过微妙，这个微妙的变化，刹那在生灭，人的这个智慧啊，一时还没有办法领悟到这种现象。但人的智慧本来是圆满具足的所以你没有办法领悟到这个现象，也就是说你的圆满智慧是还没有达到圆满具足。那要谁才可以呢？只有佛菩萨才可以。了解到整个因果现象。所以有一句话说：“理不出心性道理的理，这个道理啊不出心性人的心，人的性。它那个变化都是在刹那之间，性是不动，可是性会受的这个心的干扰，性会因为心的干扰而呈现出各种喜怒哀乐，贪嗔痴爱，所以心性的变化都是那个理对理的认知有多深有多浅，
哦，那事不出因果，事呢就是人世间的各类事情。哦，我们说人跟自己的关系，人跟社会的关系，人跟自然的关系。啊，我们说过这3种关系啊，就是道之宗旨所强调的3条路线、3个范围。哦，通通包括了。那道之宗旨呢，以儒家的修持为主，所以呢，通通把这个收纳在道之宗旨里面。我们如果能够照着道之宗旨的每一条经文，哦，立志去实践，做一条就得一条。哦，做了圆满的，那你就成佛了。所以今天讲到己利利人啊，我们要想到自己的立足点在哪里。哦，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功名利禄这个福报的问题啊，如果说你所申请的不是正当的手段，哦，你用不正当的手段。你用呢欺骗拐蒙这个方法得到钱财，你要知道，这个钱财也是你的，本来是你的。结果呢，你用不正当的手段来得到你应该得的钱，所以呢，整个新的变化波动已经产生了坏的影响。你本来可以申请到1000万的，结果呢，已经打折了，可能打了对折，也可能打了2折、3折。你只有申请到500万，或者是说更少，只有申请到200万、300万。可是你本来有1000万呢，啊，你用这种偷骗欺诈的方式，结果呢，你得到了200万、300万，你还很高兴，你不晓得说。你可以申请到1000万的，所以这个事理啊，是不是很微细、很微妙啊？这个任谁也没有办法清楚这个道理，只有佛跟我们讲得很清楚。所以，释迦牟尼佛示现在我们的世间啊，他把这个出世间的事情啊，理相因果，通通讲得很清楚。那我们了解这些事情之后啊，我们再来这个站稳这些立足点，好好的来修行了，那么我们必然可以成就，必然可以成就。那所以现在虽然不是说红阳期来应运，红阳期已经过去了，但是呢，它的那个理事因果，那个道理都还在，都还是需要我们去遵守的。所以为什么有一句话说：“君子乐得做君子，小人冤枉做小人。”啊，君子很高兴做他的君子，因为呢，他知道很多事情不可以强求，不可以呢这个欺诈偷骗这些行为呢，不是君子的行为。君子坦荡荡啊，所以君子所做的行为都是光明正大，这个直来直往，他不会跟人家用什么心机啊，这个是君子。所以君子所得的福报，虽然只有一点点，他努力去辛苦申请，结果申请呢都只有一点点。你看孔老夫子的弟子，有谁富有了呢？只有一个子贡是富有的，其他呢都是示现这种贫穷相。那有一次子贡去看了这个原县，看到原县这么样贫苦，他那个门呢用竹篱笆把它立起来，那整个房间呢就是茅草盖顶，篱笆为座墙这样子。你要看他呢面有菜色，吃也吃不饱。那子路来的时候呢，是坐的高官大车啊，哇，这个
3只马的车，马车呢说非常的高，那装饰的非常的豪华，而且呢随从的人呢也是排列成2列，哦，一副这种富贵人的气象。结果来看到原县，哦，他的同学，那子贡看到这个样子，他有一点不屑一顾啊，就很不屑地问他：“你怎么会病得那么严重呢？”这个原县一听到子贡这么问话，马上呢有一种君子那一种傲骨之气。哦，他虽然生活上没有得到很好的这种滋养，但是呢，他精神上却是非常的丰厚，所以他就跟子贡讲：“我不是病，我只是贫，哦，不是病。那贫呢，可以呢两袖清风，可以呢毫无牵挂。那病呢，病是肉体上的折磨，哦，身心上的忧虑，所以我没有肉体上的折磨，也没有身心上的忧虑，我只是贫，我没有病。”哇，这个子贡听他原县这么讲，哦，表示呢，哇，这个人很有自觉，哦，也有他的自己的坚持，所以呢，就很客气的跟他行礼问好。那我们知道，富贵难有道，富贵还能够拥有道那这个人是不简单，这个人是佛菩萨再来的。哦，我们说贫道，从来没有人在讲富道的。哦，清贫才有道，因为呢，你不会对物欲染着，不会对物欲有所执着。你看，在舜考之中，富贵是舜考，在舜考之中，考掉了多少圆胎佛子？考掉了多少仙佛菩萨？大家穿好的、吃好的、住好的，那么我还需要努力修行吗？修行只是一种玩票，我来道场玩一玩，人家有需要讲课来讲一讲，有需要点到我来点一点。这个是属于玩票人家说亚香对白，修行变成是搞时尚的玩意但是呢，如果说富贵之人还能够修道，那他的成就肯定在这些贫穷之人的身上。为什么呢？因为他福慧双修他以前累积这么多福报，今世呢可以享有这些福报。然后呢，他又愿意在道场里面尽心尽力的修行，修到半道，那么他的成就肯定比这些贫穷人还要快。所以我们现在呢，看得到电视上这些名人这些高官或者是说这些董事长，他们举手投足之间上以亿计都是亿来亿去的，人工亿来亿去。那钱都不是我们能够向往的